这场婚礼排场可真够大的，全伦敦的大人物全凑齐了，就为了看这一对新人。爱德华和伊丽莎白，一个是前途无量的海军军官，一个是名门望族的子爵千金，这门亲事简直是天作之合。听听这动静，全城的人都在为他们叫好，谁看了不夸一句郎才女貌？可就在这热闹劲儿里，女人却跟身边的男人说起了爱德华的陈年旧事。你们肯定想不到爱德华以前是什么样，在没遇到这位新娘子之前，他可是出了名的冷面怪人。要是他想骗我，那肯定是一骗一个准。旁边的人都纳闷，这两个性格完全不搭的人，到底是怎么凑到一块儿去的？难道你们还没听说过那个传闻吗？这门亲事可不是什么上天注定，全靠那边坐着的那位女士费了不少心思才撮合成功的。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潘德尔顿小姐。就在劳拉跟人聊得起劲时，简端着甜点走了过来，总算找到你了，潘德尔顿小姐。简笑着感叹，今天的婚礼真是太让人高兴了。劳拉也跟着点头，确实是这样。简看着远处的新人，心里又是羡慕又是激动。新郎和新娘站在一起，简直比天使还要耀眼。看着爱德华和伊丽莎白深情对视的样子，谁能不被这份幸福给感染呢？劳拉心里全是感慨，12年前第一次见她还是个小姑娘，转眼间她已经穿上婚纱，要去组建自己的家庭了，这让劳拉这个媒人特别自豪。简凑过来打听，这对新人是不是快去度蜜月了？劳拉笑着透了个底，听说目的地定在了意大利。简听完叹了口气，真希望自己也能有这么一天。结果劳拉话锋一转，直接把火烧到了简身上。劳拉算的可准了，要是直觉没错的话，费尔法克斯先生这周之内就要向你求婚。这话把简吓得够呛，整个人直接瘫在了桌上。他小声问了一句，难道女人就非要结婚吗？简，海德，这姑娘背景可不简单，她是海德家的二小姐，家里有大片的庄园，平时最爱骑马、打球、看书，日子过得那叫一个顺心。可这种平静日子最近到头了，谁能想到那个一直被她当成好哥们的男人，居然直接写信要娶她。简现在整个人都崩了，他觉得威廉太不厚道，明明说好做朋友，结果对方竟然憋着这种心思，这简直是对纯洁友谊的背叛。劳拉在一旁看着，心里也犯嘀咕，这反应确实是有点夸张了。其实威廉条件真不错，身为乡绅家的二儿子，靠着海外贸易自己打拼出了一座庄园，人长得帅，名声也好，妥妥的优质股。威廉这条件在伦敦名媛圈里那绝对是香饽饽，谁要是能嫁给他，做梦都能笑醒。可偏偏简不这么想，他对结婚这事儿那是打心底里抵触，甚至到了反感的程度。简低着头跟劳拉交了实底，说实话，我根本没准备好要结婚。他试探着问劳拉，你说我要是拒绝了，威廉会不会伤心欲绝啊？劳拉听完直接愣住了，他赶紧确认了一句，海德小姐，你真的打算拒绝他？简长叹一口气，觉得自己像个傻瓜，可这事儿真不怪他，他家里那两位长辈连商量都没跟他商量，一看到求婚信就开始张罗着定日子了。简已经能预想到了，要是家里人知道他想拒婚，估计全得当场晕过去。他心里其实很清楚，这门婚事已经是最好的选择，可一想到自己完全没得选，就像被推着走一样，他这心里就堵得慌。劳拉听完叹了口气，直接握住了简的手，海德小姐，在这个世界上，女人想靠自己过日子，不管是钱还是生活，那都难如登天。但劳拉话锋一转，让简先别管这些世俗的事，最重要的是问问自己的心，你真的准备好要跟那个男人过一辈子了吗？一辈子。简听到这3个字，整个人直接僵在了原地。他以前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就在两人聊得正深的时候，劳拉突然感觉不对劲，回头一看，威廉竟然过来了。他笑着跟两位女士打招呼，这下气氛可就尴尬了。威廉这一露面，把正聊得起劲的两人吓得够呛。他笑眯眯地问，我是不是打断了你们最精彩的八卦环节？简下的话都说不利索了，费尔法克斯先生。威廉赶紧收起微笑，说希望两位能原谅他这种冒失的打扰。简这会儿心跳还没平复呢，刚才还在纠结要不要拒婚，怔住，居然就这么出现了。威廉盯着简看了一会儿，发现他脸色不太对。海德小姐，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简赶紧找借口说，可能是刚才宴会吃多了，有点消化不良。威廉一听，立马提出要用马车送他回家。简哪敢答应啊，连连摆手说不用，只要稍微休息一下就好了。威廉倒也没强求，只是温柔地叮嘱他，在康复之前，他的帮助随时都有效。劳拉在一旁看得直翻白眼，这男人难道看不出来吗？简之所以不舒服，全是因为他在场啊。威廉这才注意到旁边的劳拉，礼貌地打了个招呼，说潘德尔顿小姐还是和以前一样迷人。劳拉也只能客气地回了一句。寒暄完之后，威廉提起了正事，听说劳拉之前借了一本书给他妹妹珍妮特看，他顺势发出邀请，希望劳拉有空能再去家里坐坐，因为他妹妹珍妮特现在可是天天盼着劳拉过去呢。劳拉赶紧客气地回应，这可是我的荣幸，费尔法克斯先生，我肯定准时到场。威廉看气氛差不多了，话锋突然一转，说其实还有件事想请劳拉帮个忙。劳拉倒也爽快，要是力所能及的事，您尽管开口。威廉试探着问，不知道劳拉还记不记得他们姻亲那边有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劳拉仔细回想了一下，好像确实有这么个人，而且在圈子里名声还挺响亮的。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位先生应该是怀特菲尔德的伊安·道尔顿吧？威廉笑着点点头，说劳拉记性真好，就是这位伊安先生。他解释说，这位伊安是他发小，两人以前还一起在伊顿公学读书。可就在前阵子，威廉突然收到一封信，这信来的毫无征兆。伊安在信里说，打算下个月左右动身来伦敦拜访他。可谁能想到，这第一封信刚看完，紧接着第二封信
就到了。这第2封信写得特别急，落款竟然是伊安的姐姐，也就是威廉的嫂子。他嫂子在信里提到，伊安这趟来大城市，其实是想找个靠谱的引荐人，最好能带他去见见那些上流社会的大家闺秀，毕竟终身大事不能马虎。威廉笑了笑，终于说到了正题上，不知道潘德尔顿小姐愿不愿意当这个引荐人。画面一转，来到了另一边的豪宅里，一个男人正坐在窗边，看着手里的信，忍不住感叹了一句：“我的老天爷啊！”他一边翻着信纸，一边冷笑着说：“看来我那亲爱的姐姐和威廉那个混蛋，简直就是一丘之貉。这2个人正变着法地想把我推进伦敦那些花天酒地的坑里，他实在想不明白，这么做对他们到底有什么好处。”马车摇摇晃晃进了城，劳拉坐在车里，心里一直念叨这个名：伊安·道尔顿。这家伙可不简单，不仅继承了大片庄园，还凭本事把家产翻了4倍，30岁就成了有名的地主，简直是名媛眼里的香饽饽。可劳拉这次的任务，竟然是当他的社交监护人，帮他物色合适的结婚对象。劳拉一边走一边问身边的男人：“费尔法克斯先生，在帮道尔顿先生找对象之前，我是不是得先顺着他的意思来？”威廉笑了笑：“我也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毕竟我嫂子那脾气确实让人头疼。”他接着说：“我肯定不会强迫你把你那些宝贝闺蜜介绍给一个根本不想结婚的男人。”威廉接着提议：“要不你先试着跟他交个朋友。”劳拉最后还是点头答应了，虽然不知道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威廉这下可高兴坏了，拉着劳拉的手直道谢，说要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写信告诉他嫂子。既然对方把道尔顿先生夸得天花乱坠，劳拉也只能先放下顾虑，走一步看一步了。可比起还没见面的男主角，现在更让劳拉头疼的其实是另一个人，那就是简。他之前说的那些话，总让人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马车停在了一栋豪宅前，这里就是潘德尔顿家。劳拉前脚刚进家门，佣人们就围了上来，打听婚礼上的新鲜事。劳拉随口应付了几句，心里却惦记着另一位，赶紧问祖母醒了没有。听说老人家今天心情不错，劳拉干脆接过托盘，打算亲自去尽这份心。穿过长长的走廊，劳拉敲开了祖母的房门，老人家正靠在床头等着呢。祖母开口第一句话还是在问婚礼顺不顺利，听到那个死板的爱德华竟然在祭坛前掉眼泪，祖母笑得停不下来，直说没亲眼看见，真是太可惜了。祖母感叹道：“当初这2人明明互相有意思，却谁也不肯先开口，谁能想到最后竟然能这么顺利的修成正果。这事儿能成全靠劳拉在中间牵线搭桥。”祖母夸起孙女来那是毫不吝啬，说劳拉撮合成功的亲事，2只手都数不过来。玩笑归玩笑，祖母突然收起了笑脸，她盯着劳拉，语气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既然你这么会撮合别人，怎么就不给自己打算打算？”祖母接着问：“是不是因为当年那个把你丢下的浪荡子？”劳拉一句话都没接，直接把话题给掐断了。她说太晚了，让祖母早点休息。等安顿好祖母，劳拉一个人回了房，她摸着那本旧书，嘴里念着祷告词。劳拉在床边虔诚的祷告，她求神保佑那些刚成婚的新人，也希望简和威廉能走上正确的道路，当然还有祖母的身体健康。可最后她还是提到了那个男人，那个12年前抛弃她的人。劳拉竟然祈求神也能让她得到宽恕。转眼过了1周，劳拉在马车上收到一封信，就在前几天威廉竟然登门了。他这次去是想向简求婚，结果呢，简拒绝的那叫一个干脆。至于为什么要拒绝，写信的人觉得劳拉心里肯定最清楚。信里说的挺吓人，海德夫人直接气晕了，简也把自己关在屋里，谁劝都不好使。劳拉这下坐不住了，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简的姐姐罗斯玛丽一看到劳拉，就像见到了救星一样，赶紧把人往屋里领。劳拉还想着先去给海德夫人请个安，结果话还没说完，楼上就传来了砸东西的声音。海德夫人在上面破口大骂，说劳拉是个害人惊毁了简的大好前程，甚至放话不准她靠近半步。楼上的骂声还没停，海德夫人这回是真气疯了，觉得劳拉就是个外人，凭什么插手他们家的私事？罗斯玛丽在一旁尴尬的不行，劝劳拉要不今天先回去，省得在这儿白挨骂。可劳拉乃是那种被骂2句就打退堂鼓的人，她反倒安慰起对方，说自己现在必须见简一面。虽然嘴上说着没关系，可劳拉心里比谁都清楚，25岁还没嫁人，在那些贵族眼里，她就是一个没人要的次品。这种难听的标签就像影子一样甩不掉。可讽刺的是，偏偏是她这个老姑娘成了伦敦最厉害的红娘。劳拉走到门口，敲响了那扇紧闭的房门。简，你醒着吗？要是醒了，能不能给我开个门？屋里半天没动静，就在劳拉以为要吃闭门羹的时候，门缝终于慢悠悠的开了。简探出头来，声音听着一点力气都没有。潘德尔顿小姐看到简现在这个样子，劳拉心里咯噔一下，这哪还是以前那个精神的小姑娘？听说你最近连饭都不想吃，我特意带了你最喜欢的覆盆子酥饼，要不要一起尝尝？劳拉劝简别太消沉，身体要是垮了，那可就真的一无所有了。看简没反应，劳拉又补了一句，说要是为了拒绝威廉而愧疚，那大可不必，人家今天都高高兴兴去打猎了，早就把这事儿翻篇了。简盯着问劳拉，你有没有想象过自己的未来？却发现除了遗憾之外的其他东西。劳拉居然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简还以为他是觉得有遗产拿，以后能当个衣食无忧的大小姐，结果劳拉直接透了底，她名下根本没有遗产，那是她改姓潘德尔顿的代价。这下简反倒笑了，原来2人是同病相怜，因为他也拿不到1分钱的遗产。自从简的父亲去世，家里的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老宅已经没了，要是连这最后的落脚点也丢了，他和母亲就只能去乡下等死了。
简现在后悔的要命，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大笨蛋，明明除了嫁人根本没别的出路，结果自己还把这唯一的路给堵死了。劳拉刚想劝两句，说天无绝人之路，简却直接爆发了，哪还有什么路？我都25岁了，没读过书还总闯祸，这辈子还能有什么指望？劳拉这下没话说了，25岁在那个年代对女人来说简直就是一道催命符，没嫁人又没遗产，剩下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彻底的穷困潦倒。一觉醒来，原本以为理所当然的一切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从云端掉进泥潭的恐惧，没经历过的人根本不懂。就在他快要崩溃的时候，劳拉突然拉住了他的手：“简小姐，我当年也跟你一样，对这世界的生存法则两眼一抹黑。但你信不信，其实你的命是攥在你自己手里的。”简还没反应过来，劳拉就开始给他规划职业了，什么算命的，或者去大街上当的小贩。简这下更猛了：“劳拉小姐，你不是在拿我寻开心吧？”结果劳拉话锋一转，提到了一个正经行当——打字员。劳拉说自己刚弄了台新式打字机，正准备考个证呢。这在那个年代可是个绝对的稀罕玩意儿。其实他早就发现自己更适合当个家庭教师。那台打字机放在阁楼里，除了落灰也没别的用处，不如拿出来干点正经事。劳拉提议，从今往后每天晚上简都可以过来练上几个小时，只要坚持3个月，简就能去任何一家办公室当个正儿八经的文员。到时候攒够了钱，就能搬进体面的公寓，过上独立自主的生活。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简接过劳拉递来的面包，这一口下去，原本灰暗的人生好像终于有了点滋味。转眼1个月过去了，费尔法克斯庄园的生活似乎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威廉总算回到了他最爱的伦敦，对他来说，这种热闹地方才是他的主场。可跟着他一起回来的这位男人，心情就没那么美丽了。威廉问他回伦敦感觉怎么样，结果伊安只回了4个字：平淡无奇。在伊安眼里，伦敦的繁华简直就是受罪，他甚至觉得这地方就是个火坑。威廉倒是一点不介意，还拿人家的伤心事开玩笑。威廉还是那副老样子，劝他既然都回来了，就该好好享受一下社交生活。毕竟整个伦敦的贵族圈子现在都因为他的到来炸开锅了。看看桌上那一堆请帖，全是冲着他来的，这阵仗一般人求都求不来。可伊安倒好，看着这堆请帖，只觉得浪费墨水，连拒绝都嫌麻烦。威廉简直不敢相信，这家伙居然打算把所有的请帖全推了。伊安冷哼一声，不管是约克郡还是伦敦，这些所谓的名流他早就看透了，全是些虚伪又自大的家伙。威廉调侃道：“我的朋友，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愤世嫉俗啊！”不过这回威廉可不打算放过他，他坚持让男人参加莫顿夫妇的舞会，还神神秘秘的透了个底。他说自己请到了一位非常有分量的盟友，专门来帮伊安的忙。盟友？这下连伊安都好奇了，到底是谁能有这么大面子？画面一转，舞会的时间到了，劳拉正坐在镜子前，让女仆帮她打理长发。说实话，这种场合连劳拉都觉得有点紧张，毕竟今晚的情况非同寻常。原来圈子里早就传开了，那位出了名不爱社交的年轻绅士，竟然破天荒的要出席这场舞会。这消息一出，整个伦敦的名媛圈都炸了，大家都争先恐后的要参加，就为了见他。这影响力确实让人不得不服气。女仆一边帮劳拉梳头，一边打听今晚舞会的消息。听说今晚人特别多，大家都在转，那位神秘的道尔顿先生也会露面。劳拉点了点头，毕竟威廉为了带这位朋友出席，可是费了不少心思。女仆听完这话，心里的小算盘就开始打响了。她提议今晚给劳拉换个更有新鲜感的发型。劳拉还有点纳闷，平时不都挺好的吗？怎么突然要折腾头发？女仆神神秘秘的凑过来说，那位先生不仅长得帅，家里还特别有钱，万一他今晚对小姐一见钟情呢？劳拉听完直接笑出了声，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人家那种身份地位，什么样的名媛淑女没见过，怎么可能看上她这种快要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她还是坚持让女仆按平时的样子打理就行，收拾妥当。劳拉对安妮的手艺那是相当满意，这身行头一换，今晚的底气总算足了点。安妮也是个会说话的，只夸劳拉这10年是一点没变，美貌还是那么能打。毕竟今晚这场舞会可不是单纯来跳舞的。等他推开大门，这场面确实把人镇住了。莫顿家这回是真下了血本，满屋子全是人。劳拉一边往里走一边琢磨，威廉他们人呢？说好了要引荐那位道尔顿先生，怎么一转眼就没影了？还没等他站稳脚跟，身后就有人打起了招呼。劳拉回头一看，果然是威廉，他正一脸笑意的打招呼。威廉感叹，这社交技刚开始，场面就这么热闹，确实让人有点招架不住。他还开玩笑说，本来是陪着简来的，结果一进门，那丫头就溜得没影了。劳拉看着眼前的威廉，虽然人瘦了一圈，但精神头看着还不错，看来是已经缓过劲来了。寒暄了几句，劳拉还是没忍住，直接问出了心里的疑问：那位道尔顿先生今晚会来吗？威廉笑了笑，说他那位叫伊安的朋友，刚才还在跟大学同学叙旧，估计会晚到一会儿，不过算算时间，这会儿也该到了。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大厅门口传来一阵动静，一个高大的身影正缓缓走进舞池。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威廉赶紧迎上去调侃伊安怎么才来，还以为这哥们要放鸽子了。结果伊安这一开口全是嫌弃，这种社交场合在他眼里就是浪费时间。威廉赶紧打住，今晚可是有正事的。他神神秘秘地要给伊安介绍一位女士。伊安显然没抱什么期待，这所谓的强力盟友听着就不太靠谱，毕竟家里姐姐天天催着他娶媳妇，现在连好哥们都开始当起红娘来了。威廉还在那夸说这位女士聪明过人，
结果易安根本不买账，他觉得优雅和教养到处都是，但真有智慧的女人，他是一个都没见过。威廉听得直摇头，这哥们怕不是要变成个厌女主义者了。易安倒是一脸淡定，说这只是个人观察罢了。威廉赶紧劝他，就你这态度，谁能跟你聊得下去？还想找真爱？做梦去吧！易安也没反驳，只说以后总会知道的。威廉赶紧叮嘱，待会见了面，可千万别说这些混话，一定要表现得体。正说着呢，人就到了。威廉赶紧上前跟劳拉打招呼，说抱歉让他久等了。接着他转过身，准备把劳拉正式介绍给伊安。这位就是伊安·道尔顿，不仅是他的至交好友，还是怀特菲尔德家的人。接着他又转过头向伊安隆重推荐，这位优雅的女士正是劳拉·潘德尔顿小姐。劳拉听完这番介绍，倒是挺会抓重点。既然道尔顿先生对伦敦的社交活动一点兴趣都没有，那像他这样的人，恐怕很难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吧。威廉听了，赶紧替哥们找步，说劳拉小姐误会了，伊安并不是瞧不起爱情，他只是纯粹看不上这种虚伪的上流社会。其实私底下他比谁都要看重感情。劳拉还是不理解，既然这么看重，那为什么还要表现得这么抗拒呢？威廉叹了口气，这事儿谁也说不准，也许在伊安心里，他一直在等那个命中注定的缘分吧。说实话，劳拉看着眼前的男人，也不得不承认，伊安确实是他见过的最英俊潇洒的绅士了。估计要不了多久，全城的名媛小姐们都得为了他做起浪漫的白日梦来。劳拉礼貌地打了个招呼，说久仰大名，早就从威廉和他妹妹那儿听过不少关于他的事迹。伊安听完挑了挑眉，反问了一句，那这对兄妹到底是怎么评价我的？劳拉笑了笑，说他们把你夸成了最慈祥的舅舅，还是个对姐姐百依百顺的好弟弟。伊安听完直接冷笑一声，我是不是个好舅舅，那得问我那些外甥，至于我姐姐那边，恐怕她最近对我的评价已经跌到谷底了。劳拉听得一愣，这又是为什么呢？伊安倒也不避讳，说劳拉小姐你也看到了，为了把我塞进这种无聊的舞会，我姐姐可是费了不少劲。如果我真是个听话的好弟弟，就该体谅她高龄产子不容易，乖乖听她的安排，而不是在这儿满脸写着不乐意。你说对吧？劳拉算是看明白了，这位道尔顿先生确实跟别的绅士不太一样，虽然看着挺有派头，但这脾气实在是让人捉摸不透。威廉实在看不下去，吐槽他这一脸苦大仇深。结果伊安倒挺有理，说要是受不了他的坏脾气，那也别想看到他好的一面。劳拉决定亲自杀他的锐气，他说既然你这么不情愿，最后不还是乖乖来了吗？这说明在你心里对姐姐的承诺比什么都重要。威廉赶紧跟着起哄，说他姐姐确实厉害。伊安没好气的吐槽，说姐姐在伦敦可是专门留了眼线，盯着他别想耍花招。劳拉算是看出来了，这位帅哥根本就不习惯被人夸，非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大反派。伊安倒是挺坦然，说全英国就没几个人觉得他是好人。劳拉听完忍不住笑了，难道是我自己的眼睛看走眼了？劳拉这嘴可真够厉害的，他说伊安明明就是谦虚到了骨子里，非要把自己说的一无是处，这不就是为了故意低调吗？伊安还想挣扎一下，说自己只是实话实说，结果劳拉根本不给他机会，直接一通逻辑输出，说他之所以不显摆是怕外甥们压力太大，而且明明不喜欢这种场合，还为了体谅姐姐产后辛苦，硬着头皮也要过来捧场。这最后一句更是绝了，劳拉笑着说，像你这么体贴的弟弟，哪个当姐姐的不得把你当成宝贝供着？这下轮到伊安哑火了，整个人愣在那儿，半天没憋出一个字来。旁边的威廉简直要了疯了，他在心里疯狂给劳拉点赞，这波反击简直是完胜。看来把劳拉介绍给伊安，绝对是他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总算有人能治治这位大少爷的脾。威廉赶紧出来打圆场，提议大家先进屋再说，别在这儿吹冷风了。伊安这回是真没话说了，他心里也得承认，这姑娘确实有点东西。伊安本来想把天聊死，好让这位大小姐赶紧离他远点，结果没想到这回是真遇上对手了。他忍不住在心里琢磨，这姑娘到底什么来头？眼看劳拉要走，伊安赶紧把人叫住，他说威廉之前打过招呼，说你在伦敦这段时间会负责带我，那我就好奇了，你口中所谓的友谊到底打算怎么个教法？劳拉倒也干脆说，只要你想聊天，我随时奉陪，还能把你介绍给我的那些朋友们，就算离得远，咱们也能经常写信，这就是我能给你的全部友谊了。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劳拉笑着补了一句，想要这些好处，你就要拿绝对的诚实来换，这条件开的确实让人没法拒绝。伊安往前迈了一步，语气突然变了，他说劳拉小姐，看来你跟我一样也挺不习惯被人这么夸奖的吧？这话一出，轮到劳拉愣住了。伊安嘴突然变得这么甜，说能跟劳拉交朋友，简直是梦寐以求的奖赏。劳拉显然没料到这男人变脸比翻书还快，只能尴尬的陪着笑，说您真是太抬举我了。结果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伊安已经动真格了，他以绅士的名誉起身，既然你要绝对的诚实，那我就毫无保留的给你。伊安笑着说，希望这段友谊能让咱们两个都满意。劳拉也没退缩，大大方方的答应了。既然友谊的小船已经稳稳靠岸，劳拉也是个爽快人，直接就要兑现承诺，把她介绍给自己的闺蜜团。眼看这一曲就要结束，劳拉顺势提议，不如趁着气氛正好，请哪位小姐跳支舞。谁能想到刚才还谈笑风生的男人，这会儿居然认怂了。他一脸诚恳的拒绝，说自己实在没那个艺术细胞。劳拉还没听出话外音，笑着宽慰他，跳舞这种事重在参与，又不是让你去比赛。结果伊安语出惊人，他说自己所谓的不擅长，是字面意义上的压根儿就不会跳。这下劳拉彻底傻眼了，在这种社交场合，居然还有这种知识盲区。
伊安倒是挺理直气壮，觉得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学了也是浪费时间。可现在的问题是，全场的名媛都在盯着他看，要是只打招呼不请跳舞，那可就太失礼了。劳拉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转头问旁边的威廉：“这位先生平时运动细胞怎么样？”威廉倒是挺给力，说他可是个运动天才，不管什么体育项目看一遍就能上手。劳拉听完嘴角一勾，既然身体这么协调，那这事儿就好办了。他也不废话，直接伸手抓住了对方。既然这么有天赋，那这第一支舞就由我来亲自教你。伊安显然还没反应过来，劳拉笑着发出了正式邀请：“道尔顿先生，愿意赏脸跟我进舞池练练手吗？”伊安这会儿还在找借口，说自己跳的实在太烂，怕待会儿把劳拉的脚给踩坏了。结果劳拉根本不当回事，说自己的脚结实得很，直接拉起他的手就往舞池中间带。伊安还想再挣扎一下，可劳拉压根没打算放手，说音乐马上就开始了，让他别再犹豫。这下伊安是没退路了，劳拉让他盯着自己的脚，只要跟着他的节奏走就行。随着音乐响起，两人终于在舞池里动了起来。劳拉发现伊安其实挺有运动天赋，步子跟得越来越稳了，就是这身体还是绷得像块木头。劳拉笑着劝他：“道尔顿先生，放松点，别老盯着我的脚看，让音乐带着你走就行。”伊安却一脸严肃：“潘德尔顿小姐，这想法太可怕了，绅士怎么能踩女士的脚呢？”劳拉刚想夸他有风度，伊安却突然反客为主，他轻轻一用力，让劳拉抬起头看着自己。他说：“一场舞不能让人记住，全看两人的眼神交流。”这话听着是不是很有道理？这一上手，劳拉才发现伊安刚才全是装的，步子稳得不行，哪还有半点笨拙的样子？劳拉忍不住调侃：“道尔顿先生，你这天赋明明高得很，当初干嘛非要躲着不肯学呢？”伊安倒是挺坦诚，说自己当年宁愿去干点别的，也不想跟一群臭汗淋漓的小伙子在舞池里瞎折腾。伊安还在那儿自谦，说自己既不会聊天，也不会跳舞，实在算不上什么绅士。劳拉可不吃这一套，他笑着反驳：“既然你觉得绅士最看重荣誉和尊重，那满足女士跳舞的愿望，不就是最大的尊重吗？”结果伊安话锋一转，说要是真按劳拉说的做，那他可能就没法对她保持尊重了。劳拉倒是挺大方，说他完全能理解伊安，毕竟这所谓的上流社会从来就不是什么舒服的地方，哪怕已经混迹了10几年，劳拉还是觉得这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可谁让他们是伦敦的大家闺秀呢？这种社交场合那是躲也躲不掉的。伊安顺着话头感叹，说当女人确实挺辛苦。劳拉却不以为然，说其实也没那么糟糕，大家总能在这种日子里给自己找点乐子。劳拉甚至开始给伊安送祝福了，他说希望将来能有个幸运的姑娘陪他一起发现生活里的乐子，哪怕现在还没应，但谁知道命运会怎么安排呢？说不定哪天他就能遇到那个共度一生的伴侣，也就是所谓的灵魂伴侣。这话一出，伊安明显愣了一下，他这种现实的人哪信这一套啊？他觉得这些词儿太虚了，根本没啥实际意义。伊安直接给劳拉贴了个标签，说在婚姻这事儿上，他简直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劳拉也不生气，反而笑着回了一句：“说不定咱俩其实是一类人呢。”这下轮到伊安没话说了，劳拉心里直犯嘀咕：威廉那大嘴巴是不是背着自己把底细全给交代了？伊安这回倒是不装了，他直截了当的表态：要是婚姻里没点真感情，那这辈子过得可就真没啥意思了。这一曲跳完，周围全是叫好声，可劳拉这心里却冒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明明才认识不到1小时，怎么就觉得跟这伊安特别投缘呢？这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确实挺少见的，看来这伊安还真是个懂女人的绅士。劳拉甚至都在想要把他介绍给别的姐妹了。劳拉这会儿心里挺美，觉得跟这位道尔顿先生以后肯定能处成好朋友。威廉更是乐坏了，一个劲儿的给劳拉戴高帽，说他这老师当得太称职。劳拉说伊安这水平，以后单独跟姑娘跳舞靠谱吗？威廉直接把话放这儿了，他现在绝对是全场最稳的。劳拉眼尖，一下就瞅见了那帮小姐妹，赶紧拉着伊安过去，想把这位新朋友介绍给大家。趁着劳拉走开的空档，威廉终于忍不住揭底了。他问这伊安，既然跳得这么好，以前干嘛非要装不会？这不是明摆着让劳拉白忙活一场吗？可伊安一句话没说，只是盯着劳拉离开的方向。看到伊安这么快就融入了社交圈，劳拉总算松了口气。瞧瞧这位道尔顿先生，现在被姑娘们围着，整个人都变得温和多了，尤其是跟多拉、兰斯站在一起，简直就是全场的焦点。这画面太养眼了，谁看了不得感叹一句：这俩人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简直找不出更般配的了。劳拉在旁边看着，心里那块大石头总算落地。既然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他也没必要再待下去了。劳拉转头告诉威廉，自己打算先走一步，这可把威廉给整懵了。舞会才刚开始，怎么就要撤了？劳拉倒是看得开，既然伊安已经不需要他了，那他的使命也就结束了。威廉还想送，劳拉直接摆摆手拒绝了，说马车夫早就在外面候着，没必要再麻烦这一趟。临走前，劳拉还不忘客气一下，欢迎他和伊安有空来喝茶。威廉这下可乐坏了，满口答应说绝对不会错过。坐上马车的那一刻，劳拉心里还在盘算，伊安肯定已经请多拉跳舞了，毕竟像多拉这么优秀的姑娘，哪个绅士能拒绝得了？看着这俩人这么般配，劳拉甚至都开始幻想他们以后结婚的样子了，估计会是全伦敦最亮眼的一对。就在劳拉准备打道回府时，车门外突然传来一声闷响，紧接着有人大喊她的名字。劳拉整个人都傻了，这大晚上的谁会这么冒失？劳拉简直不敢相信，道尔顿先生，
看他这副样子，明显是刚从舞厅一路狂奔出来的。劳拉也是纳闷，到底是什么天大的急事，能让他追成这样？他现在应该在舞池里跟别的名媛谈笑风生才对，怎么会出现在这？结果伊安开口就是埋怨，说劳拉太狠心，把他推给别人之后，自己竟然玩起了失踪。在他眼里，劳拉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简直是没把他这个舞伴当回事。劳拉赶紧解释，说自己只是觉得反正迟早还会再见，没必要非要正式告别。伊安反问了一句，你说不久之后就能再见？劳拉赶紧顺着话茬往下接，说自家大宅经常办聚会，不管是下午茶还是音乐会，气氛都特别轻松。他还主动发出了邀请，说打算过几天就请他和费尔法克斯先生过去坐坐。虽然嘴上说着怕耽误他的时间，但这话里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伊安又追问了一句，这些聚会都是你主持的吗？劳拉解释说，名义上是祖母在办，但为了不让老人家太累，其实一直都是他在背后操持。听完这话，伊安总算露出了笑脸，夸他想得周到。既然这样，那他就等着那天的邀请了。劳拉赶紧答应会尽快安排，这下总算把这位大少爷给安抚住了。伊安这性子也太急了，开口就说要明天见。劳拉赶紧找了个借口，说家里医生明天要过来，这才把日子定在了后天。既然约好了时间，伊安这下总算满意了。他轻轻托起劳拉的手，低头行了个稳手礼，临走前还不忘叮嘱一句，祝他一路平安。随着马车缓缓启动，劳拉看着自己的手发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刚认识一晚上的男人竟然会这么体贴。他由衷的希望这段刚开始的交情能有个真诚的好结果。马车渐渐走远，伊安就这么站在门口，盯着马车消失的方向，看他这手上的小动作，估计心里也没表面上那么淡定。这下可好，伊安彻底在伦敦出名了。这个从北方来的神秘男人，第一次露面就成了社交界最抢手的红人，满大街都在传他的消息，各家名媛都想把他请到家里。可谁也没想到，竟然有人动作这么快，直接抢在了所有人前头。镜头一转到了兰斯男爵的府邸，兰斯夫人这会儿正拉着女儿打听那个传闻中的伊安真人到底怎么样。多拉一脸得意，说他本人比传闻里还要帅气优雅，简直就是个完美的绅士。最让他自豪的是，他竟然把人请到家里来吃晚饭了。就在昨晚的舞会上，他趁着竞争对手不在场，直接就把邀请给发了出去，结果伊安还真答应了。兰斯夫人听完笑得合不拢嘴，直夸女儿有本事，能请到这样的人物，对他们家来说可是天大的面子。毕竟在伦敦能进兰斯男爵府邸吃顿饭，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荣誉。表面上看，大家是冲着顶级的厨师和美食来的，但其实谁心里不清楚，能跟漂亮的多拉套近乎，才是那些追求者真正的目的。不过兰斯男爵这人可不好对付，他对客人的挑选那是出了名的严格，一般人根本进不了他的法眼。兰斯夫人心里的小算盘早就打得啪嗒响，她听说伊安名下的庄园那可是个日进斗金的聚宝盆，这要是能成，那可真是捡到宝了。听说他刚继承遗产，就立马接手了家族所有的矿山、铁路和房产，这手段简直雷厉风行。更夸张的是，在最近几次金融危机里，他的财富不仅没缩水，反而翻了好几倍，这赚钱的速度谁看了不眼红？多拉听得一愣一愣的，忍不住吐槽：“妈妈，你对他了解的比我还清楚。”不过这姑娘也有自己的坚持，就算伊安再有钱，要是没那种心动的感觉，她才不稀罕嫁呢。兰斯夫人一听这话，气得差点没把茶杯摔了。这孩子怎么就这么不开窍？她苦口婆心的劝女儿，伦敦城里盯着这块肥肉的名媛淑女多的是，你要是再这么慢吞吞的，人早晚被别人抢走。万一伊安找各家世更显赫的结婚，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多拉被说的心里直发毛，委屈巴巴的缩在沙发里。兰斯夫人见状，赶紧换个语气，让他拿出昨晚迷倒男人的魅力来。多拉这下不乐意了，什么叫迷倒？人家伊安明明是看中了他的优雅大方。兰斯夫人还在那儿煽风点火，说他亲眼看见伊安整晚都盯着女儿看，那眼神简直要把人给融化了。多拉听得心花怒放，觉得自己肯定是全场的焦点，可转念一想，心里又开始犯嘀咕，既然他这么迷恋我，那为什么最后一支华尔兹他竟然没邀请我跳？而且最让他介意的是，伊安一看到劳拉离开，竟然也跟焦急匆匆的走了，连个正经道别都没有，害得他差点没机会发出晚餐邀请。兰斯夫人听完冷笑一声，说那是因为她第一次参加舞会，心里难免会紧张，找个像劳拉那种嫁不出去的老姑娘跳舞，纯粹是为了缓解压力。多拉虽然嘴上提醒妈妈别在背后这么称呼劳拉，但心里那点虚荣心早就被夸得飘到了天上。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对这份美貌那是相当自信，从小到大还没哪个男人能逃过她的魅力。她开始顺着妈妈的话往下编，觉得伊安对她的那份客气其实就是一种特别的温柔，甚至她已经开始幻想那个男人正深情款款地看着她，当众向她表白，说已经对她爱得无法自拔了。多拉这会儿正美着呢，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被选中的女主角，可她哪知道全伦敦盯着伊安的人多到能排成长队。日子一天天过去，这半个月里，这位大红人的行踪却变得特别古怪。他推掉了几乎所有的社交邀请，活动范围小得可怜。这不，他又准时出现在了这栋宅子里。劳拉赶紧迎上去打招呼，欢迎回来，道尔顿先生。伊安脸上全是藏不住的温柔，他轻声问候：“你好吗，潘德尔顿小姐？希望你今天过得开心。”谁能想到呢？这位身价不菲的顶级单身汉，现在所有的心思全花在了劳拉一个人身上。这场大雨终究还是没能拦住伊安的脚步。劳拉原本以为今天这鬼天气肯定会把所有客人都吓跑，结果到头来反倒成全了两个人的独处。
伊安倒是很会接话，他说能独占劳拉的时间，简直是莫大的荣幸。这话说的滴水不漏，劳拉赶紧张罗着上茶，毕竟这位爷在社交圈里可是出了名的难请。那些名媛贵妇们一边眼巴巴盼着他露面，一边又在心里暗自庆幸，只要他没去别人家，那大家就都还有机会。外面那些传闻早就传得满城风雨，大家都觉得这位怀特菲尔德的继承人是想通过劳拉给自己挑个完美的未婚妻。可惜那些名媛贵妇们全都猜错了，伊安根本不知道劳拉其实是个媒人。更奇怪的是，这位爷对找老婆这件事压根就没兴趣，不管劳拉怎么张罗，他都一副兴致缺缺的样子。劳拉也纳闷了，为了帮他牵线搭桥，又是下午茶又是晚宴，把身边的好姐妹全都介绍了个遍。结果呢，伊安每次都只是礼貌性的打个招呼，最后准会绕到情边，就这么盯着劳拉弹琴。说白了，伊安对谈恋爱那是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比起找个结婚对象，他好像更喜欢这种轻松的朋友聚会。劳拉倒也不排斥，能和这位爷交个朋友，总归不是坏事。只是可怜了费尔法克斯先生，这回怕是要失望了。劳拉放下茶杯问伊安先生，在伦敦待了这段日子，感觉怎么样？毕竟之前他可是一点都不掩饰对这座城市的嫌弃。伊安笑了笑，他说刚开始确实恨不得马上回老家去，但现在他已经开始喜欢上这里了。这还得谢谢劳拉带他体验了这么多以前没见识过的新鲜事。劳拉听了这话，心里总算踏实了点。接下来的日子里，伊安经常会跟劳拉讲起他家乡那个叫怀特菲尔德的地方。听他的描述，那地方简直像画一样，大片的森林和草地，中间围着他们家的老宅子，站在山坡上往下看，整片领地都能收进眼底。听着伊安的描述，劳拉整个人都听入迷了，就像唰的一下直接穿到了那个怀特菲尔德庄园。他甚至能想象到自己正推开那扇巨大的窗户，外面是成片的白桦林，还有在田里忙活的农户，那画面简直美得不像话。劳拉是真没想到，像伊安这种平时看着挺高冷的贵公子，提起家乡来竟然会这么温柔。劳拉笑着感叹，伊安先生，您对家乡的这份感情真是让人佩服。伊安却摆摆手，他说这难道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感情吗？劳拉摇了摇头，那可不一定，现在的那些大地主恐怕连自己有多少地都记不清，更别提像您这样把每一寸土地都记在心里。听他夸了这么多，劳拉现在是彻底信了，那个叫怀特菲尔德的地方肯定是个世外桃源。伊安笑着说，那里的景色实在太美，光靠嘴说根本没法形容出1/1000。他本来想直接带劳拉去现场看看，但现在显然不合适，只能先换个法子。伊安提议，要不我送你一幅画着我家乡风景的小画，挂在你的客厅里怎么样？劳拉一听，那感情好啊，这礼物简直送到心坎上了。劳拉接着问，你家里有没有画工比较厉害的画师？伊安有点懵，他指了指自己说，如果你是问画师的话，那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劳拉也愣住了，原来伊安还会画画。伊安谦虚的摆摆手，说自己小时候学过一点，算不上什么大师，不过他心里也犯嘀咕，这位爷确实有点特别，毕竟在那个年代，画画通常是女孩子的消遣，很少有男生会去钻研这个。伊安叹了口气，说自己最近太忙，都把画本给冷落了，要是早知道就把画本带过来了，里面全是他在家乡画的草图，不仅有风景，还有他那些侄子侄女的画像，正好能让劳拉见见他的家人。劳拉一下子来了兴致，他早就听说伊安有个姐姐，那这些孩子应该就是那位夫人的孩子吧。说起家里那几个孩子，伊安的话匣子算是彻底打开了。他先提到了大外甥，其实这位大外甥年纪跟他也差不了几岁，伊安还没到8岁，这孩子就出生了。劳拉算了一下，那现在这位大外甥应该已经是个独当一面的绅士了吧。伊安点点头，说这孩子现在就在他的母校剑桥大学读书，不过每次见面他都觉得这孩子和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劳拉又好奇地问，那其他的孩子呢？伊安接着介绍，老二是个叫奥利维亚的女孩，今年才13岁就已经急着想去社交界露脸了。这小姑娘打小就聪明，伊安倒是一点不担心她以后在社交圈会应付不来。真正让她头疼的是家里那2个小的，10岁的丹尼尔和8岁的乔治，这2个小家伙简直就是混世魔王，每天正事不干光顾着互相掐架了。伊安叹了口气，说他姐姐和姐夫对孩子实在太温柔，根本管不住这2个皮猴，每次只要他不在家，这2个孩子就能把房顶给掀了，完全没有一点规矩。劳拉听得直乐，他觉得男孩子调皮点其实也挺正常的，不过他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个刚满1岁的小家伙，那肯定是个像小天使一样可爱的宝宝吧。提到家里最小的孩子，伊安却哼了一声，他说这孩子出生的时候可把他姐姐折腾得够呛，所以现在表现得乖一点那也是应该的。劳拉听出了话外音，赶紧关心地问，难道您姐姐生完孩子后身体还没恢复好吗？伊安叹了口气，说虽然姐姐一直嘴硬说自己已经全好了，但她这个当弟弟的是真不希望她再受这份罪了，这小外甥最好就是最后一个。劳拉听得心里暖暖的，他主动提议，道尔顿先生，我想送给您的小外甥一份见面礼，希望能让您姐姐也开心点。伊安有点不好意思，觉得这样太麻烦劳拉了。劳拉笑着摆摆手，说只是准备一本小绘本，费不了什么功夫，既然要送礼物，那总得知道对方叫什么。劳拉顺口问了一句，您的小外甥叫什么名字？结果刚才还侃侃而谈的伊安一下子变得有点扭捏，他支支吾吾了半天才小声吐出一个名字，他叫伊恩费尔法克斯。劳拉愣了一下，随即忍不住笑出了声，哎呀，这孩子是跟着您的名字起的吗？伊安这下彻底没招了，只能红着脸承认，确实是这样。看他
这富男的一见的窘迫样。劳拉笑得更开心了，既然小宝宝也叫伊恩，劳拉心里已经有了主意，她一定要挑一份最适合小伊恩的礼物。伊安这会儿尴尬的直咳嗽，劳拉看着他这副样子，觉得这男人真是越挖越有惊喜。别看他平时说话带刺，其实心里比谁都软，尤其是对家里人，那真是掏心掏肺的好。这种男人眼界开阔又重感情，简直就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结婚对象。劳拉甚至开始纳闷，伦敦那些名媛们是不是都看走眼了？怎么就没人发现这块宝呢？女仆安妮进来添茶，这才把劳拉的思绪给拉了回来。劳拉现在满脑子都在替伊安操心，盼着他能早点遇上那个对的人。可他哪里想得到，就在他替别人操心的时候，身后的安妮眼神已经变得意味深长了。几天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安妮敲门进屋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劳拉竟然已经换好了礼服，安妮赶紧上前帮忙，毕竟这种繁琐的裙子一个人根本搞不定。劳拉有些不好意思，说本来今天打算歇着，结果伊安突然找上门，非要约她出去走走。安妮一听这话，立马就反应过来了，小姐说的是那位从约克郡来的绅士吗？这阵子他来的确实勤，安妮都看在眼里。劳拉倒是一脸淡定，说他可能只是想找个清静地方，躲躲外面那些烦人的应酬。安妮可不这么想，她顺手拿起一顶戴花的帽子，想让劳拉戴上。劳拉赶紧摆手说，只是出去散个步，穿这么显眼太夸张了。最后还是换了顶素净的。安妮一边帮她系带子，一边忍不住念叨，伦敦能躲清静的地方多了去了，她非要往这儿跑，肯定还有别的理由。劳拉顺口问了一句，那你说是因为什么？安妮煞有介事地分析起来，她说这第一个理由嘛，确实可能是为了咱家大厨的手艺，毕竟那位格尔曼先生做的菜，吃过的人都说好。紧接着安妮伸出2根手指，语气一下子变得神神秘秘。她说这第二个理由才是最关键的，那位道尔顿先生确实是陷进去了，但他可不是为了那口吃的，而是为了一个只能在这里见到的人。劳拉还没反应过来，一脸茫然地问，天哪，那会是谁呢？安妮急得直跺脚，心说我的好小姐，除了您还能有谁啊？劳拉愣了一下，随即忍不住笑出了声。原来安妮刚才非要让她打扮，竟然是在打这个主意。安妮可没开玩笑，她一边帮劳拉整理衣服，一边信誓旦旦地保证，只要小姐稍微捯饬一下，那位先生绝对会被迷得神魂颠倒。劳拉无奈地摇摇头，觉得这根本不可能，因为从2人认识到现在，伊安看她的眼神里可是一点那种意思都没有。劳拉一边往外走，一边调侃安妮，我看她盯着餐桌上那些菜的时候，眼神可比看我深情多了。她最后还不忘打趣一句，安妮啊，你自诩是个恋爱专家，看来这道行还是浅了点。劳拉紧赶慢赶下了楼，一见到伊安，赶紧先道个歉，说让他久等了。安妮在后头看着，直摇头，自家小姐平时挺聪明，怎么一到这事儿上就跟缺根筋似的？瞧瞧人家这眼神，这哪是看普通朋友啊，这股子热乎劲儿，冰块都能给捂化了。安妮算是看透了，劳拉撮合别人是一套一套的，轮到自己简直就是个门外汉。2人并排走在街上，劳拉没话找话，说这天儿比前几天暖和多了。伊安顺着他的话说，确实比上次聚餐那会儿舒服了不少。说起前几天的晚宴，劳拉还挺感慨，虽然那天冷飕飕的，但气氛是真不错，尤其是席间那一对儿看着是真般配，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伊安听完转头看了看身边的劳拉，很明显2者以最和谐的方式互补。劳拉笑着问，道尔顿先生，难道你也这么觉得吗？伊安点点头，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潘德尔顿小姐。他接着感慨以前认识莫顿先生的时候，觉得他这人挺严肃的，甚至有点死板，可谁能想到莫顿夫人竟然有这种本事，能用温柔把那个冰块脸给融化了，让他变成现在这么个体贴的丈夫。伊安突然话锋一转，说这件事你应该感到自豪才对。劳拉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夸弄得有点懵，赶紧问这是什么意思。伊安笑着解释，当然是因为你啊，是你让这2个最合适的人走到了一起。劳拉这下彻底荒聊，结结巴巴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伊安轻笑一声，说这可是莫顿先生亲口承认的，就在男人们抽烟聊天的时候，他亲口说，要不是因为你的努力，他现在可能还是个单身汉呢。劳拉听完脸都红了，赶紧摆手说，这实在是太夸张了，他觉得莫顿先生肯定是把功劳都记在他头上了，其实他只是在社交场合给那2位多创造了点见面机会而已。可伊安却不这么看，他盯着劳拉，语气变得格外认真。他说，莫顿先生对你的评价非常高，在他眼里，正是因为有你在身边引导，大家才能去追求那种充满爱又平静的生活。劳拉被夸得手足无措，赶紧解释说，我做的这些事真的没您说的那么伟大。伊安却不这么想，他感叹在这个时代，太多人为了财富和嫁妆，宁愿在不幸的婚姻里熬一辈子。相比之下，劳拉这种纯粹的善意反而显得更加珍贵，就像黑夜里的一束光。劳拉哪听过这种直白的夸奖，整个人都快烧起来了，小声嘟囔着，道尔顿先生，您真的过奖了。伊安看着眼前的女孩，发现她有个很有趣的特点，哪怕是最基本的赞美，她好像都不知道该怎么接。按理说绅士这时候应该换个话题，免得姑娘家太尴尬，可伊安却起了坏心思，他觉得劳拉这副样子实在是太有意思了，甚至想再多逗逗她。劳拉实在受不了这种气氛，半开玩笑的劝他，道尔顿先生，您以后还是省着点夸吧，不然我都要当真了。伊安却不依不饶反问了一句，这有什么好不诚实的？劳拉深吸一口气，终于打算说出实情，其实那天我之所以会帮忙，全是因为威廉的请求。他坦白说，其实之前做的那些事，全是为了把他推给别的姑娘，为了让伊安早点成家。他又是攒局又是教跳舞，费了老大的劲，
就想让他去邀请别的女士。劳拉越说越心虚，觉得自己这动机实在不光彩，甚至还背叛了和伊安的约定。这下完了，伊安肯定要大发雷霆了，毕竟谁也不想被当成棋子这么摆布。可结果呢？伊安不仅没生气，反而笑得更灿烂了。劳拉这下彻底懵了，这反应不对劲啊！合着自己在这儿纠结半天，人家心里早就跟明镜似的，一直在这儿看戏呢。劳拉气得够呛，哪有这样当面笑话人的？伊安倒是一点不客气，笑着承认自己确实早就看穿了，还顺带道了个歉。伊安看劳拉真生气了，赶紧开口找补。他说其实就是觉得劳拉太单纯，这种性格实在难得，尤其是最后他能实话实说，这点真的挺让他佩服。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他顺杆爬问劳拉能不能原谅他，他还正儿八经的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拿这种事逗他了。劳拉虽然心里还有气，但面对这种攻势也只能自认倒霉。就在伊安打算给劳拉一个正式承诺的时候，街角传来了马车声，这气氛一下子就被打断了。谁能想到马车里坐着的竟然是多拉，他原本只是随手掀开帘子往外看，结果这一眼正好撞见了熟人。多拉一眼就认出了路边站着的是伊安。劳拉有点不好意思，怕自己插手别人的私事会让伊安不高兴，结果对方不但没生气，反而还笑着跟他道谢，说自己其实挺受益的。劳拉这下更过意不去了，觉得自己不该去管一个根本没打算结婚的人。伊安赶紧解释说自己并不是不想结婚，其实他在老家的时候也正儿八经找过对象，他这人要求也不高，更不是那种只看脸的人，可就是没法对那些姑娘动心。劳拉听了直叹气，觉得这事儿确实挺遗憾。他半开玩笑地问，难道你是在等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吗？伊安想了想，觉得命中注定这个词对他来说好像有点太重了。伊安感叹，他心里其实还挺浪漫的，总觉得这世上肯定有个100%契合的人，这种缘分得靠老天爷安排，不需要任何人去推波助澜，就能自然而然的发生。劳拉听完笑了，这不就是你刚才说的命运吗？他觉得在这大城市里找这么个姑娘肯定不难，甚至还主动请缨，说要帮他把这位真命天女找出来。结果伊安听了只是笑了笑，却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劳拉这下纳闷了，难道你就这么反感别人给你介绍对象吗？伊安停下脚步，他说倒也不是反感，只是现在他已经不需要这种刻意的安排了。这话听着可就有深意了，难道他心里已经有人选了？伊安这话里有话，劳拉还没琢磨明白呢，一辆马车就停在了路边。多拉从车上走下来，大老远就热情的打招呼，说在这儿碰见他们真是太巧了。多拉笑着问，是不是今天天气太好，才把你们2位都给吸引出来了？劳拉客气的回应，确实是个出门的好日子。多拉可惜自己还有事要忙，没法多聊。看着多拉那副神采奕奕的样子，劳拉忍不住感叹，这姑娘笑起来可真够迷人的。可就在这时候，多拉突然转过头，把话题引到了伊安身上。多拉一开口就打听起伊安的行程，问他打算在伦敦待多久。伊安回答的挺客气，说应该会多留一阵子。这下多拉可来劲了，说社交季马上就要开始，他手里攒了一堆聚会，又是舞会又是野餐，他甚至还主动发出邀请，问伊安要不要一起去划船游泳。伊安还在那儿犹豫，说得看时间安排。多拉反应真快，转头就问劳拉能不能也赏光参加。劳拉当然没意见，一口就答应了。这下伊安想推也推不掉了，只能点头说好。看着多拉这么热情的镜头，劳拉心里直犯嘀咕，这可不像平时的她，以前那个高冷的千金大小姐，今天怎么转了性，竟然上赶着找话题。劳拉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2人难道背着自己偷偷建立起什么交情了？不过看这架势，明显是多拉更主动，目的达到了，他也不多留，笑着跟2人告别。看着马车走远，劳拉故意试探了一句，说能被这种大美女主动搭讪，真是咱们的福气。伊安倒是挺给面子，说这位小姐不仅长得漂亮，才华和见识也是一等一的。听他这么评价，劳拉总算松了口气，看来他并不讨厌多拉，这就好办了。可谁能想到，伊安话锋一转，突然提到了劳拉的老朋友威廉。听这语气，他好像对威廉意见很大呀。劳拉笑着打趣说，伊安太爱捉弄人了，他还特意强调威廉可是他最看重的朋友。这话一出，伊安的脸色就不对了，他盯着劳拉追问，为什么对他评价这么高？劳拉顺势提起了简，问伊安知不知道威廉最近跟这位小姐闹的那一出。伊安当然知道威廉求婚被拒的事儿，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可他接下来的话却让伊安有点意外。原来威廉不仅没记仇，听说简要找工作，还主动利用自己的人脉写了推荐信。劳拉觉得这事办得特别体面，伊安却不买账，觉得这可不像威廉的作风。劳拉赶紧替朋友打圆场，说伊安对他太苛刻了。劳拉还提到，要不是威廉牵线搭桥，他还没机会认识像伊安这么优秀的绅士。听到这儿，伊安终于露出了笑容，他点了点头，算是认同了劳拉的话。劳拉趁着气氛不错，提议让多拉把威廉也叫上，说他肯定很乐意去划船。伊安这回倒是挺爽快，还调侃说正好缺个赶车的和划船的苦力。可怜的威廉还没露面呢，就被安排得明明白白。2人一路走一路聊，没一会儿就到了劳拉家门口。劳拉礼貌地发出邀请，问他要不要进屋喝杯茶。伊安却摆了摆手，说自己还在等一封重要的信，既然人家有急事，劳拉也就准备跟他道别了。谁知道伊安刚要走，又突然停了下来。他盯着劳拉问了一个让人措手不及的问题，他想知道威廉到底有没有追求过他。劳拉这下真被问住了，赶紧拿自己和简的关系挡枪。既然知道她们是好闺蜜，怎么还能问出这种离谱的话？
结果易安淡定得很，说他心里清楚着呢。这下劳拉彻底乱了阵脚，话都说不利索了，拼命解释这种丑闻根本不可能。可易安却笑了，他说劳拉现在的反应已经给了他想要的答案。说完他就这么直接走了，留下劳拉一个人在原地发懵。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男人到底在打什么算盘？这事儿还没完，劳拉一个人待在屋里，手里摆弄着花心思却全飞了。大家都在转，易安和多拉这一对看着挺般配，可实际上呢？多拉那是出了名的优秀，追的也够主动，可易安这人心思藏得太深，谁也看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劳拉突然想到一个可能，万一多拉从头到尾都想错了呢？易安对他根本就没那个意思，要是真这样，那这位完美的社交名媛可就尴尬了。多拉虽然优秀，但她有个致命弱点，就是太容易被好听话给唬住，只要有人在旁边煽风点火，这门亲事怕是真能成。劳拉赶紧摇了摇头，觉得自己不该在这瞎猜，毕竟多拉也不是省油的灯，万一两人真是两情相悦呢？可一想到易安之前说他已经不需要媒人了，劳拉这心里就更乱了。难道他心里早就定下了多拉？这一走神，手里的剪刀就没拿稳，咔嚓一下，好好的花头直接给剪掉了。这下真是乱了分寸。说到底，不管是家世还是财富，易安和多拉在别人眼里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这门婚事对两家来说简直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可劳拉这心里怎么就这么不是滋味呢？劳拉想了半天，觉得自己既然是介绍人，那这事儿就要负责到底，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他都得盯着点。日子过得挺快，几天后在潘德尔顿家里，简找上门来了。简一进门就直道歉，说外面马车都堵成长龙了，全是去参加男爵家派对的。他还纳闷呢，劳拉怎么没去凑这个热闹？劳拉倒是淡定，说家里老太太身体不舒服，他得留下来陪着。这种时候他可不放心把老人一个人丢下。比起那种吵吵闹闹的聚会，劳拉更喜欢安安静静看会儿书，或者听简练练打字，这种清静日子才是他想要的。劳拉觉得进度的提速了，他问简，今天咱们把目标定高点。简虽然有点打退堂鼓，但还是咬牙答应了，说一定会拼命试试。简这姑娘嘴上说着不行，干起活来比谁都认真，只要是答应过的事，她就从来没掉过链子。一晃眼2个月就这么过去了。劳拉看着正在忙活的简，突然想起了他们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简一进门整个人都看傻了，满墙的书简直像进了什么藏宝库。就在简还没回过神的时候，劳拉费劲地搬出了那个大家伙，这可是个稀罕玩意儿。简盯着这台打字机，眼睛里全是好奇，这东西在当时可不便宜。他忍不住问劳拉，这么贵重的机器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劳拉笑着说，这机器其实是他从一家快倒闭的办事处捡漏买回来的二手货。其实劳拉以前也跟简一样，日子过得没这没落的，那时候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能体面的养活自己。为了这门手艺，他硬是憋在家里练了3个月，连各种复杂的文档排版都摸透了。可真等他打算去找文员工作时，才发现自己压根就不是那块料。不过这3个月的汗水也没白流，起码他试过了。劳拉觉得不管是男是女，想学点东西那是天经地义的事，要不然他费这么大劲弄来机器，还非要拉着简一起练是为了什么？他让简好好想想，要是以后真成了打字高手，那日子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劳拉承诺会把压箱底的本事全交给他，这话一出，简直心里可就再也平静不下来了。时间一晃回到了现在，看着桌上厚厚的一叠稿子，劳拉简直不敢相信，简竟然真的全完成了。这一通操作下来，简整个人都快虚脱了，直呼这1个月简直是在拿命换进度。他原本以为劳拉是个温柔姐姐，谁知道叫起课来，那是真的一点都不手软。劳拉笑着问他，费了这么大劲觉得值不值？简嘴上说着灵魂都要被掏空了，可心里比谁都清楚，这门手艺算是稳稳到手了。劳拉倒是挺谦虚，说这全是简自己够拼，才让他教得更有劲头。看着劳拉认真的样子，简这心里又有了不一样的想法。简凑过去一瞧，发现劳拉正忙着写东西呢，这一问才知道，劳拉竟然在翻译拉丁文。这下简彻底坐不住了，桌上摆着的全是荷马史诗这种大部头，而且全是原版。简简直不敢相信，劳拉居然连希腊语也精通。劳拉倒是挺淡定，说这都是以前在寄宿学校学的，在那个年代女孩子大多只学法语德语，劳拉这学校倒是不走寻常路，拉丁语希腊语全给安排上了。简听完整个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要是劳拉是个男人，去牛津大学那不是稳稳当当。劳拉笑着说，虽然没机会去牛津当学生，但能给未来的学者当老师，他也觉得挺自豪。简赶紧追问，难道真的打算去当家庭教师吗？劳拉手里的笔媒体直言，只要一切顺利，这就是他的下一步计划。简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在苦练打字的时候，劳拉也一刻都没闲着。为了能考上家庭教师，他背地里钻研的这些学问，早就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在大家眼里，劳拉一直是个最端庄体面的淑女，可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温温柔柔的女人，为了自己的前途，竟然能比那些商业大亨还要拼。简看着眼前的劳拉，忍不住夸奖起来，说她不仅在寄宿学校成绩拔尖，毕业时法语更是说得溜，这水平当个家庭教师绰绰有余。劳拉却没那么乐观，她叹了口气，虽然自己确实有真才实学，但光靠这些可不够。简有些纳闷，像你这么优秀的人，哪家人不抢着要？劳拉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世道，女孩子的教育总是第一个被放弃的，只要家里日子不好过，最先裁掉的就是女家教，所以这份工作一点保障都没有，待遇更是没法跟男家教比。要是能多学几门外语，说不定还能去教教男孩子，那工资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简听完这话，心里也有了底。他盯着劳拉问：“难道你真打算一辈子当个家教？”劳拉倒是想得开，如果上帝安排好了，那就一直干下去。实在不行，去学校里当个老师也挺好。劳拉连退休后的日子都想好了，她打算在母校教书教到老，然后再去乡下买个小房子，安安稳稳的过完下半辈子。这辈子辛辛苦苦干活，总得换来这点回报吧。简在旁边听得一愣一愣的，他真没想到劳拉竟然把这辈子都规划好了。相比之下，简觉得自己简直是在混日子。劳拉赶紧安慰他：“你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大展宏图。”聊着聊着，劳拉突然想起件事，她掏出一封邀请函，多拉的野餐会就要开始了。简虽然收到了邀请，但心里直打鼓，毕竟他跟多拉根本不熟，去了多尴尬啊！劳拉眼珠一转，提议把威廉也叫上。简有点担心，多拉能答应吗？劳拉拍着胸脯保证，人多才好玩呢，只要这次野餐会表现好，说不定年底前两人的工作就都有着落了。劳拉这嘴皮子确实厉害，三两下就把简给说服了。其实劳拉心里还有个小九九，她想趁着这次野餐会让威廉和简和好，毕竟两人也没什么深仇大恨，顶多就是见面有点尴尬。要是能借这个机会把话说开，简找工作的事也就稳了一半。劳拉催着简赶紧继续练习，毕竟离野餐会没几天了，得抓紧时间提升自己。接下来的日子里，两人就像上了发条一样，一刻都不敢耽误。终于，多拉筹备已久的野餐会到了，豪宅门口停满了马车，这场面可真够热闹的。劳拉和简精心打扮了一番，而威廉和伊安也早就已经在那里等着了。这下人可算是齐了。各位请注意，多拉这一嗓子直接把全场的目光都聚过来了。既然大家都到齐了，那咱们就准备出发。规矩很简单，绅士们辛苦点去前面赶车，女士们就安稳坐进车厢里。多拉今天这身打扮确实是全场最亮眼的那个。威廉凑到伊安身边，笑着打趣起来，说多拉今天美得不像话，伊恩你可得把这位大小姐护送好了。伊安听得一头雾水，合着我是给多拉开车，那劳拉谁来送？威廉嘿嘿一笑，那当然是交给我这个老伙计了。说完他摆摆手就往劳拉那边走。威廉走到车前，绅士风度直接拉满，劳拉倒也大方，直接把安全交到了他手里。威廉这绅士风度真是没得说，他小心翼翼地扶着劳拉上车，嘴里还不停嘱咐着，生怕这位女士磕着碰着。这一幕全被旁边的伊安看在眼里。就在这时，多拉等不及了，他在那边大声招呼着，催促伊安赶紧出发，再晚点可就真要迟到了。伊安倒也干脆，笑着应了下来。既然今天是来社交的，那跟劳拉的朋友搞好关系确实是当务之急。随着马蹄声响起，这趟野餐之旅总算是开始了。马车稳稳当当地出发了，这赶车的伊安一下子成了全场的焦点，旁边坐着的几位女士眼睛都快看直了，在那小声嘀咕，这本人可比传闻里帅多了。再看看车里坐着的多拉，这两人往那一凑，简直就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大家都在私下议论，这两位肯定不只是朋友那么简单。有人忍不住开口打听了，问伊安最近怎么不去兰斯府上吃晚饭，是不是把大家都给忘了？伊安倒是淡定说自己最近实在是太忙，每次邀请都刚好撞上公事。大家伙儿正聊着呢，马车就停在了大宅门口。这话题一转又绕到了下午茶上。有人好奇地问，听说你最近常去潘德尔顿家，那儿的茶会真的有那么意思吗？同伴一脸不屑地摆摆手说，潘德尔顿家的聚会能有什么意思，无非就是聚在一起聊聊书和音乐，听着就让人觉得闷得慌。旁边的人赶紧接话说，这品味的事儿谁也说不准，没准人家伊安就喜欢这种高雅的调调呢。不过有一说一，那儿的饭菜确实没得挑。有人笑着爆料说，上次去吃的太撑，连束腰都快被撑爆了。伊安坐在前面听着，一句话没插，只是默默听着这群女人在那儿叽叽喳喳的八卦。话题很快就转到了劳拉身上，有人阴阳怪气的笑话说，潘德尔顿夫人虽然奢得在吃上花钱，但在孙女的婚事上那可真是抠门到了极点。多拉听不下去了，赶紧出面拦着，说这种没根据的闲话传出去多难听啊！可这帮人根本停不下来，说全伦敦谁不知道啊？可怜的劳拉以后连1分钱的嫁妆都拿不到。伊安听到这儿，脸色明显沉了下去。这帮人说话真是越来越没谱了。他们还在那儿替劳拉可惜，说凭她的长相和家世，本来早该嫁给名门望族了，结果到现在连个求婚的人都没有。说到底还不是因为家里不给钱，这没钱没势的，哪个正经绅士愿意上门提亲啊？最后这帮人甚至开始质疑，为什么家里连继承权都不给劳拉？这话一出，连多拉都听得心里发毛。维多利亚这嘴真是没个把门的，他笑着跟同伴显摆，说这事儿在圈子里早就不是秘密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劳拉的亲生母亲，眼看就要把那段陈年旧事给抖落出来。就在这节骨眼上，多拉终于听不下去了，他猛地喝止了维多利亚。车厢里的气氛尴尬到了极点，维多利亚想开口打个圆场，结果越说越没底气，他觉得自己只是在说实话。好在马车终于停了，伊安在外面开了口，总算把这死寂给打破了。目的的到了，这地方看着倒是挺美。伊安表现得挺绅士，张罗着让大家有序下车。野餐的场地早就布置好了，多拉安排的挺周到，让大家先按马车上的分组坐下，想去划船的也可以自便。伊安的目光一直就没离开过劳拉，看来刚才车上的那番争论确实让他心里有点打鼓，毕竟维多利亚提的话题实在是太不分场合。就在多拉还在琢磨的时候，伊安突然走到了他身边，兰斯小姐，能不能请你一起散散步？
这一下可把他给惊着了，赶紧答应了下来。这可是单独相处的机会啊！多拉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谁能想到运气这么好？这简直就是老天爷在帮忙。不过这独处的机会是有了，待会儿到底该聊点什么呢？易安这一开口，直接就把多拉给问懵了。他想打听点事儿，原来他在车上全听见了，尤其是关于劳拉母亲的那些传闻。他嘴上说的好听，说是为了和劳拉的以后着想，才不得不打听这些隐私，这借口找的真是滴水不漏。多拉心里也明白，这男人哪是关心什么友谊，分明是心里不踏实，在用漂亮话套词儿呢。不过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多拉也没打算瞒着。他说劳拉的母亲当年那可是整个家族的掌上明珠，追求者多到能把宫殿挤满，简直就是社交界最亮的那个。谁能想到，就在劳拉母亲17岁那年，这位天之娇女竟然离奇失踪了。起因竟然是因为一个美国画家，本来是请来家里画肖像的，结果两人竟然在半夜私奔了。这两人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只能躲在没人的地方过日子。直到劳拉出生，他母亲却因为难产去世了。那个画家也是个狠角色，把襁褓里的劳拉丢给外祖母后，就彻底人间蒸发了。大家都觉得他是想甩掉包袱去过新生活。好在劳拉最后还是被家族认了回去，但这身世听着确实让人心疼。易安听完这番话，半天没吭声。这豪门背后的秘密，显然比他预想的要复杂得多。多拉接着感叹，要是劳拉的出身没这么多波折，他现在的日子肯定比谁都体面。但他还是希望易安能看到劳拉最真实的一面。这姑娘不仅心地善良，骨子里那股高贵劲儿，绝对配得上上流社会。至于大家议论的嫁妆问题，那真不是劳拉的错。当年他那个舅舅闹得特别凶，最后家里没办法，只能妥协，结果所有的家产全落到了舅舅儿子手里。这就是为什么劳拉出嫁，家里连1分钱都不肯出。说到这儿，多拉忍不住替好友求情，希望易安别因为这个就对劳拉有什么偏见。结果易安反问了一句：偏见？我为什么要对他有偏见？多拉看他还没明白，干脆把话挑明了，就算劳拉身上流着一半平民的血，也请看在他的为人上别太计较这些。谁知易安听完直接笑了，他说：兰斯小姐，你真是把我给看扁了，这种他自己没法选择的事，我怎么可能去嫌弃他？易安接着表态，说实话，听完这些，我只觉得不可思议。他嘴里嘟囔着，原来这就是劳拉总是显得那么忧郁孤单的原因。多拉在旁边听着，心里却直打鼓。他觉得这男人也太客气了，居然还在帮劳拉找补。在他看来，谁摊上这种出身不明的对象，心里肯定都不痛快。易安现在表现得这么大度，8成是为了顾全两人的交情，在那强撑着呢。多拉甚至觉得只要劳拉的出身没法改变，易安这副阴沉的脸色恐怕很难真正放晴。易安倒是很礼貌，他说：兰斯小姐，谢谢你愿意跟我聊这么沉重的话题。看到劳拉身边能有你这样真心为她着想的朋友，我心里也觉得挺暖和。多拉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正想客气2句，同伴就从远处走了过来，热情地打招呼：多拉，快来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吧。易安却没打算久留，他礼貌地向多拉告别，说这一下午过得很愉快，然后转身就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同伴有点纳闷，难道道尔顿先生不喜欢玩游戏吗？看着易安走远，多拉心里其实挺遗憾的，本来还想多跟他聊聊，毕竟这种私下深谈的机会可不是天天都有。同伴凑过来，好奇地问：你们刚才都聊什么了？多拉笑了笑没直说，只说以后肯定还有机会，有些话现在还没，到时候挑明。另一边，易安独自走在林荫道上，这伦敦的天气倒是越来越暖和了。他原本没打算在伦敦待这么久，更没想过会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所谓的社交琐事上。明明领地里还有一堆公事，像山一样堆在办公桌上等着他，可他现在竟然一点都不急着回去。明明这里已经没什么正经事能留得住他了，但他就是想再等等，因为对他来说，现在有一件比任何公事都更有吸引力的事情，那就是眼前的这个女人劳拉潘德尔顿。日子过得飞快，这1个月里，易安和劳拉形影不离，简直像变了个人。他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连平时那些无聊的小事都要拿出来跟劳拉分享，这感觉以前从来没有过。看着劳拉的笑脸，易安彻底陷进去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这么好的女人，为什么会被那些人指指点点？所谓的上流社会，其实到处都是些肤浅的家伙，整天聚在一起说3道4，什么出身背景，什么门第高低，全成了他们伤人的刀子。劳拉表现得越是冷静，易安就越觉得心疼，这哪是什么好脾气，分明是这么多年被那些冷嘲热讽给逼出来的。一想到劳拉这些年是一个人硬扛过来的，易安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到底要多强大的内心，才能在那些流言蜚语面前表现得这么云淡风轻？他都希望自己能早点出现，哪怕只是陪他说说话，分担一下他肩膀上的重担也好。这种想护着他的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住了。就在易安走神的时候，不远处突然传来了说笑声，这声音听着耳熟，一下子把他拉回了现实。顺着声音看过去，湖边正热闹着呢，威廉正弯着腰在那儿卖力的打水漂，结果石头没跳几下就沉了。旁边的剪刀师挺捧场，一边鼓掌一边安慰他，说这回比上次有进步。威廉还不服气，非说是石头太大了不顺手。易安笑着调侃，厉害的剑客可不会怪手里的剑不好用。他赶紧打招呼，易安你可算回来了。劳拉也跟着打趣，欢迎回来道尔顿先生。劳拉这下可逮着机会了，非要拉着易安打赌，看谁打水漂更厉害。劳拉直接站到了简这边，说自己肯定赌简赢，还建议易安去支持那个一直输的威廉。
易安可不上当，他笑着说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简才是赢家，他可不想把赌注压在一个注定会输的人身上。威廉气得直跳脚，大喊着刚才明明是他赢了。简在旁边笑得不行，还故意损他，说自己只是对弱者比较宽容。这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简更是直接放话，威廉的水平大家心里都有数，根本不用比就知道了。他提议和易安来一场友谊赛，易安也跟着凑热闹，说自己当年打水漂那也是一把好手，不过面对真正的顶级高手，他现在心里还真有点打鼓。简在旁边听得直乐，安慰他说道：“尔顿先生别担心，输给更厉害的运动员，这事儿一点都不丢人。”劳拉也跟着起哄，说这肯定是一场精彩的对决，要是易安愿意下场，他这次绝对把赌注全压在他身上。既然劳拉都这么说了，易安哪有不答应的道理？他笑着回应，为了不辜负这份期待，自己肯定会拼尽全力。威廉这下不乐意了，赶紧翻旧账，说刚才劳拉还口口声声说女士应该支持女士，怎么一转眼就变卦了？劳拉倒是淡定得很，说此一时彼一时，见识过易安的本事后，他可不想再做赔本买卖。威廉听完心都凉了，直呼劳拉太偏心，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要被这么嫌弃？他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全寄托在好哥们身上，大喊着让易安一定要帮他把面子找回来。结果易安头都没回，直接给他泼了盆冷水，说这面子恐怕是救不回来了。他脱掉外套走向湖边，简礼貌的做了个请的手势，让他来开这第一球。易安活动了一下肩膀，这么多年没练，这胳膊可能都不听使唤了。话音刚落，他整个人就冲了出去，旁边的劳拉和威廉都看傻了。只见那石头在水面上刷刷刷的一通乱跳，速度快得让人眼花缭乱。劳拉在旁边目不转睛的数着15、16、17，好家伙，居然跳了18下！这成绩一出来，全场都沸腾了。简也忍不住感叹：“道尔顿先生，你这可是破了今天的记录了。”不过这位顶级高手可没打算就这么认输，他看着伊安，心里那股劲儿也被激出来了。终于遇到个像样的对手，但这胜负还没定呢。威廉在后头跳得比谁都高，扯着嗓子给简加油，让他赶紧给伊安来个下马威。简活动了一下手腕，直接走向湖边。简这下是真认真了，石头脱手的那一下，在水面上画出一道残影。19、20，这记录刷的也太快了。劳拉第一个冲上去，简直比自己赢了还高兴，只夸简这手太绝了。威廉在旁边拼命鼓掌，非要打听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不传之秘。简倒是淡定说，这就是随手一扔的事儿。伊安这回是彻底服气了，自嘲说自己这回算是踢到铁板上了。劳拉在旁边偷笑，说他这认输的态度倒还挺体面的。眼看那两位还在研究技术，伊安可不想再当背景板了。他转头看向劳拉，问他愿不愿意换个地方玩点别的。本来还打算让威廉今天专门给咱们当船夫呢，结果刚才那场打水漂把大家的魂儿都勾走了。不过转念一想，这主意本来就是威廉出的，既然他让大家玩得这么开心，也该让他歇会儿了。伊安顺着他的话说，既然劳拉小姐都发话了，我哪还有意见？可这划着伊安发现不对劲了，这船怎么感觉比刚才窄了一大半？再加上周围突然静了下来，只剩下风声和水声，这气氛一下子就微妙了。劳拉正闭着眼享受微风，可伊安心里却在犯嘀咕，原本只是想划个船，结果这下倒好，伊安发现自己这定力是彻底崩了。看着眼前的劳拉，他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怎么会有人能美得这么不讲道理？伊安突然开口打听起八卦来，社交界难道有2个海德小姐吗？劳拉回答说，据我所知只有一个，因为海德家的大小姐已经出嫁了。伊安这下更纳闷了，既然只有一个，那之前拒绝了威廉求婚的肯定就是简海德了。他实在是想不通，既然求婚都被拒了，这2个人怎么还能像好朋友一样在那儿开心的打水漂呢？劳拉尴尬的笑了笑，解释说当时3个人正好在一起散步，威廉为了缓解尴尬才提议玩打水漂的游戏。说实话，当时那种气氛，简没直接跳进池塘里都已经算是很有定力了。不过伊安倒是挺佩服他们，在经历了求婚失败这种事后，居然还能维持住这份友谊。也许正是因为这种难得的默契，威廉当初才会动了求婚的念头。聊到这儿，伊安突然停了下来。那么潘德尔顿小姐，你又是怎么想的呢？建立在友谊上的婚姻，难道就不会幸福吗？他觉得如果把另一半当成一辈子的好朋友，这种相处模式其实也挺让人向往的。劳拉听完笑了笑，他说婚姻有很多种形式，不一定非要符合大众的期待。伊安却摇了摇头，他还是没法理解，难道夫妻之间不应该是因为爱才在一起吗？劳拉解释说，太强烈的感情反而容易让2个人吵架，想要让一段关系长久，比起那些虚无缥缈的激情，信任才是最关键的。伊安觉得很有意思，他本以为像劳拉这样的女孩子会把爱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劳拉倒也坦诚，他说自己并不否认爱情，但也没天真到去忽视那些现实的问题。毕竟在美好的感情，在贫穷和性格不合面前，可能都撑不了多久。说到底，所谓的爱情会不会只是婚姻的一个序曲呢？劳拉继续说着自己的见解，他觉得婚姻就像一首交响乐，比起一时的激情，长久的陪伴才是主旋律。毕竟在热烈的曲子总有归于平淡的时候。伊安听完笑了笑，虽然他觉得劳拉看得很透彻，但他还是没法完全认同。在他眼里，爱情是值得去冒险的，哪怕最后会演变成悲剧，那也是这世上最珍贵的宝贝。伊安感叹道，如果2个人发誓要共度余生，心里却没有一点爱意，那就算日子过得再安稳，也没什么滋味可言。反倒是有些感情，哪怕再折磨人，也会让人心甘情愿被困住一辈子。
劳拉听完这番话，并没有反驳，她微笑着看向伊安，说自己其实很明白爱情的价值，她也真心希望伊安有一天能遇到这样的感情。这没完没了的爱情话题，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个结果呢？但最关键的是，现在的气氛实在太微妙了。伊安发现自己已经没法像平时那样，只满足于和劳拉礼貌相处了。他心里正憋着一股劲，一股非常不绅士的冲动。他特别想去牵劳拉的手，甚至想直接吻上去。这种念头一旦冒出来，就怎么都压不下去了。伊安在心里骂自己，怎么能对潘德尔顿小姐产生这种失礼的想法呢？劳拉看他半天没动静，试探着叫了他一声：“道尔顿先生。”这一声直接把伊安从胡思乱想里拽了回来。劳拉关心地问：“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伊安吓得差点跳起来，他在心里疯狂吐槽自己：“伊安，你疯了吗？当着人家的面，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他赶紧强装镇定，说自己一点事都没有。劳拉可没那么好糊弄，他看着伊安说：“你现在的脸色可比刚才难看多了，而且你看起来满头大汗的，要不我们还是先靠岸，让你好好休息一下吧。”劳拉一脸抱歉地问：“道尔顿先生，今天真是辛苦你了，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吗？”伊安赶紧道谢，说自己很快就能恢复，可他心里却在叫苦。劳拉这么扶着他，反而让他更难受了，这哪是帮忙啊，简直是在考验他的定力。劳拉看了看四周，这荒郊野外的也没个椅子，只能先扶着他在大石头上坐下。伊安看着眼前的劳拉，整个人都看呆了，他觉得劳拉的眼神比什么魔法都要命，再这么对视下去，他怕是连魂都要被勾走了。他小声问：“潘德尔顿小姐，你能陪我坐一会儿吗？”劳拉听完笑得特别甜，两人就这么并肩坐着，谁也没再提刚才那点尴尬事。劳拉看着眼前的景色，好奇地问：“道尔顿先生，怀特菲尔德的森林也和这里一样美吗？”伊安笑了笑说：“其实两边差不了多少，不过在他住的那片林子里，除了白桦树，基本看不见别的树种。”劳拉听得一脸向往，他感叹道：“能住在那种地方，简直是老天爷给的福气。毕竟在伦敦这种大城市，想看一眼这种茂密的林子，简直比登天还难。”伊安却不这么想，他告诉劳拉，其实乡下的人反而更羡慕城里的生活，尤其是像劳拉这样住在梅菲尔区这种黄金地段，全帝国的人怕是都想和你做邻居。毕竟伦敦代表着整个帝国最顶尖的文明，到处都是发财的机会。可劳拉话锋一转说，这种繁华背后其实全是让人喘不过气的噪音，所以像现在这样能安安静静坐一会儿，对他来说才是最难得的宝贝。劳拉感叹，伦敦除了噪音就是烟雾，他现在是一点都不想回去了。伊安看着劳拉说：“真希望我们现在就在怀特菲尔德的森林里，在那里你想看多久的风景都行，等太阳落山了，走几步就能回到庄园休息。每天早上睁开眼，森林里都有新的惊喜。”伊安越说越认真，只要你愿意，潘德尔顿小姐，你想在那里住多久都行。面对伊安这么直白的邀请，劳拉客气地笑了笑，说这主意听着确实不错。可伊安这回是认真的，他说在怀特菲尔德庄园，劳拉永远都是最尊贵的客人，毕竟那个地方平时冷清得很，要是真能迎来一位客人，估计连家里的仆人都要乐坏了。劳拉听完也挺动心，答应以后有机会一定要亲眼去看看那片土地。不过他紧接着补了一句，希望到时候庄园里已经有了一位女主人。结果伊安直接反问，难道非要有女主人你才肯赏光吗？劳拉这下有点接不住话了，只能搬出社交礼仪来挡箭，说自己一个单身女性去拜访独居的单身汉，这传出去实在是不像话。伊安叹了口气，说想找个合适的道尔顿夫人，恐怕还得等上好一阵子。劳拉倒是挺大方，说没关系，他可以在伦敦慢慢等他的好消息。他甚至都开始幻想，以后去庄园不仅能看风景，还能见见那位新夫人，这日子光是想想就挺美。可伊安听完这话，心里显然不是滋味，他直接放话说，为了能让劳拉早点过去，他会尽快把婚事办了，但他有个前提条件，未来的妻子必须答应让劳拉永远是家里最尊贵的客人。劳拉一听就觉得这是不靠谱，哪有女人能大度到这份上，让丈夫的异性好友天天在眼前晃，这不明摆着要闹家变吗？结果伊安反问了一句，要是未来的道尔顿夫人跟他想的一模一样呢？要是真有那么一天，他和未来的夫人都盼着劳拉能多住些日子。劳拉只能尴尬的应和着，说要是真能这样，他肯定乐意去。可这种好事儿，他实在是想都不敢想。结果伊安一步都不肯退，他说在自己心里这根本不是什么难事，甚至他还放了狠话，说如果结婚是命中注定的，那在他心里劳拉的分量绝对不会比庄园女主人低。这还不算完，他直接把底牌亮出来了，说这就是他结婚的唯一条件，谁不答应这婚他就不结了。这下劳拉彻底没话说了。伊安也意识到自己说的太直白，赶紧找补了一句，说请原谅他的唐突，可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这层窗户纸怕是再也糊不回去了。劳拉赶紧把话头打住，他说要是未来的道尔顿夫人听到这种话，肯定会伤透心的。至于那份盛情的邀请，劳拉也给出了最后的答复，他说如果以后真要去拜访，那也只能是因为纯粹的友谊。说完这话，劳拉一刻也不想多待，只留下一句冷冰冰的告别，说自己一个人回去就行。看着劳拉远去的背影，伊安这下彻底傻眼了，他坐在长椅上半天没回过神，他现在肠子都悔青了，觉得自己刚才那番话简直就像是在强行逼婚，实在是太粗鲁了。明明劳拉已经把态度摆得那么明确了，说到底他只把自己当成普通朋友。伊安越想越觉得自己蠢，难怪会被人家当场拒绝，这
这简直就是自作自受。他只顾着宣泄自己的感情，却完全没考虑过劳拉的感受，甚至还自以为是地觉得对方一定会拒绝他。可不管怎么后悔，话已经说出口了，这下两人的关系怕是彻底降到了冰点。伊安现在满脑子全是刚才在伦敦街头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原本计划的挺好，先跟心上人表白，再办一场风风光光的订婚宴，最后他要和劳拉手挽着手，一起走进怀特菲尔德大厅的大门。可现实却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刚才那场对话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被拒绝也是他自找的。伊安越想越坐不住，他觉得自己必须立刻去解释清楚，绝不能让劳拉误会。他要让劳拉明白，刚才那些话绝不是一时冲动，更不是什么随口说说的漂亮话，他是真的动了心。只要劳拉能感受到这份真心，说不定事情还有转机呢。可等他急匆匆赶回去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让他心凉的消息。旁边的多拉告诉他，道尔顿先生，您来晚了一步，劳拉已经因为急事先离开这里了。伊安还是不甘心，他赶紧拉住旁边的多拉打听，劳拉到底出什么急事了。多拉说，劳拉走得很匆忙，他已经派马车把人送回去了，还反问伊安，你们刚才不是还在一起吗？伊安只能硬着头皮解释，说他们还有些话没说完。结果多拉接下来的话直接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他说这天恐怕要聊不下去了，而且这一等可能比想象中还要久。原来劳拉家里来了亲戚，现在整个家都乱成一团，短时间内根本没法接待客人。伊安这下彻底慌了，可多拉根本不给他机会，还说要带他去别处转转。到了第二天，伊安还是不死心，直接找上了劳拉的家门，结果连大门都没进去，就被女仆给拦住了。女仆一脸为难地说，实在抱歉，我们家现在概不接客。女仆的态度非常坚决，她说自己收到了死命令，不管是谁来今天一概不见。眼看连门都进不去，伊安只能退而求其次，既然见不到面，那帮我递封信总行吧。可谁能想到，这劳拉家里是真的一点面子不给。女仆冷冰冰地回了一句，不管是礼物还是信件，她通通不能收。说完这话，大门砰的一声就关上了，只留下伊安一个人在风中凌乱。虽然早就猜到会吃闭门羹，但这种被人拒之门外的滋味确实不好受。他只能安慰自己，也许下次再来运气会好点。伊安失魂落魄地往回走，可他不知道的是，就在这栋房子的2楼，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他的背影。劳拉就躲在窗帘后面，静静地看着他离开，一句话也没说。自从上次野餐会出事以后，伊安这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煎熬，整整1个星期他都在屋里愁怎么收场。他天天往人家府上跑，结果呢，连大门都没让进，直接被女仆给打发了。这闭门羹吃的是真彻底，要是再这么耗下去，别说见面了，恐怕连最后那点情分都要被磨得一干二净。他现在是真没招了。就在他想破脑袋的时候，威廉突然蹦了出来，这一嗓子差点没把他送走。威廉问他到底怎么了，怎么整个人魂不守舍的。伊安嘴硬得很，说自己好着呢。结果威廉反手掏出一封电报，说是刚寄给他的。这封信一拆开，伊安整个人都不动了。他二话不说又跑到了劳拉家门口，结果还是老样子，女仆直接把他拦在了外头。伊安这回没打算走，他递过去一个包裹，求女仆一定要转交给劳拉，说这事儿真的火烧眉毛了。他一边塞东西一边解释，说自己马上就要动身去约克郡的领地处理急事，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可这女仆也是个硬茬，压根不吃这一套，直接回怼说，既然这么焦急，您现在最该去的地方是邮局。伊安看了一眼怀表，急得不行。他说要是时间够早就去邮局寄信了，可现在火车半小时后就开，他1秒钟都耽误不起。女仆根本不买账，说自己没这个权利，万一因为这事儿被开除了谁负责。伊安也是豁出去了，直接开出诱人条件，说要是真丢了工作，他可以推荐女仆去别处，甚至还能安排他去北边的领地干活。这条件听着确实不赖，可女仆冷笑一声，问他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姑娘。伊安没辙了，只能使出杀手锏，他从兜里掏出2张钞票，悄悄塞了过去。他说这就算帮他一个私人小忙，希望女仆能通融通融。女仆盯着手里的钱半天没说话，伊安看没戏，只能转身准备离开。就在大门快关上的时候，女仆突然在背后喊住了伊安。伊安还以为是嫌钱给的不够多，结果女仆把钱递了回来。谁能想到这小女仆不要钱，要的是一个承诺。女仆直勾勾地盯着他说，信我可以帮你送，但你必须保证办完事必须回伦敦，不仅要回来，还得想办法把潘德尔顿小姐的信给重新印回来。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伊安哪还有退路？他心里那股火算是彻底被点燃了。大老远跑了这么多次，要是现在认怂，那可真就前功尽弃了。既然要斗，那就斗到底。为了劳拉，就算跟全世界作对，他也在所谓。另一边，那份包裹总算没白费，顺利送到了劳拉手里。劳拉看着眼前的包裹，心里还在纳闷这到底是谁送来的。女仆把包裹往桌上一放，说是那位道尔顿先生非要塞给他的。劳拉眉头一皱，不是说好了谁送的东西都不能收吗？安妮也是一脸无奈，说人家根本不听劝，东西往他手里一塞，转头就没影了。看着这个包裹，劳拉忍不住叹了口气，这个伊安还真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倔脾气。他最后还是拆开了包裹，里头没别的，只有一封厚厚的亲笔信。信里伊安解释说，自己之所以走得这么急，是因为白地教区的牧师突然去世了，作为那片领地的暂住人，他必须立刻赶回去处理后事。这封信就是他临走前最后的交代。伊安在信里交代，等白地教区那边的事儿一办完，他肯定会第一时间回伦敦。他这人也是够倔的，说两人的关系现在闹成这样，要是就这么认输走了，他这辈子都过不去这个坎。
其实他也感觉得出来，自从上次野餐之后，劳拉就一直在刻意疏远他。可他不仅没半句怨言，反而还在信里放低了姿态，说只想求一个机会，能当面为之前的冒失道个歉。这封信写的情真意切，最后落款写着你忠实的朋友伊安。劳拉在书房坐了很久，把这封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可就在他准备收起信封时，里头竟然还掉出来一张画。看着画上的风景，劳拉这下是真的没话说了。天哪，这画也太漂亮了！女仆凑过来一看，眼睛都直了，赶紧问劳拉这是谁的大作。劳拉盯着画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是伊安画的。安妮听完都乐了，这位道尔顿先生还真是多才多艺啊。不过这画里到底是哪儿呢？劳拉解释说这是白地教区的风景，也是伊安的老家和领地。安妮在一旁偷笑，这位先生画工确实了得。劳拉犹豫了一下，还是把画地给了安妮，让她拿去交给管家里昂，还得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安妮嘴上答应的痛快，心里却在犯嘀咕，一封信配上一幅亲笔画，这位先生到底想传达什么呢？明明前几天这两个人还形影不离的，好的跟什么似的，结果一转眼怎么就闹成现在这样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让两人的关系一下子降到冰点？虽然画已经让安妮拿走了，可劳拉手里还紧紧攥着那封信，这信纸都被捏得有点走形了。这大半夜的，劳拉一个人坐在窗台上对着月光发呆。大半夜的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女仆在外面轻声试探，劳拉这才回过神，赶紧穿上拖鞋让人进来。安妮端着托盘进屋，想伺候劳拉早点休息，可她的心思全在那封信上。劳拉对着这封信看了又看，到底是什么内容，能让那位绅士这么拼命也要送达？安妮一边梳头一边瞎琢磨，难道是热烈的表白，或者是求婚信？可看劳拉这副表情，怎么看都不像是遇到了好事。安妮这心里简直像猫抓一样，恨不得劳拉能像别的名媛那样，赶紧把这八卦分享出来。就在这时，劳拉突然开口了，她说想找安妮商量件事。这下可把安妮给激动坏了。劳拉终于开口了，她说在兰斯小姐郊游那天，伊安说了一些话，听着就像是在求婚。安妮听完直接叫出了声，果然被她猜中了。她赶紧追问那位绅士是不是当面表白了。劳拉摇了摇头，虽然没明说，但那意思已经再明显不过了，所以这段时间他才谁都不见。安妮这下全明白了，躲着不见其实就是最好的回答。她小心翼翼地问：小姐是真的打算拒绝吗？劳拉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婚她是绝对不会结的。安妮还想再劝劝，毕竟像伊安这样的良配，错过了可能就再也遇不到了。但看到劳拉的态度，她只能把话又咽了回去。既然男人有权求婚，那女人当然也有权拒绝。劳拉这话说的硬气，可现实哪有这么简单？像伊安这种身份的人，能看上他已经是高攀了，要是真给拒了，在别人眼里那就是不识抬举。安妮听了直摇头，现在的劳拉没嫁妆，年纪又大，在婚恋市场上根本没筹码，这种时候还挑什么呢？可伊安明知道这些，还是义无反顾地选了他，这不明摆着是真情实意吗？安妮实在想不通，小姐在怕什么？但在劳拉看来，一时的冲动和一辈子的承诺根本就是两码事，甜言蜜语可保不了以后的日子。道理说了一大堆，安妮最后只问了一句：你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下劳拉彻底没话说了，她按住劳拉的肩膀，抛开了所有利弊分析，只想问一句真心话。她盯着劳拉问：小姐，你敢保证自己对那位绅士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吗？劳拉沉默了，她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站起身走向窗边，想避开这个话题。劳拉背对着安妮，语气变得冷淡起来。她说：如果不结婚，那她至少能拥有交友的自由，不用担心被别人指指点点。她甚至强调自己对伊安绝对没有任何男女之情。可安妮听完却露出了那种看破不说破的表情。她说：小姐，你不用跟我解释，这话更像是说给你自己听的。安妮没再多说什么，行了个礼就退出了房间，只留下劳拉一个人对着窗外的夜色发呆。安妮走后，劳拉还是忍不住拆开了那封信。明明之前对她那么冷淡，可这男人不仅没生气，反而还在百忙之中送来了当初答应过的礼物。看着手里的画稿，劳拉心里那道防线终究还是松动了。伊安确实无可挑剔，也许安妮说的对，错过这一个，这辈子可能再也遇不到更好的了。可就在脑海里浮现出那个男人的脸时，劳拉却像被烫到了一样，手里的信纸直接掉在了地上。她现在连自己的心都快要看不清了。劳拉心里很清楚，像伊安这样的人本就不该和他有交集，论身份论地位，他觉得自己根本配不上。他甚至自私的想过，趁着他去北方处理公务，这段感情说不定就断了，等他冷静下来，大家还能退回到朋友的位置。可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谁家好朋友会为了一个消息在窗边整整守了1个星期？听到他要走的消息，心里那种空落落的感觉早就出卖了他，这哪是朋友该有的样子？这种压抑了多年的感情，一旦开了口子就再也关不上了，想的却不可得，这才是最让人绝望的。劳拉跪在地上，手里紧紧攥着那封信。她知道这种自私的念头可能会让未来的几十年都活在痛苦里，可即便经验告诉她这火坑跳不得，她还是忍不住去想，既然伊安也同样深爱着她，那这世俗的一切是不是就没那么重要了？只要2颗心能靠在一起，好像就能抵挡这世上所有的麻烦。劳拉的手不自觉地摸向胸前的项链，那是她一直贴身带着的秘密。随着清脆的一声响，吊坠被打开了，里面竟然藏着一张画像，那是她母亲年轻时的样子。劳拉不禁沉浸在回忆里，祖母正一脸不可思议地盯着劳拉手里的吊坠。你到底是谁？难道你就是当年的那个劳拉？别哭了，劳拉，咱们这只是暂时分开。当爹的向你保证，就算上刀山下火海，也一定会回来找你。这枚项链
你必须收好了，只要看着他，爸妈就永远陪着你。那是劳拉7岁时的记忆。被送进潘德尔顿家那天，天都像塌了一样。好在祖母给了他一个家，让他在那段孤独的日子里总算有了个依靠。本以为有了祖母的照顾，劳拉总算能过上安稳日子。可谁能想到，这种好日子还没过几天就到头了。因为这个家真正说了算的是劳拉的舅舅，在他眼里，劳拉根本不是什么亲戚，而是整个家族的耻辱。就因为当年的那场丑闻，舅舅看劳拉是怎么看都不顺眼。甚至因为祖母护着他，母子俩天天吵得不可开交。这种日子一过就是3年，舅舅就像个暴君一样，只要见到劳拉，不是大吼大叫，就是动手砸东西。可怜的小劳拉只能把自己缩成一团，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生怕哪句话说错又招来一顿毒打。祖母年纪越来越大，实在没精力再这么吵下去了。为了劳拉的以后，她必须得做一个决定了。祖母最后还是决定把劳拉送走，去全英国最好的女子寄宿学校。虽说顶着豪门的名头，可劳拉刚进校门，那些难听的闲话就传开了。劳拉根本不理这些，她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书本上，没日没夜地拼命。她不仅拿到了最好的成绩，对谁都客客气气的，就是想撕掉身上那个私生女的标签。可这种日子过得有多压抑，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就在劳拉拼命证明自己的时候，祖母在家里也没闲着，她直接跟儿子撕破了脸，非要正式收养劳拉不可。这下子家里彻底炸锅了。祖母为了给劳拉争个名分，这回是彻底豁出去了。她亲手改了遗嘱，把所有家产都留给了亲儿子，条件只有一个，劳拉必须正式改姓潘德尔顿。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劳拉就17岁了。毕业那天，祖母没带她回那个冷冰冰的老宅，而是直接去了伦敦市中心。老人家这是想让劳拉过上她亲妈都没享受过的好日子。现在的劳拉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受气包了，本以为能顺顺利利进入社交圈，结果呢，那些贵族圈的人记性好得很，当年的那场丑闻又成了她身上撕不掉的标签。这一晃又是12年，劳拉就这么一直被排挤在名媛圈的最边缘。可就在这时候，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劳拉心里比谁都清楚，在那些所谓的名流眼里，她永远成不了真正的贵族。这种出身带来的标签，这辈子怕是都撕不掉了。为了不让自己彻底崩溃，她只能学会把所有委屈全都藏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只有这样，她才能在这个圈子里勉强站稳。可人非草木，谁还没个动心的时候呢？劳拉确实对伊安动了心，但这事儿要是真传出去，那可就是灭顶之灾了。现在的这点甜蜜，迟早会变成未来的绊脚石。他受过的那些白眼和羞辱，绝对不能再传给下一代。这种苦他一个人吃就够了。所以，哪怕再喜欢劳拉，也只能把这份感情彻底锁进记忆的最深处。既然给不了未来，那就干脆别开始。画面一转，马车一路颠簸，终于回到了约克郡的领地。这白地庄园看着气派，可伊安这副样子一点都不像刚度假回来的。管家赶紧迎上来说：“这一趟辛苦了。”伊安只是淡淡回了一句：“到家了就好。”原来他刚去参加完一场葬礼，那位老牧师生前得高望重，走的时候半个郊区的人都去送行了。可伊安心里还是有个疙瘩，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这成了他抹不掉的遗憾。为了弥补这份亏欠，他特意交代管家，明天一早就让人去打扫小屋，要把老牧师的家属安顿好。伊安叫住了管家，说昨天回来的太急，礼数上有点不周全，还特意问了问管家的老腿伤。管家受宠若惊，赶紧说已经好多了。伊安这才点点头，说这次出门太久，确实辛苦大家了。等主人一走，旁边的小女仆就凑了上来，她小声嘀咕着，还以为主人这次去伦敦能带个漂亮女主人回来呢。毕竟谁都知道伊安平时就是个工作狂，除了打理领地，他几乎从不离开家。这次在外面待了这么久，确实有点不对劲。管家看着主人的背影，心里也明白，能让主人这么上心的事，肯定没那么简单。这伦敦城里，怕是真有什么让他放不下的人。伊安刚从伦敦回来，才走了2个月，家里就攒了这么多烂摊子。这一堆文件全是麻烦事，收租的、吵架的，还有各种应酬，甚至还得去矿场盯着。但最让他头疼的还是那个管家的问题。趁着主人不在家，这管家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账本上的漏洞比想的还要多。难怪拉姆斯威克急着汇报，这管家不仅不干活，私底下还收了不少黑钱。这种人肯定不能留了，得赶紧让他卷铺盖走人。可问题是，上哪儿才能找个靠谱的人呢？伊安现在肠子都悔青了，当初就不该听那家伙的鬼话，塞过来这么一个不靠谱的管家。这下可好，人家根本没把这领地当回事，留下的全是烂摊子。没办法，只能自己硬着头皮处理。这堆积如山的文件，全得一笔一笔算清楚。忙到大半夜，总算是把这些麻烦事压下去了。站在窗前这一刻，他才真切感觉到自己回到了家。在伦敦待了1个多月，那些推杯换盏的应酬，现在回想起来，竟然已经模糊的差不多了。可唯独有一个人，他怎么都忘不掉，那就是劳拉。伊安一个人抽着闷烟，脑子里全是劳拉的影子。他在想，这会儿他会在哪儿呢？是在跟朋友们谈笑风生，还是在哪个舞会上正跟别的男人跳舞？虽然这只是他的瞎猜，但心里还是酸得不行。又或者他现在也正对着窗户发呆，跟他看着同一片夜空，也在忍受这种没来由的孤独。说到底，他就是想见他了。可人家劳拉会想他吗？估计悬，当初人家拒绝的那么干脆，一点念想都没留，现在再抱什么期待，那纯粹是自己骗自己了。伊安到现在都想不通，劳拉当初拒绝他的样子，简直像变了个人。明明平时那么温柔的一个人，怎么一提到结婚，态度就冷得像块冰？这反差实在太大了。不过仔细想想，劳拉应该不是讨厌他，估计是担心自己的嫁妆，或者是怕坏了名声。但在伊安眼里，这些根本就不是事儿。
他有的是钱，名声这种东西他更不在乎，只要能把劳拉娶回家，就算名声扫地他也认了。这些世俗的条条框框根本拦不住他。他把手里的烟头掐灭，心里已经有了主意，既然一次不行，那就再试一次。只要能找个机会跟劳拉坐下来好好谈谈，把这些顾虑都说清楚，事情肯定还有转机。毕竟劳拉是个聪明人，只要他愿意听，就一定能明白他的真心。等把领地这些烂摊子处理完，伊安打算立刻回伦敦。他已经想好了，要带着最真诚的态度再去跟劳拉求一次婚。可一想到上次被拒绝的画面，他这心里就直打鼓。万一劳拉还是不点头呢？那他这面子可就真没地方搁了，真是让人头疼。劳拉这女人看着挺好说话，其实骨子里比谁都倔。只要是她认准的事，那是8头牛都拉不回来。不管他怎么求，甚至就算他当场撒泼打滚，估计劳拉连眼皮都不会抬一下。这就是他的脾气，原则问题上绝对不让步。可要是就这么认输，伊安是真不甘心。他总觉得如果这次放手了，这辈子可能再也遇不到让他这么上心的人了。所以他给自己定了个死命令，先把手头的工作全推掉，再找个靠谱的管家盯着，然后就全身心回伦敦追妻。他甚至在心里发了狠，这回要是拿不下劳拉，拿不到那张结婚协议书，他就一辈子待在伦敦，再也不回这破领地了。为了能让劳拉点头，伊安已经豁出去了。只要他愿意留在这个家，让他做什么都行，哪怕丢掉尊严，甚至被劳拉瞧不起，他也认了。转眼过了好几天，领地的天气倒是挺好，可这大宅子里的气氛却有点不对劲。拉姆斯威克发现自家的这位主人最近简直像丢了魂一样，整个人都不在状态。伊安虽然坐在这儿，心却早就飞到了几百里外。白天在那儿发呆，晚上估计也睡不着觉。拉姆斯威克轻咳一声，提醒伊安该回神了。伊安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把心思收回来，处理起领地的退休金文件。虽然心里装着事儿，但办起工来还是滴水不漏，这就是他的本事。哪怕再心烦意乱，该做的工作一点没耽误。拉姆斯威克这会儿心里直犯嘀咕，自家这位主子平时办事最稳当，怎么这回的文件看着有点心不在焉？肯定是伦敦那边出了什么事，让他连魂儿都丢了。结果翻着翻着，拉姆斯威克发现不对劲了，这正经公文里怎么还夹着一张画像？虽然只是寥寥几笔。伊安把签好的文件递过来，问他还有没有别的事。拉姆斯威克赶紧收好东西，1秒钟都不敢多待。拉姆斯威克一出门，连步子都比平时轻快了不少，路过的女仆都看傻了。平时严肃的要命的拉姆斯威克，今天居然在偷着乐。这太阳真是打西边出来了，大家都在私下议论拉姆斯威克这副反常的样子，肯定是遇上什么大喜事了。既然领地这些急活，是时候去看看我那爱管闲事的姐姐了。估计她正等着听我讲在城里发生的那些新鲜事呢。伊安刚回来没几天，这心就又飞回伦敦去了。他特意交代拉姆斯威克，过2天自己还得走，而且这回估计得在那儿常住了。为了不耽误庄园的事儿，他还让拉姆斯威克招个新管家。交代完这些，伊安直接骑马出了城。拉姆斯威克在后头看着，心里跟明镜似的。自家主人这么焦急忙慌，肯定是奔着画里那位姑娘去的。看来这冷清了许久的庄园，总算要迎来女主人了。而伊安这会儿正马不停蹄地赶往邓维尔公园。伊安这趟回来确实耽搁了太久，1个月没见，也不知道这家里出没出什么乱子。林子里突然传出一声枪响，看来他那位姐夫打猎的兴致还是这么高。正走着呢，前头传来了吵闹声，这动静听着可太耳熟了。伊安勒住马往林子深处看去，果然是那2个小家伙，2个孩子正吵得不可开交，为了争个先后，谁也不肯让谁。结果一抬头，正好撞见伊安在那儿盯着呢，刚才那股劲儿全没了。大一点的孩子赶紧打招呼，说是伊安舅舅来了，让弟弟精神点。小家伙这下老实了，支支吾吾的问了声好。伊安翻身下马，直接奔着丹尼尔就过去了。这架势看着可不太妙。伊安伸出手，让丹尼尔赶紧把东西交出来，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丹尼尔还想狡辩一下，说这只是个木头做的玩具枪，他们哥俩正玩打猎游戏呢。可伊安根本不吃这一套，直呼其名：丹尼尔·费尔法克斯。我不想再说第2遍，管他是真家伙还是玩具，现在立刻交出来。这下丹尼尔彻底怂了，只能乖乖听话。处理完这2个小麻烦，伊安总算进了邓维尔公园的大门。这地方还是老样子，屋里那位倒是挺悠闲，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慢悠悠地摸着牌。玛格丽特正琢磨手里的牌呢，门唰的一下就被推开了，一看是自家弟弟，他倒是挺惊喜，问伊安什么时候回来的。结果伊安一句话没说，直接往桌上拍了个硬家伙。玛格丽特还打趣，问他是不是要打劫，这可不是开玩笑。伊安冷着脸说，你那2个宝贝儿子正拿着这真家伙当玩具呢。玛格丽特听完不仅没怕，反而笑话儿子们运气太差，偏偏撞到了伊安手里。伊安这下真无语了，说丹尼尔把你老公的枪都偷出来了，我已经罚他们去刷马厩了，你也该管管你老公了。可玛格丽特根本没往心里去，还招呼伊安过来看牌，这当妈的心也太大了。伊安简直要气炸了，那枪里可是装了实弹的，要不是他及时发现后果，简直不敢想。玛格丽特这心态那是真的稳，觉得只要没出人命，那就都不叫事儿。伊安在一旁听得直叹气，这当妈的也太不靠谱了。可玛格丽特根本不理这茬，反而招呼他赶紧坐下。伊安看着桌上这些牌，觉得自家姐姐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整天玩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玛格丽特笑了笑，说在回答你之前，我必须先打听个事儿，你在伦敦是不是遇上真爱了？
这牌面上可是写的清清楚楚，你今年之内就要结婚，到底是谁家姑娘？赶紧老实交代！伊安这下坐不住了，一口咬定没这回事。可玛格丽特手里早就攥着铁证了，原来是威廉早就把伊安在伦敦的行踪一五一十全写信汇报了。这下威廉成了头号叛徒。玛格丽特越说越起劲，说你以前哪爱凑热闹啊？这回又是参加晚宴，又是跑去野餐的，肯定是有情况。伊安还想拿礼貌当借口，说自己只是推脱不掉。玛格丽特直接把话挑明了，说在那堆聚会里，肯定有个让你惦记的女人，我没说错吧？这下看你还怎么编！玛格丽特直接报了名号，潘德尔顿小姐。威廉在信里可没少提，说你俩不仅一起跳了舞，还经常私下见面。伊安这下彻底没话说了，既然你什么都知道，那我还回来干什么？玛格丽特刚想解释，突然就开始剧烈咳嗽，这动静大得吓人。伊安这下真急了，赶紧冲过去喊人帮忙。结果呢，玛格丽特反手就是一个鬼脸，原来全是演的，这当姐姐的也太调皮了。伊安气得直翻白眼，玛格丽特却笑得停不下来，说你这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摆明了就是陷进去了。他还不打算放过伊安，非要打听那姑娘长什么样，是不是才20出头，肯定是个大美人吧？这下伊安是彻底被拿捏了，看来不把底交代清楚，今天是别想出门了。伊安这一声不吭的，显然是被戳到了痛处。玛格丽特还在那儿火上浇油，说你怎么这副表情，活脱脱一个失恋的小年轻。可话刚说完，他突然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玛格丽特惊叫出声，不会吧？难道是你一厢情愿？难怪伊安最近看着这么虚，原来是被人甩了，这下可真是丢人丢到家了。伊安赶紧撇清关系，说两人就是纯洁的友谊，根本没那回事。这种话谁信啊？玛格丽特直接祭出大招，要拿他小时候写的信去送礼。谁还没个黑历史？当年伊安哭着喊着说姐姐嫁到天涯海角他都跟着，这下伊安彻底破防了，想收回那些话门儿都没有。这玛格丽特是真狠啊，她居然想把那封信寄到伦敦去，还要亲手交给那位潘德尔顿小姐。这要是真送到了，伊安这辈子都别想抬头了。伊安这下是彻底没招了，这哪是开玩笑，这是明摆着的威胁啊！他只能叹口气，行吧，随你怎么嘲笑我。玛格丽特看他服软了，反而凑过来装无辜，说这哪是嘲笑，这叫姐姐的关心。他就纳闷了，像伊安这种人怎么就陷进去了？他接着打听那姑娘是不是讨厌你。伊安摇摇头，那倒没有，甚至私下里感觉还挺亲近。这就奇怪了，既然不讨厌，为什么你觉得他肯定不会答应求婚？伊安只能点头，这里面的原因谁也说不清楚。最后玛格丽特也没辙了，只能给他出个主意，既然求婚没戏，那就先老老实实当个朋友吧。既然求婚没戏，玛格丽特就开始教他怎么当个好朋友，别总想着拉近距离，要像空气一样围着他转，甚至可以去结交他身边的闺蜜。伊安听得一头雾水，这又是唱哪一出？玛格丽特笑着解释，这叫以退为进，得让他觉得你不是那种只会死缠烂打的浪荡子。只要时间够长，两人的关系自然会越来越近。等他心里的防线慢慢松动，你的机会不就来了吗？伊安还是没太明白，玛格丽特干脆把话挑明了，你必须假装对别的小姐感兴趣，甚至还要去请教那位潘德尔顿小姐。伊安这下坐不住了，这种下三滥的招数我怎么可能去用？玛格丽特却看得很透，伊安没有点讨厌和波折，这感情可长不出来。只要嫉妒的种子一发芽，那位小姐肯定会坐不住，到时候她就会发现自己早就离不开你了。玛格丽特还在那儿自卖自夸呢，觉得全天下就她最懂怎么追姑娘。可伊安根本不吃这一套，在他看来，拿自己心爱的姑娘去玩这种把戏，简直就是对他感情的侮辱。这哪是出主意，这分明是在拿他的真心开玩笑。既然话不投机，伊安1秒钟都不想多待。看玛格丽特身体没大碍，他拎起外套扭头就走，任凭玛格丽特在后面怎么喊，他连头都没回一下。这扇门一关，他走的倒是干脆。不过玛格丽特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反而笑得更有底气了，因为他刚才听到了最关键的一句话。伊安刚才亲口承认了，那位潘德尔顿小姐就是他深爱的人。只要这层窗户纸捅破了，这白菲尔德庄园离迎来女主人就不远了。镜头一转，来到了兰斯男爵府。珍妮特正坐在这儿喝茶呢，对面坐着的正是这府上的大小姐多拉。两人聊起伊安突然回白菲尔德的事，多拉还挺遗憾，说他走的实在是太匆忙了。珍妮特表面上稳如泰山，其实心里早就乐开了花，能跟这位社交界的红人单独喝茶，那可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福气。看着对面优雅的像朵花一样的多拉，珍妮特简直都要看呆了。这举手投足间的贵气，真不愧是本赛季最耀眼的存在。可谁能想到，这位看起来高不可攀的大小姐，心里其实正抓狂呢。原来之前他给伊安发了晚宴邀请，结果收到的回信居然是威廉代笔的，信上说伊安早就回约克郡老家了，这理由找的也太敷衍了吧。多拉这下彻底坐不住了，伊安居然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这么直接回了老家，这人简直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他本以为能从珍妮特这儿打听到点什么内幕，结果呢，珍妮特这一开口，差点没让他当场破防。他说伊安本来就不喜欢伦敦，这次回来都隔了好几年，下次再见怕是又要等上个3、5载，这下麻烦大了。要是真等上几年，什么机会都错过了。好在珍妮特赶紧解释，这只是他个人的瞎猜。多拉这才算稳住了心神。可日子一天天过去，白菲尔德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两人的交情还没深到能写信的地步，这下只能干交集。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脚步声。威廉客气的打招呼：“兰斯小姐，多谢你邀请我们兄妹。”他看了看屋里的阵仗，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多拉
赶紧把人往里请。哪儿的话，我们正准备去吃晚饭呢。珍妮特在旁边接话，哥，你再晚来一步，你的那份可就全进我肚子了。威廉无奈地回了一句，兰斯小姐，真难为你，还得忍受我这烦人的妹妹。多拉表现得非常大方，能请到你们2位，我可是等了好久。威廉顺势发出了邀请，那咱们现在就去餐厅。多拉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啪嗒响，现在全伦敦也就威廉能跟伊安联系上了，只要跟这对兄妹套好近乎，伊安的行踪还不是手到擒来，到时候自己的心意也能顺便传到白菲尔德。多拉心里很清楚，威廉确实是个体面的绅士，能跟他搭上线，绝对是稳赚不赔的买卖。为了彻底套牢这层关系，他转头就对珍妮特发出了邀请，说是下次想一起去西区看演出，听说皇家爱乐乐团最近有新曲目。珍妮特一听这话，整个人都要乐开花了，这可是多拉主动约他呀。镜头一转，来到了潘德尔顿府邸，女仆把刚收到的信件整整齐齐地摆在了桌上。劳拉这会儿正忙着呢，她随手翻了翻这些信，有给奶奶的，还有牧师寄来的回信，甚至还有一张来自路易斯男爵府的茶会邀请函。可就在她翻到最后一封信的时候，整个人突然僵住了。这封信居然是他舅舅杰拉德寄来的。杰拉德·潘德尔顿，没错，这封信确实是舅舅寄来的。奇怪的是，信封上写的不是祖母的名字，而是指名道姓要给劳拉。这么多年都没联系过，怎么偏偏这时候找上门了？劳拉直接拆开了信，里面一个字的客套话都没有，全是冷冰冰的公事公办。这说话的语气简直跟记忆里那个冷血的男人一模一样。信里提到的重点是半年前关于舅舅和他二儿子查尔斯的一段往事。这事儿说起来可就有点复杂了。他在美国遇到了一个叫托马斯·普莱斯的人，这2人一合计，直接把查尔斯的婚事给定了。对方可是纽约的大财阀继承人，这门亲事摆明了就是一场利益交换。信里还说托马斯这次要回伦敦参加庆典，而且人已经出发了，这动作快得让人有点措手不及。劳拉对这个名字可不陌生，这位普莱斯先生最近在圈子里风头正劲，他表面上是个普通的生意人，背地里却是华尔街的金融巨头，靠着过人的手段，早就成了伦敦社交圈的红人。虽然他出身英国，但很早就去了美国打拼，不仅娶了名门望族家里，还儿女成群，简直就是教科书般的成功人士。可这样一个大人物，为什么会跟舅舅扯上关系？这次他突然回伦敦，恐怕不只是参加庆典那么简单。在外面飘了30多年，这回老婆一走，托马斯总算是的回国了。明面上说是来参加妹妹的庆典，可谁信呢？伦敦社交圈那帮人早就传开了，有人猜他是想再找个新老婆，也有人说他是个痴情种，心里根本放不下亡妻，甚至还有人打赌说他准是要找个年轻漂亮的填房。现在全城都在议论这个托马斯。劳拉看着手里的信，最后那几行字才是重点。舅舅在信里交代托马斯会提前到伦敦，劳拉必须把接待工作做得滴水不漏，直到舅舅和查尔斯赶过来会合。等那位冷血舅舅真的露了面，他现在这点安稳生活怕是彻底保不住了。劳拉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现在的她早就不是那个7岁的小女孩了，那时候她只能躲在阴影里发抖，拼了命想躲开舅舅那暴脾气。可现在她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只要把接待工作做得漂亮，就算舅舅再怎么横，也没理由把火撒到她头上。可问题是她能扛得住？祖母的身体能行吗？医生的话还在耳边转悠，祖母现在的状况恐怕连今年都很难熬过去。这时候最忌讳的就是受刺激，必须得静养。要是让祖母知道那个冷血的舅舅又要回来了，这消息简直就是催命符。万一祖母听完当场倒下，那后果劳拉连想都不敢想。祖母听完倒是挺冷静，她确认了一下，既然那位普莱斯先生已经到伦敦了，而且还要来家里拜访，祖母直接吩咐下去，让佣人们把最好的客房收拾出来。这下劳拉彻底愣住了，劳拉心里直打鼓，千万别因为这次聚会让祖母的身体更糟糕了。祖母觉得既然是家里顶梁柱的朋友，那咱们就要拿出最高规格来接待。她甚至打算亲自写邀请函。祖母招手让劳拉坐近一点，看这架势老人家心里肯定另有打算。祖母这双眼睛毒得很，一眼就看穿了劳拉在想什么，问她是不是被吓着了。劳拉还想打个马虎眼，说自己只是有一点点吃惊，结果祖母干脆把窗户纸捅破了。谁不知道那个舅舅以前怎么对她的？祖母断定劳拉心里肯定恨透了，毕竟小时候受的那些委屈哪是那么容易忘掉的。劳拉虽然嘴上还留着情面，没用恨这个词，但也承认自己现在确实压力山大。老人家都这么说了，劳拉哪还能推辞？祖母这是在求他帮个忙，让他这几天受点委屈，为了这个家再忍一忍。既然祖母开了口，劳拉只能打起精神来。他立马就开始全程大扫除模式，吩咐佣人们赶紧把客房腾出来，连家具要不要换都考虑到了。这家里里外外一下子就忙活开了，家里现在忙得不可开交。劳拉一边指挥佣人摆花，一边还得盯着修屋顶的小事。其实劳拉这么拼命，全是为了成全祖母的心愿。老人家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自己的日子没剩下多少了，能不能撑过今年都难说。在临走之前，祖母唯一的念头就是想跟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和解，哪怕这个要求对劳拉来说很过分，祖母还是开口求他原谅。劳拉哪会怪他呢？当初自己无依无靠的时候，是祖母像亲妈一样把他拉扯大，没有祖母就没有现在的他。既然这是老人家最后的愿望，劳拉决定豁出去了，一定要把这场面撑起来，让祖母安安心心的。忙活了这一大通，劳拉总算能歇一会儿了。看着手里这张清单，明天的行程早就排满了。
又是订菜单，又是修屋顶，只要能把这门面撑起来，让他做什么都行。毕竟这可是祖母最后的心愿。看着墙上那张老照片，劳拉心里五味杂陈。当初祖母为了护着他，甚至不惜跟亲儿子撕破脸。这么多年，祖母确实把最好的都给了他。按理说，劳拉应该觉得很幸福才对。为了报答这份恩情，他必须表现得大度又体面。可真相呢？说出来怕是没人敢信。就在这间大屋子里，这么多年了，他竟然从来没真正开心过。谁能想到劳拉小时候竟然是跟着个流浪画家满世界乱跑的？那时候他还小，根本不懂什么叫离别，只记得父亲牵着他的手走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镇子。结果呢，那个男人还是选择了放手。毕竟对一个浪子来说，当爹的责任实在太重了。这一走，两人的缘分也就断了。日子一天天过去，现在的劳拉早就成了大家闺秀，读书社交，活成了最得体的样子。可就算生活再完美，他心里始终有个结，那些没能实现的，可能就像个抓不住的梦，总在不经意间勾起他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说到底，祖母才是劳拉的守护神，为了把他拉扯大，老人家甚至跟亲儿子断了联系。劳拉也争气，拼了命想活成祖母期待的样子，哪怕再累，也要在外人面前维持那份体面。可这种日子就像在薄冰上跳舞，不管他做得多完美，那些所谓的贵族还是在背后指指点点。如果祖母走了，劳拉在这个家的地位也跟着一起没了。那些亲戚正等着看笑话呢，看这个落魄的大小姐怎么被赶到大街上流浪。但这回他们想错了，劳拉不打算再演什么大小姐了。她拎起皮箱，准备去过属于自己的日子。谁能想到，在劳拉离开之前，还得先帮祖母完成最后的心愿。哪怕那个男人曾经让祖母伤透了心，劳拉还是决定让他们父子见最后一面。这算是他开启新生活前能为祖母做的最后一件事了。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晚宴这天。简一见到劳拉就热情地扑了上来。哎呀，我的潘德尔顿小姐，咱们可好久没见了。劳拉笑着回应，海德小姐，见到你我也很高兴。简拉着劳拉的手，神秘秘地说，今天我特意请你过来，是想给你介绍个新朋友。劳拉还没来得及细问，简就开始抱怨起最近在办公室工作的苦差事，说每天都有学不完的新东西，还得应付那些琐碎的小事。就在两人聊得起劲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两位女士，我想我还没这个荣幸能认识你们吧。我是托马斯·普莱斯，很高兴为两位效劳。劳拉礼貌地回应，欢迎来到潘德尔顿家，我是劳拉·潘德尔顿，这位是海德小姐。托马斯倒是挺会说话，一眼就瞧出了简裙子的特别。劳拉顺势解释，海德小姐最近刚找了份打字员的工作。托马斯感叹，现在大城市的女士们都开始追求自立了，难道你是想通过工作找个好归宿？简可不吃这一套，恰恰相反，我工作就是为了躲开婚姻这档子事。这话一出，托马斯不但没生气，反而哈哈大笑，夸她是个有见识的女人。简这下真愣住了，毕竟这年头支持女人不结婚的男人可不多见。托马斯压低声音，你可能已经发现那个秘密了。简追问到底是什么秘密，他却卖了个关子，这事儿以后你们迟早会明白的。托马斯哈哈大笑，说在婚姻里丈夫才是那个拖后腿的枷锁，要是能问问他去世的太太，估计对方正庆幸总算甩掉他这个大包袱了。简被逗得不行，直呼普莱斯先生太坏了。劳拉在一旁陪着笑，心里却松了口气，还好有简在场，不然这天真没法接。随着马车声响起，其他的客人也陆续到了。托马斯提议，咱们也该去客厅见见老朋友们了。谁也没想到这场晚宴办得出奇成功，托马斯简直是全场的焦点。他在美国待了30年，肚子里全是新鲜事儿，从纽约名流的八卦到各种稀奇古怪的见闻，听得大家一愣一愣的。虽然他嗓门大，聊的话题也偶尔让人脸红，但他总能靠幽默感把尴尬的气氛圆回来。劳拉坐在一旁弹着琴，看着这热闹的场面，心里却在想，多亏了托马斯到场，这场晚宴办的那是相当体面，宾客们个个都尽兴而归。托马斯临走前还一个劲儿的夸奖潘德尔顿小姐，这真是我吃过最难忘的一顿饭。他笑得合不拢嘴，直说劳拉又办了一场完美的聚会，甚至还感叹这晚宴的水简直把伦敦社交圈的门槛都拔高了。最后他还不忘客套一句，我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的邀请了。等把这尊大佛送走，劳拉整个人直接瘫在了沙发上，这应酬活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虽然之前还担心托马斯会搞出什么乱子，好在结果还算圆满，至少杰拉德舅舅那边应该挑不出什么毛病了。这位普莱斯先生确实是个讨人喜欢的绅士，就是每次跟他打交道，劳拉都觉得恼人而疼。这种没完没了的晚宴，换做谁都会累得够呛，但对现在的劳拉来说，忙一点更好。只有让自己不停地转起来，才能暂时忘掉心里那些乱成一团的烦心事。日子一天天过去，这已经是劳拉第5次招待托马斯了。这天宾客们走得早，劳拉刚把疲惫的祖母送回房，屋里一下子就冷清了。应托马斯的要求，劳拉坐在琴架前弹奏，可这气氛总觉得哪里不对，这托马斯做的是不是太近了点？他突然开口说，他这次来伦敦其实就是奔着劳拉来的。劳拉顺口问了一句，是我舅舅跟您提过我吗？托马斯哈哈大笑说，杰拉德舅舅夸他是最完美的英国玫瑰。这话一出，劳拉手上的动作直接停了。这就奇怪了，杰拉德舅舅从他10岁起就再也没见过他，一个10几年没见面的亲戚，怎么可能夸得这么天花乱坠？还没等劳拉想明白对方到底想干什么，一股压迫感就逼了过来。劳拉猛地抬头，普莱斯先生，刚才那声动静可不小。女仆安妮赶紧推门进来，生怕自家小姐出了什么事。结果这一开门，屋里的场面直接让他看傻了。托马斯竟然正跪在劳拉面前。劳拉
赶紧想把人打发走。安妮虽然退了出去，但肯定就在门口守着呢。托马斯倒是淡定，开口就是什么家乡情怀，还把劳拉的舅舅搬了出来，绕了这么大一圈，原来是想在劳拉身上找他亡妻的影子。托马斯继续在那儿演深情，说就在这屋子里，他发现劳拉简直就是他亡妻的翻版，不光是长得像，连那股子聪明劲儿都一模一样。这马屁拍得可真够响的，绕了这么大一圈，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他竟然当场求婚，要劳拉做他的妻子，还说要带劳拉远走高飞，去什么自由的地方重新开始。看劳拉没说话，他赶紧又补了几句，说自己绝对不是那种贪图年轻姑娘美色的老色鬼，他只是想找个温柔善良的人陪着自己。他死死抓着劳拉的手，非要等一个答案。劳拉直接把手抽了回来，对不起，普莱斯先生，虽然你很大方，但我真的不能接受。劳拉把手抽了回来，我对你根本没那种感觉，以后也不会有，希望普莱斯先生也能大度点，原谅我的拒绝。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留下托马斯一个人跪在地上。打那以后，托马斯就再也没进过劳拉家的门。可谁能想到，这老头儿脸皮比城墙还厚，既然进不去门，他就天天往家里送花，多到连女仆安妮都看傻了。这还不算完，他竟然开始打听劳拉的行程，只要劳拉出现在舞会上，一转头准能看见他在后头跟着。劳拉也是真硬气，送来的花全部退回去，拒绝信写了一封又一封，可托马斯就是不收手，最后逼得劳拉连门都不敢出了，所有的社交活动全给推了，就为了躲着这个跟屁虫。这事儿很快就在圈子里传开了，大家都觉得托马斯这是动了真格，可风向却有点不对劲。那些喝茶聊天的贵妇们竟然都在说劳拉不识好歹，觉得这门亲事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外面那些闲言碎语传得越来越难听，这帮人聚在一起嘴里就没句好话。有人阴阳怪气的说劳拉明年可就30了，这恐怕是他最后的机会，能摆脱老姑娘的身份。还有人觉得普莱斯先生这种有钱人能看上他，简直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气。这帮人越说越过分，觉得劳拉就该把那点自尊全给藏起来，赶紧点头嫁了得了。在他们眼里，托马斯就是个救世主，要把劳拉从穷困潦倒里给拽出来。可这些话听者是关心，背地里全是算计。劳拉的名字竟然成了大家心里的阴影。那些当妈的甚至拿劳拉来吓唬女儿，说要是再不找个好人家，以后就要落得跟劳拉一个下场。就这样，劳拉在那些年轻姑娘眼里变成了一个倒霉的符号，谁见了都想躲得远远的。听听这些话，真是让人火大。这帮人只顾着自己嚼舌根，哪管别人的死活。在费尔法克斯庄园里，多拉正发火呢。他说这种荒唐的婚约简直就是对劳拉的侮辱，毕竟劳拉也是伯爵的后代，怎么能沦落到这种地步？可多拉的母亲却觉得他这是太天真了，连他最亲近的朋友都说劳拉现在就是个烫手山芋，谁沾上谁倒霉。多拉越说越气，那个普莱斯先生明明都被拒绝了，竟然还死缠烂打。威廉也点头了，他说托马斯这人其实是劳拉舅舅的朋友，这关系可真够乱的。最离谱的是什么？这老头比劳拉大了整整24岁，都能当他爹了。多拉觉得劳拉的舅舅简直是一点情分都不讲，明明家里拿得出5000英镑，只要肯给劳拉当嫁妆，他哪至于被这种老头缠上？可这当舅舅的硬是一个子儿都不肯出，这不明摆着要把亲侄女往火坑里推吗？威廉放下茶杯，叹了口气说，没嫁妆确实让劳拉在婚恋市场上很吃亏，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真正让人心寒的是，外面那些嚼舌根的人根本就不了解劳拉，他们只凭着那点偏见就随便给一个姑娘下定论，这才是最可悲的地方。多拉听完激动的直接站了起来，他说这正是他想表达的，劳拉可是伯爵的后代，本该过着体面富足的生活，怎么现在反而成了大家同情和嘲笑的对象？出身这种事谁也没法自己选啊，难道就因为家里落魄了就要遭这份罪吗？多拉越说越激动，眼看就要收不住了。威廉赶紧打断他，提醒他别说得太深了，毕竟这是劳拉的私事，咱们在背后议论这么多，确实有点不太礼貌。多拉这才反应过来，脸刷的一下就红了，赶紧解释说自己绝对没有坏心眼。威廉笑了笑，示意他不用紧张，他只是觉得咱们得跟那些长舌妇划清界限。虽然劳拉现在的日子确实过得挺难，但有些话咱们还是得点到为止。威廉接着说，劳拉这姑娘可没咱们想的那么脆弱，她自己就能挺过这些难关，那些廉价的同情还有社交圈里的流言蜚语对她来说根本就是多余的负担。多拉听了这话，心里也开始打鼓，确实该管好自己的嘴了，免得落个长舌妇的名声。万一威廉再给道尔顿先生的信里说自己几句坏话，那可就真麻烦了。也不知这位道尔顿先生什么时候能回伦敦。此时在另一头的庄园里，威廉正坐在书桌前发愁，他在给道尔顿写信汇报劳拉的近况，可有些事儿实在是不好在信里明说，毕竟这涉及人家的私事，写得太详细总觉得有点不体面。最后他决定只提重点，就说有个伯爵的朋友已经到了伦敦，正准备去见劳拉，其他的就让伊安自己猜吧。信刚写完，管家梅森就推门进来了，手里还拿着刚送到的另一封信。威廉拆开一看，居然是那位爱操心的嫂子，这回又出什么幺蛾子了？威廉刚看完信，整个人都傻了，他急急忙忙喊住梅森，要把刚才那封信拿回来重写。梅森还没反应过来呢，威廉已经一把抢过信纸。原来他嫂子在信里把他臭骂了一顿，说他竟然敢瞒着家里关于伊恩在伦敦有心上人的事。这位嫂子也是个狠角色，直接在信里质问那个让伊恩魂牵梦绕的潘德尔顿小姐到底是谁。他甚至还给威廉封了个伦敦相亲协会会长的头衔，要求他必须把细节查清楚，一个字都不能漏。
威廉这下肠子都悔青了，他怎么就没早点发现呢？伊恩平时最讨厌社交场，结果却天天往潘德尔顿家跑，这哪是去做客啊？这分明是把自己当成人家里的家具了。威廉赶紧提笔刷刷几下重新写好，催着梅森赶紧送出去，1秒钟都不能耽误。与此同时，在约克郡的怀特菲尔德大宅，这封信总算送到了道尔顿手里。几天时间一过，费尔法克斯庄园门口就停下了一辆马车，管家见到他整个人都懵了。这位爷平时最讲究，今天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伊安开门见山，你们家主人在吗？管家哪敢怠慢，赶紧说人在书房。伊安一边往里走一边随口吩咐，把我的行李搬到客房去。这意思很明显，他不光要见人，还要在这儿常住了。管家在后头直纳闷，这可不像他的作风，到底出什么大事了？伊安开门见山地问，听说有个不怀好意的家伙，到底是哪个混蛋？威廉吓了一跳，连个招呼都不打就闯进来，你这么急着过来，家里那一大摊子事不管了？伊安没好气地回了一句，还不是因为你，我把家业丢给管家就跑过来了，你必须给我个交代。接着他话锋一转，那个美国来的粗人到底叫什么名字？威廉彻底懵了，这家伙是刚看完电报就直接杀过来了吗？他试探着问了一句，你打听人家名字干什么？结果伊安直接把家伙掏出来了，我要亲手把他送回老家去，这地方他1秒钟都别想待。威廉连退好几步，你这是要找人决斗？伊安你真是疯得没边了。威廉赶紧劝他，这种野蛮的决斗那是爷爷辈才干的事。可伊安根本不听，直接把家伙往桌上一拍，法律可没说明文禁止决斗，只要找好证人和助手，这就是合法的较量。他非要给那个粗人一点颜色看看。威廉听得头都大了，你这哪是决斗，你这就是在欺负人。伊安态度很强硬，要么接受挑战，要么立刻滚出这个国家。威廉赶紧让他消消火，咱们先说正经的，你是不是真的看上劳拉了？伊安也没打算瞒着，要不是为了他，我至于大老远跑这一趟吗？从见第一面开始，他的心里就再也装不下别人了。伊安越说越起劲，要不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他早就把劳拉娶回家了，哪还会在这儿浪费时间？威廉听得直摇头，这八字还没撇呢，你连婚后生活都规划好了？他忍不住泼了盆冷水，劳拉知道你这心思吗？伊安倒是挺自信，那肯定知道啊。威廉紧接着又补了一刀，那他也亲口说喜欢你了吗？这下伊安彻底没话了，搞了半天全是他在那儿自作多情呢。威廉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刚被拒绝的追求者，居然要为了所谓的爱去枪杀女方的客人，你这哪是决斗，简直就是一场拙劣的悲剧表演。要是真闹出人命，劳拉的处境只会更糟糕。伊安根本听不进去，难道要我眼睁睁看着劳拉被那个老色鬼骚扰吗？在他看来，如果劳拉还有父兄在世，肯定也会为了他的名誉毫不犹豫地拔枪相向。他越说越气，手里的雪茄都被捏断了，要不是家里没人撑腰，劳拉哪用受这种委屈？威廉叹了口气，虽然我也觉得那老头过分，但问题是你现在到底是以什么身份在这儿替人家出头呢？威廉接着劝，你现在要是为了维护他的名誉去对付他请来的客人，那劳拉肯定会跟你绝交。伊安听完没吭声，显然是被戳中了软肋。威廉拍了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提醒，你要是真想赢回劳拉的心，就要先冷静下来。至于那个老色鬼，咱们可以想别的办法对付，没必要非要动刀动枪。他指了指桌上的家伙，算我求你了，赶紧把这吓人的玩意儿收起来。伊安盯着桌子看了半天，最后还是把枪收了回去，这让威廉稍微松了口气。他认识伊安这么久，还是头一回见他为了一个女人失控成这样，在他眼里，这两人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一个脾气臭，一个性子软。要是真能成，劳拉肯定能把他这坏脾气给治好。可问题是，劳拉之前明明已经拒绝过他了，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岔子？威廉越想越纳闷，明明上次见他们的时候，两人还挺合得来的，结果呢，这还没过多久，怎么就闹到这一步了？威廉还是想不通，他盯着伊安问，你当初到底是怎么跟人家表白的？伊安支支吾吾半天，说那根本不算正式求婚，只是觉得大家心意相通，随便提了一嘴。威廉听得直皱眉，非要他把细节说清楚，结果这一听差点没把他给气乐了。原来劳拉只是客气一下，祝他早日找到真爱，结果伊安倒好，直接在那儿大谈特谈，说劳拉只能当他幻想中妻子的替身。这下威廉终于明白了，怪不得劳拉最近一听他的名字就跟见了鬼似的，连话都不想多说一句。威廉叹了口气，劝他还是先想办法修复关系吧，拿点诚意出来，别整天想着打打杀杀。伊安虽然觉得有道理，但心里那股火还是压不下去，就算不用枪，他也得想办法把那个老色鬼赶走，绝不能让劳拉再受骚扰。威廉见他还没转过弯来，语气也变得严肃了，他说，伊安你最好听我一句劝，我认识劳拉6年了，你知道这些年到底有多少人盯着他这块肥肉吗？威廉接着说，像托马斯·普莱斯这种官夫盯着劳拉想续弦，其实大家都看在眼里，可劳拉这么多年一直洁身自好，靠着聪明才智躲过了多少明枪暗箭。威廉劝他，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当个路人，离得远远的，你要是这时候横插一脚，非但帮不了忙，反而会让你们的关系彻底降到冰点。现在你们之间好歹还剩那么点情分，可一旦你对托马斯·普莱斯动手，这最后一点火苗也就彻底熄灭了，别说结婚了，以后连朋友都没得做。威廉还在苦口婆心的劝，说能控制住自己情绪的人比国王还要伟大。伊安盯着炉火没说话，可看看桌上这一堆废纸，就知道他心里有多憋屈。他恨不得现在就冲过去把那个老色鬼给揪出来，狠狠揍一顿，再扔出英国。但他心里也清楚，威廉说的没错，要是真动了手，劳拉肯定会彻底跟他断绝往来。
他现在满脑子想的，其实只是想再见劳拉一面，看看他的笑脸。既然已经回到了伦敦，总得找个体面底法子，让他知道自己回来了。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推门进来的是珍妮特。看他这副样子，显然是有什么急事要找伊安。珍妮特赶紧介绍说，兰斯小姐刚好在这儿，一听说你回伦敦了，那是跳着脚要见你。结果伊安一脸茫然地问，兰斯小姐，我以前见过吗？这名自听者确实耳熟，他努力在记忆里翻找，总算想起来了，原来是那位小姐的朋友，以前确实打过一次交道。不过他还是想不通，多拉为什么要见他。在他印象里，那个女人笑起来夸张，实在没什么好感。伊安摆了摆手，我现在没心情见客，让他赶紧走人。珍妮特这下可难办了，毕竟他都已经答应人家了，现在反悔，这不是让他难做吗？伊安刚想发火，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突然改了主意，打算再考虑一下，毕竟只要对那位小姐的朋友好点，那位小姐就会很高兴。为了这个，他决定还是见一面。多拉一见到伊安，那叫一个热情，直呼真是太巧了，还抱怨他当初走得太突然，让伦敦的朋友们都吓了一跳。伊安客气地应付着，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威廉在旁边看热闹，还凑过去小声打趣，说没想到他竟然会被美女请动。伊安让他闭嘴，他心里清楚得很，要不是为了给劳拉面子，他才懒得坐在这儿听废话。多拉这嘴就没停过，先是吊唁去世的牧师，接着又打听起白田镇的情况，连天气和生意都要问个遍。伊安虽然在应付，但耳朵都要听出茧子了。这女人话多得让人头疼，简直比整个伦敦的人加起来还能说。看着多拉那副兴奋劲，谁也搞不清她是真热情还是另有目的。伊安现在真是如坐针毡，为了维持体面，他脸上的假笑都要挂不住了，心里只想着赶紧找个借口溜到吸烟室去躲清静。多拉可没打算放过他，一边优雅地喝着茶，一边兴致勃勃地念叨，说他回来的正是时候，正好能赶上舞会季的最顶峰。珍妮特也在旁边搭腔，提到了牛津和剑桥的赛艇对抗赛，可还没等伊安开口，威廉就先拆了台，说他这个哥们儿对运动根本没兴趣。多拉听了这话挺意外，在他眼里，绅士们不都该喜欢这些吗？于是他顺杆爬，非要打听伊安平时都干点啥。伊安随口应付了几句，说自己也就看个书、骑个马，都是些无聊的消遣，压根没什么值得显摆的。结果珍妮特这小姑娘坐不住了，直接凑到多拉身边，大声替伊安证明，说他不仅谦虚，画画的本事更是能让职业画家汗颜。多拉这下更来劲了，两眼放光地盯着伊安。珍妮特还在旁边不停地夸，说自己偷偷看过他的素描本，那水平简直绝了。伊安赶紧出声制止，让珍妮特别再说了。可多拉已经彻底被勾起了好奇心，非要亲眼见识一下他的大作。威廉也在一旁起哄，伊安刚想开口拒绝，可看着这几个人期待的架势，他知道今天这关怕是没那么好过了。多拉和珍妮特这下是真看傻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伊安的画工竟然这么绝。多拉忍不住惊呼，道尔顿先生，这些素描简直太棒了。连威廉都凑过来，说自己也是头一回看这么仔细，这画里的线条确实透着一股子细腻劲儿。多拉一边看一边还不忘夸奖珍妮特，说这小姑娘眼光真毒。伊安坐在对面，语气还是淡淡的，兰斯小姐你真是过奖了。多拉这会儿心思明显不在画上了，他手指轻轻抠着本子，犹豫了半天，总算憋出了一句心里话，虽然这要求有点冒昧，但能不能请你也帮我画一张肖像？伊安端着茶杯，头都没抬一下，他心里清楚这种事儿可不能随便答应。他慢条斯理地解释，倒不是我不想画，只是我这种半吊子水平，单独给一位女士当模特，传出去对你名声不好。多拉赶紧接话，这屋里又不是只有咱俩，朋友之间切磋画艺能有什么不合适的？珍妮特也在旁边跟着点头。可伊安的态度那是相当坚决，他放下茶杯，语气严肃了不少。给已婚女士或者小孩画像那倒没什么，但你才刚成年，我必须得顾及你的名誉。多拉听完这话，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显然没料到这个看着冷冰冰的男人竟然会这么体贴，他心里那点小算盘这下全乱了，只能在那儿感叹，道尔顿先生，你可真是个正人君子啊。多拉脑子转得飞快，既然一个人画不合适，那就拉上珍妮特一起。他兴冲冲地提议，只要有珍妮特在场，这名声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伊安还想再推辞两句，结果旁边的威廉直接凑过来，开始煽风点火，小声劝他别这么死脑筋，既然有年轻姑娘作陪，画一张又不会少块肉。伊安叹了口气，这下真是被架到火上烤了。为了能顺利接近劳拉，这点小麻烦他也只能硬着头皮认了。他无奈地松了口，行吧，那就按你们说的办。多拉和珍妮特高兴得差点跳起来。伊安一边准备话剧，一边提前打好预防针，说自己时间有限，今天只能画这么一张。珍妮特这孩子也是实诚，直接说这画画好之后就送给多拉留念。多拉听了那叫一个美，甚至已经开始盘算要把这画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他还一脸得意的显摆，要让所有客人都瞧瞧伊安的手艺到底有多出神入化。伊安这下是动真格的了，他手里攥着铅笔，语气严肃的不行。两位小姐，在我喊停之前，你们可一寸都别乱动。时间一点点过去，屋里静的只能听到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等画稿一出来，多拉整个人都看呆了。他这辈子见过不少好东西，但这么传神的肖像画还真是头一回见。在他眼里，有钱的绅士满大街都是，可像伊安这样骨子里透着艺术家气息的男人，那才是真的稀罕货。尤其是刚才画画的时候，那种被他盯着看的感觉，就像是整个人都被他看穿了。多拉这会儿整个人都飘起来了，抱着那张画，简直像掉进了言情小说里。一回到家，
他就找了全城最贵的相框，把这画给裱了起来，还专门挂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虽然只是张素描，但在他眼里，只要看着这画，就跟伊安天天陪着他一样。转眼到了第二天早上，梅菲尔区的街道上太阳才刚升起来，安妮这会儿正忙着呢，一边推开窗户，一边跟同伴商量着干活。结果话还没说完，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急事，动作一下子停住了。他把手里的活儿往同伴怀里一塞，扭头就往外跑，说自己有个急事得赶紧出去一趟。同伴抱着一大筐衣服，整个人都傻了，在后头扯着嗓子喊：“你这又是闹哪样啊？”可安妮头也不回，一溜烟就没影了。安妮笑着打趣：“道尔顿先生，这一大早就在外面转悠，是想见哪位心上人啊？看你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简直就像个失恋的罗密欧。”与此同时，劳拉在屋里正找人呢。安妮，安妮，你在哪？他一边下楼一边犯嘀咕，真是奇了怪了，刚才人明明还在这儿，怎么一转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伊安刚回来，就急着打听劳拉的情况。女仆说劳拉身体倒还好，就是被个美国来的家伙缠上了，心里烦得很。伊安一听，立马就要那个人的住址。女仆直接把话堵死了，说绝对不能告诉他，看他这副架势，只要拿到地址，肯定会带上枪冲过去，把那人打成筛子。虽然他也看那人不顺眼，但总不能让伊安去抵命。伊安还不服气，问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女仆这下说到了点子上，劳拉以后还得嫁人呢，谁家好姑娘会选个杀人犯？伊安笑了，看来劳拉身边还真有个忠心耿耿的帮手。他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字，女仆大大方方回了一句：“安妮·斯蒂尔。”既然名字都报了，伊安干脆开门见山，问他是不是打算帮自己追求劳拉。安妮也没绕弯子，就等他这句话呢。这下两人算达成共识了。伊安心里还是没底，他想知道劳拉以后到底能不能看上他。安妮倒是挺乐观，只要他别冲动去杀人，这事儿就还有戏。伊安还不死心，又问那决斗行不行？安妮直接泼了盆冷水，要是真动了手，劳拉这辈子都不会再理他了。真到了那一步，就算赢了决斗又能怎么样？劳拉的下半辈子怕是都要被毁了。别忘了那个普莱斯先生正代表潘德尔顿勋爵到处给劳拉张罗婚事呢。要是这事儿真成了，劳拉要么被那个勋爵折磨死，要么就是被赶到荒岛上孤苦伶仃过一辈子。伊安咬着牙保证，绝对不会让这种事发生。只要劳拉愿意嫁给他，就能彻底摆脱那个舅舅，这桩麻烦事也就到头了。安妮听完冷笑一声，难道你觉得小姐就是那种贪图富贵的人？伊安赶紧解释，他只是担心劳拉万一哪天被家里人抛弃了，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安妮一脸诧异，难道你还没听说吗？劳拉早就做好了打算，她一直在准备考教师资格，以后要去当家庭女教师。这话一出，伊安整个人都傻了，脚底下差点没站稳。安妮看他这副样子，无奈的叹了口气，看来你是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也难怪，劳拉这姑娘心思重，这种私密的事她确实很少跟外人提。伊安简直不敢相信，劳拉竟然要去当家庭女教师，这在他眼里简直是胡闹。毕竟在那个年代，哪家正经豪门会请一个落魄贵族小姐当老师？大家背地里都觉得这种出身的人既没受过专业训练，脾气还一个比一个大。可安妮却不这么看，她说劳拉可不是一般的姑娘，人家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甚至能熟练掌握5种语言，这种才华放眼整个社交界也是数一数二的。只要她愿意，大把的好人家抢着要她。伊安听得心里直打鼓，虽然他也承认，以劳拉的聪明才智和那股韧劲，确实能靠自己活得体面，甚至赢得所有人的尊重。可问题就在这儿，一旦劳拉真的独立了，拿到了他想要的自由，那就像是飞出笼子的鸟，再也抓不住了。到时候劳拉会飞向更广阔的天地，而他伊安就只能守着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在孤独里慢慢发霉。不行，绝对不能让这种事发生，他必须得赶在一切失控之前，想个万全之策，把人留住。临走前，伊安特意叮嘱，今天见面的事千万不能让劳拉知道。安妮满口答应，顺嘴还问了一句：“那您接下来到底有什么打算？”伊安没给准话，转身就消失在巷子里。安妮刚回到屋，正好撞见下楼的劳拉。劳拉正纳闷呢，问他这一大早是跑哪儿去忙活了。安妮反应也快，张口就编了个理由，说自己去杂货店看烛台了。结果劳拉笑了笑，说那东西家里早就买好了。劳拉也没起疑心，拉着他去挑桌布，顺便抱怨家里修楼梯的木匠偏偏在这时候生病了。看着劳拉的背影，安妮总算松了口气，还好没被当场撞破，不然这事儿真解释不清楚。不过想起刚才那个男人，安妮心里直犯嘀咕。本以为伊安就是个普通的贵族公子哥，现在看来这人还真有点让人捉摸不透。安妮回想起伊安刚才的样子，简直像变了个人，那眼神里全是执念，仿佛这世界上除了劳拉就没别的东西了。她忍不住偷笑，也许劳拉身边正缺这么一个有主见又强势的男人。看那架势，伊安这回是绝对不会轻易放手的。安妮甚至开始幻想，总有一天他会带着劳拉离开这里，去北方的怀克菲尔德。到时候劳拉会关上他的姓氏，成为约克郡最优雅高贵的道尔顿夫人。与此同时，在兰斯家的客厅里，一张手绘素描画正挂在最显眼的位置。随着伊安回来的消息在伦敦社交界传开，这张画也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一个绅士竟然亲手给一位小姐画像，这背后的八卦可够这帮贵妇聊上好几天了。不过好在画里还有另一位小姐在场，这才勉强压住了那些难听的流言蜚语。但这并不妨碍大家在私底下各种瞎琢磨。就在兰斯家的茶话会快结束时，多拉突然提起了伊安之前的那些话，旁边的人赶紧凑过来，说自己也注意到了伊安当时盯着多拉的眼神，那叫一个专注。
这帮名媛聚在一起，话题永远绕不开男人，大家正七嘴八舌的帮多拉分析伊安那天说的话。有人起哄说：“你仔细想想他当时的语气，那眼神，那动作，简直就是在说我的心全属于你。这哪是普通的客套话，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告白啊！”大家越说越起劲，觉得伊安对别人都冷冰冰的，唯独对多拉娜叫一个温柔体贴，甚至有人大胆预言，照这个势头法斩下去，下次见面没准儿就是求婚现场了。多拉嘴上说着：“哎呀，你们别瞎说了。”可心里早就乐开了花。他自己也琢磨，伊安大老远从北方赶回伦敦，肯定是有什么急事，除了为了终身大事，还能是为了什么？总不能是专程回来找他喝茶聊天的吧？想到这儿，多拉已经开始幻想自己穿上婚纱的样子了。旁边的姐妹们连伴娘的位置都抢上了，一个个比当事人还激动。多拉虽然还在矜持，说人家还没正式表态呢，姐妹们已经开始起哄了，说多拉以后结婚一定要在怀特菲尔德庄园办，不然大家这辈子恐怕都没机会去见识见识那座传说中的豪宅了。说起来也挺邪门，那地方名气大得惊人，外面却连张画像都找不着。多拉也觉得纳闷，这道尔顿家族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旁边的人赶紧科普，说这是人家的家族传统，主打一个低调神秘，除了受邀的贵客，外人根本别想靠近半步。就在大家感叹这地方太神秘的时候，有人突然爆了个猛料，说自己听说有人在画里见过怀特菲尔德庄园。多拉这下可坐不住了，赶紧追问到底在哪儿能看到。结果那人压低声音说，这画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伦敦潘德尔顿家的客厅里。此时此刻，劳拉正独自站在画前，盯着墙上那幅画出神。就在前不久，潘德尔顿家办了一场会，有个朋友在那儿发现了一幅从没见过的风景画。这画里的地方可不简单，竟然是怀特菲尔德庄园。同伴这下坐不住了，这庄园可是伊安的心头肉，平时藏得死死的，怎么会出现在潘德尔顿家？旁边的人还在那儿瞎猜，说伊安以前常去串门，没准儿是送人的礼物。同伴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就算关系再好，也不至于把最宝贝的东西送出去吧。他转头就开始打听，想知道那幅画里到底画了什么。结果对方根本说不出个所以然，只知道有这么张画。多拉这下彻底杠上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伊安和潘德尔顿家关系竟然好到了这种地步。既然别人能看，那他也必须得亲眼瞧瞧这庄园里到底藏了什么秘密。哎呀，一幅画算什么？多拉以后可是那儿的女主人，想看多久就看多久。旁边的人都在跟着起哄，还提到了伊安给他画的肖像，说那是这辈子见过最珍贵的礼物。多拉听得整个人都飘了，真以为自己已经是庄园的主母，连最基本的判断力都没了。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约定的日子。潘德尔顿勋爵一行人终于到了城里的宅邸，劳拉早早就在门口等着了。随着马车稳稳停下，一个男人走了出来，劳拉一眼就认出了他，这位应该就是他那个从未谋面的堂哥查尔斯·潘德尔顿。查尔斯这一露面，劳拉整个人都愣住了，这长相简直和杰拉德舅舅年轻时一模一样。紧接着车里又走出来一位女士，乔安妮一落地就闲不住，对着这宅子一顿夸，说这装修简直绝了。劳拉心里清楚，这位就是传闻中那位美国大亨的继承人。看着自信大方的镜头，确实和一般的英国姑娘不一样。不过真正的大人物还在后头。随着最后一个人走下马车，劳拉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没错，就是他的亲舅舅杰拉德，这可是个狠角色。劳拉不停地提醒自己，千万要稳住，绝对不能让他看出半点破绽。现在的劳拉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只能躲在角落发抖的小姑娘了，而眼前的杰拉德也不再是那个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土皇帝。劳拉笑着说：“欢迎各位来到潘德尔顿宅邸。我是代表伯爵夫人来迎接大家的。”查尔斯和杰拉德谁也没吭声，就在那儿死死盯着他。就在气氛快要凝固的时候，乔安妮竟然直接跳了出来。乔安妮，詹森，很高兴认识你，亲爱的。这不按套路出牌的架势，确实让劳拉愣了一下。这位美国继承人果然不简单。劳拉赶紧回礼，同样很高兴认识你，詹森小姐。劳拉这招以退为进，直接把身份亮到了明面上。乔安妮倒也爽快，开口就给劳拉戴了顶高帽子，说这宅子是全伦敦最顶级的。劳拉可没被这几句好话冲昏头，她笑着把球踢了回去，说这好不好的全看个人的眼光和品味。没想到乔安妮就吃这一套，她最欣赏这种有主见的女人，拉着劳拉就要进去喝茶看画，完全没把旁边的男人当回事。这下查尔斯坐不住了，他原本计划只是短暂停留，还得赶着去见那位普莱斯先生，结果乔安妮根本不听他的，一句话就把他给怼了回去。看来在这个临时组建的队伍里，谁才是真正说了算的人，已经一目了然了。查尔斯想拿捏劳拉帕是没那么容易。乔安妮这嘴是真的毒，直接笑话查尔斯，说他在这儿当跑腿的，根本讨不到长辈的好处。查尔斯这下真急眼了，非要摆出护花使者的架子，甚至搬出英国的规矩来压人，说未婚妻就要听男人的。结果乔安妮根本不吃这一套，转头就问劳拉，英国真有这种破规矩吗？劳拉也是个明白人，笑着回了一句，那倒未必。眼看查尔斯下不来台，杰拉德赶紧出来打圆场，三言两语就把乔安妮给劝走了。劳拉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乔安妮这么不给面子，这两个男人居然只是慌张没敢发火，这三人的关系绝对没表面上那么简单。乔安妮这性格是真火辣，走之前还不忘给劳拉飞个吻，约好了晚上要带教父来吃大餐。可还没等劳拉松口气，旁边那个男人突然开了口，他管劳拉叫丫头，问他客房准备好了没有。
这一记眼神杀过来，气氛唰的一下就变了。劳拉停了一下，显然是感受到了对方的敌意。不过劳拉反应也快，马上换上一副笑脸，说房间早就准备好了，就在2楼对着。结果这男人连个正眼都没给，直接大步流星往里闯。查尔斯跟在后头，还故意冷哼了一声。劳拉在心里安慰自己，别把这些事放在心上，现在可不是计较旧账的时候。当务之急是得把今晚的晚宴办得滴水不漏，毕竟这可是潘德尔顿家最高规格的待客之道，而且还得留出时间让祖母和杰拉德舅舅在晚宴前先见上一面。劳拉转头问管家里昂，送潘德尔顿先生父子去客房，没出什么岔子吧？管家支支吾吾的回答，劳拉小姐，那2位绅士直接上楼去找阿比盖尔夫人了。劳拉这下彻底愣住了，怎么会这么快？劳拉刚听说那2位先生已经直接上楼去找老夫人了，这步子根本停不下来，毕竟那2位吵了几10年，这要是撞在一起，除了吵架还能有什么好结果？万一祖母情绪太激动，身体再出点什么意外，那麻烦可就大了。劳拉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必须得拦住他们，绝对不能让局面失控。他站在门口试探着问了一句，接着一把推开了门。谁能想到门后的这一幕，让他整个人都愣住了。劳拉本来以为推开门会看到火星撞地球，结果屋里竟然这么安静。杰拉德跪在床边，哭的嗓子都哑了，一直在求老夫人原谅他，说自己这个儿子当得太失败。老夫人不但没生气，反而还轻声安慰他，说一切都过去了。查尔斯也凑了过去，问祖母还记不记得查尔斯这个名字还是他给起的。没想到老夫人记性这么好，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大孙子，还夸他长成了个精神的小伙子。劳拉站在门口都看呆了，这哪是他担心的吵架现场啊，这简直是大型和解现场。眼前这一幕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看着眼前这温馨的一幕，劳拉觉得自己像个外人，这画面简直比戏台上的表演还要夸张几分。老夫人笑着招了招手，劳拉别在那儿傻站着了，接着又转头对杰拉德说，快跟你侄女打个招呼，这些年多亏了他照顾我。杰拉德赶紧点头答应，那些陈年旧怨好像一下子全没了。他走上前拍了拍劳拉，嘴里还不停的夸奖，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劳拉也只能陪着笑脸，说这都是自己该做的，不管这场戏演得有多假，只要老夫人高兴，劳拉也懒得去计较了。只要祖母身体能好转，劳拉觉得自己受点委屈也值了。这场久别重逢的晚宴，表面上办的那是相当体面，潘德尔顿一家人推杯换盏，气氛热烈的不行。杰拉德围在老夫人身边，又是敬酒又是说笑，这对母子总算是把几10年的隔阂给填平了。晚宴的话题一直围着这对准新人转。查尔斯开始显摆，说自己从美国名校毕业后就在律所里大展宏图。接着他话锋一转，又开始大谈特谈自己是如何走上神职之路的，那副虔诚的样子真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他说这一切都是主的指引，只要有信念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番话听得长辈们连连点头，可劳拉坐在一旁心里却一直在打鼓。他怎么也忘不掉白天查尔斯那副粗鲁无礼的嘴脸，现在这个温文尔雅的男人和白天那个混蛋真的是同一个人吗？查尔斯吹着口哨就这么走了，连个招呼都没打。劳拉虽然心里憋起火，但为了维持女主人的体面，还是忍住没发作，毕竟家里还有客人在。晚宴总算散场了，劳拉正忙着跟女仆交代明早的杂事，谁能想到身后突然传来了脚步声，吓得劳拉猛地一回头，居然是托马斯，他还没走。劳拉一脸诧异，普莱斯先生，我还以为你已经离开了。托马斯一脸淡定，说自己不小心把手套落在屋里了。劳拉低头一看，那副白手套就明晃晃的躺在桌上，这哪是丢了呀，分明是故意留下的，难怪刚才走得那么干脆，原来这老狐狸还留了这么一手。劳拉把手套递了过去，普莱斯先生，您的东西在这儿。托马斯接过手套道了声谢，紧接着话锋一转，说想请劳拉帮个小忙。劳拉可没那么好糊弄，直接问他到底是什么事。托马斯笑了笑，说别紧张，是为了他的教女乔安妮。这位乔安妮小姐在纽约社交界可是风云人物，现在她打算来伦敦大展拳脚了。可伦敦的规矩多，托马斯想让劳拉当乔安妮的引路人，教教她英国贵族的礼仪。既然乔安妮都要嫁给查尔斯了，劳拉觉得这忙自己确实得帮。托马斯听完笑的那叫一个灿烂，直夸劳拉心肠好。可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停下了脚步，说还有最后一件事。劳拉这下是真的火了，直接让托马斯闭嘴别再说了。托马斯还不死心，在那儿装深情求劳拉发慈悲。劳拉根本不吃这一套，让他赶紧打住。门外的女仆都看傻了，这普莱斯先生平时看着挺体面，怎么私下里这么厚脸皮？劳拉当场把话挑明，不管他求多少次，自己的答案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戏。托马斯听完竟然还叹了口气，说女人的心思真难猜，像是在玩什么解谜游戏。他还厚着脸皮问劳拉能不能给他个提示，告诉他到底哪里做得不好。劳拉简直要气笑了，自己表现的还不够明显吗？这男人居然把自己演成了一个被拒绝的痴情种。劳拉刚想再把话说明白点，托马斯倒先开口了，说自己打扰太久，该告辞了。临走前他还不忘留下最后通牒，说自己会一直等着，只要劳拉点个头，他随时愿意当他的男人。托马斯总算走了，劳拉站在空荡荡的屋里，半天没回过神来。刚才那番纠缠真是让他心力交瘁。劳拉扶着额头往楼上走，这一整天又是晚宴，又是应付这些难缠的男人，头疼的快要炸开了。现在他只想赶紧回房好好睡上一觉。可就在他刚踏上台阶的时候，黑暗中突然传出一个声音，夸他今晚表现得真不错，是个称职的女主人。他猛地一抬头，发现楼梯拐角处竟然站着一个高大的身影，
正居高临下的盯着他。杰拉德冷着脸，语气里听不出一点温度，开口就叫他的全名。杰拉德直接走下楼，阴阳怪气的开了口：“听说这10几年来，你一直替我母亲管着这宅子。”劳拉赶紧低头回话：“舅舅，我只是尽力而为。”结果对方话锋一转：“既然这么能干，怎么在结婚这事上就没动静呢？”劳拉只能找借口：“可能是我运气不太好。”杰拉德冷笑一声：“我看不是运气不好，是那些追求者都入不了你的眼吧？”劳拉赶紧解释：“舅舅，您误会了，我绝没有那种想法。”杰拉德根本不听，他一边往下走一边警告：“别以为管了几年家就能从我母亲那分到什么，这房子现在是我的，你最好赶紧找个出路，别想在这赖一辈子。”劳拉站在楼梯上，心里拔凉拔凉的。本以为过了这么多年，舅舅的态度能软化一点，结果全是自己想多了。在他眼里，自己就是个蹭吃蹭喝的小老鼠，是个赖着不走的讨厌鬼，更是一个嫁不出去的笑话。劳拉暗暗发誓，只要能摆脱这个家，这潘德尔顿的姓氏，他1秒钟都不想多留。转眼到了第2天，天刚蒙蒙亮，家里就来了位不速之客。乔安妮一进门就开始对着屋子赞不绝口，他说这地方简直让他入迷，昨天没能好好参观，真是太可惜了。看他这副热乎劲儿，劳拉也只能客气的应付着。可这位大小姐大清早跑过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位詹森小姐还真是个行动派，没打招呼也没约时间，就这么大摇大摆的找上门来了。劳拉心里直犯嘀咕，这姑娘胆子也太大了点，就为了参观个房子，至于这么心急吗？其实这事儿也不难理解，谁让这宅子坐落在梅菲尔区呢？这地方可不是光有钱就能进的，得看血统、看地位，还要看社交圈。像詹森小姐这样的美国姑娘，平时连这条街的边儿都摸不着，现在好不容易进了门，那还不得里外看个够。她一边走一边打听，这屋里有多少个房间，家具是不是原装的。劳拉虽然心里乱糟糟的，但还是拿出了管家婆的专业素养，耐心的一一解答。可谁能想到呢？劳拉现在越是尽职尽责，心里就越不是滋味，因为她很清楚，这栋她住了10几年的老宅很快就要换主人了，而眼前这位兴致勃勃的客人，很有可能就是未来的女主人。劳拉正强撑着笑脸招待客人，可一想到自己随时会被扫地出门，这心里的苦怕是只有她自己知道了。劳拉试探着问了一句：“詹森小姐，你是不是对伦敦的社交圈特别感兴趣？”乔安妮笑得那叫一个灿烂，她说：“看来他教父早就把他的心思给抖落出来了，这伦敦的消息传得可真够快的。”他也一点不避讳，直接承认了，只要一跟查尔斯结婚，他就要在这名利场里大展拳脚。劳拉听完，心里咯噔一下，顺着话茬说：“那从乡下牧师馆搬到伦敦，这路程可不近呢。”结果乔安妮一句话直接让气氛变了味，她说：“谁要去住那种破地方？我们要住的是格罗夫内街的大别墅。”乔安妮越说越得意，她说：“查尔斯求婚的时候就保证过，绝对不会让他去穷乡僻壤受苦，这栋豪华的老宅子就是送给他的新婚大礼。”劳拉这下彻底懵了，查尔斯昨天不是还信誓旦旦说他要去当牧师吗？查尔斯到底在搞什么鬼？如果这房子真要给乔安妮当婚房，那他现在对着劳拉炫耀，不就等于当面下逐客令吗？可看乔安妮那副热乎劲儿，又不像是故意来找茬的，难道他根本不知道劳拉还住在这里？还是说他早就知道劳拉会被赶走，所以才这么肆无忌惮？就在劳拉心里打鼓的时候，乔安妮突然放下了茶杯，又想起了一件事。她笑着问劳拉，能不能推荐几个靠谱的裁缝？她想在本地做几身新衣服。劳拉顺口问了一句，难道从美国过来的时候没带够换洗的衣裳吗？乔安妮叹了口气说，本来带了整整3大箱最漂亮的裙子，结果倒霉透了，海上风浪太大，有2箱直接掉进海里喂鱼了。不过他这人心也真够大的，转头就说这反而是个好机会，正好能直接在伦敦定做最时髦的款式。劳拉听完只能尴尬的陪着笑，但这事儿恐怕没他想的那么简单。现在正赶上伦敦的社交季，全城的裁缝铺估计都忙疯了，想插队做衣服那简直比登天还难。乔安妮这下彻底崩溃了，她说自己现在除了几件旧衣服，就剩下1件能穿出门的晚礼服了，这让她在伦敦怎么混？劳拉看她急成这样，顺手给她指了条明路，去哈罗德百货买成衣不就行了？虽然不是量身定做，但那里的款式绝对是现在最火的。劳拉甚至还主动提出要亲自陪她去挑衣服，这可把乔安妮给感动坏了。乔安妮一把抓住了劳拉的手，这下她是真把劳拉当成知心姐姐了。她直言不讳地说，像她这样的纽约名媛，嫁给英国贵族可不是为了爱情，这种跨越阶层的机会，那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她的目标可大着呢，要在3年之内坐上伦敦社交界头把交椅的位置。乔安妮这野心可不只是想在伦敦出名，她甚至想以此为跳板，把整个欧洲社交界都踩在脚下。她直勾勾地盯着劳拉说，记住了亲爱的，我的目标是征服整个欧洲，少一点都不行。劳拉听得一愣一愣的，原来这场婚姻只是她通往上流社会的垫脚石啊，而且她居然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换做别的拜金女肯定会藏着掖着，装出一副清高的样子，可乔安妮完全不一样，她就像个无所畏惧的猎人，明目张胆地盯着自己想要的猎物，这种坦率反而让劳拉有点佩服。劳拉回过神来问，既然你有这么大的抱负，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呢？乔安妮笑着说，咱们之间就别绕弯子了，我这种大大咧咧的美国作风肯定让你们这些英国淑女很不适应吧。劳拉也没客气，直接点头承认了，这确实有点让人招架不住。乔安妮顺感就爬，她说既然这样，那她现在最缺的就是一个好老师来教她那些繁琐的规矩。她甚至放低了姿态，只要劳拉愿意教她，让她变成像劳拉这样无可挑剔的贵妇，她什么都愿意配合。
劳拉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答应了下来，说一定会尽力而为。劳拉提议咱们去参加赛艇会吧，那可是名流聚会的好地方，正好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们。转眼到了1周后，泰晤士河边全是人，热闹得不得了。乔安妮这一露面，立马成了全场的焦点，旁边的人都在小声嘀咕：这生面孔到底是谁啊？有人认出来了，说前几天看他和劳拉逛街，还没觉得有什么特别，怎么今天换了身行头，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了。这时候，几个相熟的贵妇凑了过来，嘴上说着好久不见，眼睛却一直往乔安妮身上瞟。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位新面孔到底什么来头。劳拉岛也大放正准备开口介绍，可就在这节骨眼上，人群里突然冒出个人来。这一眼看过去，他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就在这一片嘈杂的人群里，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就这么毫无预兆地闯进了他的视线。谁能想到啊，居然是伊安！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谁能想到在这大太阳底下，劳拉竟然碰到了伊安？这地方他怎么会出现？道尔顿先生，他这下完全没反应过来，连手里的遮阳伞掉了都不知道。就在这尴尬的时候，乔安妮赶紧过来打圆场，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顺手还帮他捡起了伞。劳拉笑着跟周围人介绍，这位就是乔安妮·詹森小姐，也就是我表哥查尔斯的新未婚妻。乔安妮这社交手段确实有一套，刚一露面就跟这帮名媛打成了一片。大家对这位从美国来的新面孔那是相当好奇，乔安妮也挺会说话，直言希望自己不会让大家失望。詹森小姐能在时间紧缺的情况下熟练掌握英国社会风俗时，属令人钦佩。这部同伴直接发出了邀请，2周后在兰斯庄园有个舞会，非要让乔安妮也去凑个热闹。乔安妮自然是顺水推舟，答应得那叫一个干脆。不过她心里现在最惦记的恐怕还是另一个人。看来刚才真没看错，伊安这走路的架势，在人堆里一眼就能认出来。可他现在不是应该在白田吗？怎么会突然回伦敦了？还没等劳拉反应过来，旁边的多拉已经坐不住了，直接冲着那边喊开了：道尔顿先生！结果这一喊，大家的注意力全被带过去了。这下名媛们可有话题聊了，都在打听这位帅哥是谁，难不成是多拉的追求者？有人赶紧出来解释，说大家只是普通朋友，可看这2人凑在一起的样子，这关系恐怕没那么简单。这帮人越聊越起劲，说伊安回伦敦都2周了，而且刚回来那天就直接去了多拉家里。最关键的是，他那天还亲手画了一幅画，就挂在多拉的画室里。这话一传到劳拉耳朵里，那滋味可真不好受。原来他一回伦敦就去找了别人。看着伊安和多拉站在一起那副亲密的样子，劳拉心里真不是滋味，总觉得他们之间那种氛围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虽然还没到谈情说爱的地步，但那种熟人的感觉确实让人心里直打鼓。劳拉深吸一口气，还是主动走了过去。伊安先开了口，说很遗憾2人分开了这么久。劳拉也只能客气回应，说自己也是一样的想法。可这客套话还没说完，旁边的乔安妮就赶紧插了进来。她忙着给伊安介绍，说这位就是乔安妮·詹森，是我表哥查尔斯的未婚妻，还是普莱斯先生的教女。听到未婚妻这3个字，伊安的脸色明显变了。乔安妮倒是落落大方主动问候了一句：道尔顿先生你好。伊安很快恢复了冷静礼貌的回了一句，还顺势提出想加入他们。既然伊安都开口了，大家干脆找了个地方坐下聊。虽然早就想过会再见面，但劳拉也没料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更让他没想到的是，现在的伊安对自己好像完全没兴趣了，这反应跟之前简直判若两人。不过这样也好省得大家尴尬，原本还担心他会旧情难忘，现在看来纯粹是自己想多了。可转念一想，劳拉心里突然咯噔一下，难道从一开始自己就彻底误会了他的意思？回想起以前见面的那些细节，他那些欲言又止的样子，还有3番5次往家里跑，难道根本不是为了追求？如果他只是想把话说明白，把之前的误会解开，那自己这段时间的纠结岂不是成了天大的笑话？这念头一出来，劳拉整个人都不自在了。旁边的乔安妮一眼就瞧出了不对劲，赶紧问他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劳拉只能尴尬的打马虎眼，说自己没事，可这心里的波澜怕是半天都停不下来了。大家伙儿正聊着呢，劳拉实在是演不下去了，随便找了个借口说是要去拿杯喝的。多拉倒是笑得开心，可伊安娜眼神看得人心里直发毛。劳拉站在冷饮桌前，手里的杯子拿了又放，心里那块大石头怎么都挪不开位置。当初伊安离开伦敦的时候，不是早就说好了吗？以后各走各的路，谁也别惦记谁。可真到了这一刻，看着他跟别人谈笑风生，那份淡定简直像是在打自己的脸。看样子伊安是真的走出来了，这回是真的回不去了。劳拉低着头，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与其在这儿自作多情，不如把那些没用的念头全掐了，省得以后再给自己找不痛快。可还没等他走远，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潘德尔顿小姐。这一声把他吓得够呛，回头一看，居然是伊安跟了过来。劳拉这下更慌了，道尔顿先生，你怎么在这儿？伊安就这么盯着他看，心里其实早就乱了套。离近了才发现他怎么瘦了这么多，难道这段时间他过得并不好？明明心里疼得要命，可碍于这该死的礼节，他还得装出一副客客气气的样子。这种看得见摸不着的滋味，简直就是折磨。他强压住心里的情绪，递过去一样东西，说这是你刚才掉的吧？看着劳拉那副吃惊的样子，他赶紧补了一句，放心吧，没被踩坏。劳拉客气地回了一句，道尔顿先生，你真是太体贴了。本以为这事儿到这儿就完了，谁知道伊安这回竟然不打算按套路出牌，他直接开口要起了回礼，想单独占用他一点时间。劳拉这下彻底懵了，单独聊聊，这在大庭广众之下可有点不合规矩。
可易安根本没打算退缩，他一脸严肃地说自己有个非常重要的忙，非要请他帮不可。既然对方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劳拉也不好直接拒绝，只能陪着他在林子里散散步。可心里一直在打鼓，他到底在打什么算盘？易安感叹了一句：“咱们真是好久没见了，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劳拉客气地回了一句：“托您的福，我也希望您一切都好。”看他笑得这么灿烂，劳拉心里反而更没底了。这男人嘴上说着酗酒，心思却全写在了脸上。在他心里，劳拉不仅仅是个熟人，更是他势在必得的目标。谁能想到，熬过那些难熬的日子，易安终于能和劳拉并肩走在阳光下了。从见到他的第一眼起，他的心思就全乱了。不管怎么克制，视线还是会绕回到他身上。但他现在必须忍住，要是表现得太急切，恐怕劳拉又要躲着他了。劳拉打破了沉默，问他在怀特菲尔德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开心？易安叹了口气，说那趟旅行全是公事，根本没时间放松。劳拉笑着接话，那真是太可惜了。不过你能回伦敦，大家都很高兴。易安却话里有话，说自己是冲动之下才回来的，因为那个地方已经没那么吸引他了。劳拉这下真纳闷了，你以前不是最喜欢那里吗？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连家都不想待了？易安叹了口气，说自己虽然还喜欢那个地方，但现在只要一待在那儿，就觉得孤单的要命。伦敦的生活彻底改变了他，哪怕是在怀特菲尔德的时候，他满脑子想的也全是劳拉曾经说过的那些话。劳拉听得一愣一愣的，当初他随口聊起灵魂伴侣，还有男女之间的相处之道，没想到竟然被他记了这么久。易安突然停下了脚步，他说自己以前是个愤世嫉俗的人，可正是因为跟劳拉聊了那些，他才猛地发现一件事：一个人过日子实在是太惨了。他现在满脑子想的就是能有个像劳拉这样的女性陪在他身边。这话里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劳拉整个人都僵住了，他这哪是在诉苦，分明是在当面表白啊！易安这回是真不绕弯子了，他直截了当地说自己现在缺个老婆，而劳拉就是他最看好的盟友。劳拉整个人都听傻了，盟友这词用的可真新鲜。易安接着解释说，他在大家眼里就是个怪人，要是没劳拉帮忙，他这辈子恐怕都别想在社交界翻身。他的目标定的可真够高的，要在年底前把自己推销出去，还得找个门当户对的淑女结婚。难道真的是自己想多了？刚才那些暧昧的话，难道只是为了拉拢他这个军师？劳拉深吸一口气，既然对方把这当成一桩买卖，那他也得拿出专业的态度来。劳拉笑着答应了，说一定会尽全力帮他。易安这下可算松了口气，对着劳拉就是一顿感谢。劳拉倒也大方，说能帮上忙他也挺开心的。易安心里还是没底，试探着问劳拉，你觉得我这年底脱单的计划到底靠不靠谱？劳拉对他那是相当有信心，说凭你的条件，只要你肯点头，哪家姑娘不心动啊？劳拉还顺嘴提了个建议，说兰斯小姐家马上要办舞会了，让她去那儿碰碰运气，除非你心里已经有人了。易安这回没否认，说确实有这么一位，可惜自己还没那个胆子去拉近两人的距离。劳拉心里咯噔一下，难道他看上的是兰斯小姐？既然要追人，那舞会就是最好的机会。劳拉问他，以前教你的舞步还没忘吧？易安苦笑着说，真怕把人家姑娘的脚给踩废了。劳拉一听这哪行，既然要帮到底，这舞技特训必须得安排上。易安突然感慨起来，说这男女之间最能擦出火花的还得是跳舞。劳拉听得一头雾水，问他这又是哪门子理论？易安解释说，跳舞可是最亲密的事了，两个人的节奏必须完全合拍，才能在那一刻分享只有彼此才知道的快乐。只要音乐一响，全世界就只剩下对方了。易安笑着说，看来除了教他跳舞，劳拉身上还有很多值得他学的地方，而且他这辈子恐怕都学不腻。这话一出，劳拉整个人都愣住了，这气氛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暧昧？可他心里却在打鼓，他赶紧提醒自己，这只是朋友间的客套话，千万别误会了。劳拉心里其实挺清醒的，她觉得易安现在的体贴，纯粹就是出于朋友间的礼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劳拉干脆表现得大方一点，说等到舞会那天，肯定会在舞伴卡上给他留个好位置。劳拉笑得特别灿烂，说只要是为了好朋友，这点小事根本不算什么。易安听完也跟着点头，说劳拉才是那个最善良的人。他轻轻执起劳拉的手，这一个吻手礼下去，嘴上说着能当朋友是荣幸。易安果然没白费功夫，他现在正陪在多拉身边，两个人看起来简直是天造地设。看来劳拉这个军师当得真称职，易安离他那个已婚绅士的梦想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劳拉看着他们走远，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只要他们能修成正果，自己这番苦心也算没白费。可一转头，劳拉就要面对家里的烂摊子，祖母这病是越来越重了，那喘气声听得人心惊肉跳，看来最近老人家确实受罪了。劳拉想多陪陪祖母，可杰拉德舅舅却像尊大佛一样，天天守在床边不挪窝，甚至还直接下了逐客令。杰拉德舅舅冷着脸说，母亲交给我就行，你还是去忙那个詹森小姐的事吧。祖母这时候迷迷糊糊醒了，问劳拉在那儿站了多久。劳拉赶紧凑过去说自己一直都在呢。祖母又问起今天的赛船会，劳拉只能强打起精神，把外面的热闹讲给老人家听，说那微风吹得有多舒服，大家玩得有多尽兴。可看着祖母这副样子，劳拉心里哪能痛快得起来？劳拉还在兴致勃勃地讲着，说那些划船手可就没这么轻松了。剑桥队最后拿了冠军，大家兴奋得把舵手都扔进水里了。正说得起劲呢，祖母却突然轻声唤了他的名字，劳拉，这段日子你是不是过得很辛苦？劳拉愣了一下，还是习惯性地挂起微笑。祖母，你在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辛苦？可祖母太了解他了，这孩子从小就这样，遇到再大的难处
也只会躲进自己的壳里，用笑容当盔甲，把所有的温柔和委屈都藏起来。劳拉低声回答：“祖母，我就是想这么活着的。”祖母拉住劳拉的手，安慰她说：“你不用再这样委屈自己了，我能感觉到上帝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劳拉紧紧抓着祖母的手：“祖母，您别说这种话，我一直撑到现在全是为了您啊！”劳拉再也忍不住了，她哭着说：“明明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您为什么要用这种话来安慰我？”看着眼前的劳拉，祖母想起了很多年前，那时候劳拉刚离开父亲，躲在祖母怀里哭了整整好几天。可现在劳拉连哭都要忍着，这让祖母心里更难受了。祖母轻声安慰她：“快了，劳拉，你马上就能自由了，我会把这10几年欠你的全部补偿给你。”祖母那句要补偿的话还在劳拉耳边转，听得出老人家心里全是愧疚，这让劳拉心里更堵了。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还没等他缓过神，杰拉德就出现了。他先是打听了一下老太太是不是已经睡下了，紧接着他就把话题转到了乔安妮身上。他特意叮嘱劳拉白天陪人家去看赛船，礼数上绝对不能出差错。劳拉赶紧让他放心，说乔安妮今天高兴得很，不仅玩得痛快，还收到了不少名媛的邀请。这下杰拉德总算满意了，看来在他眼里，只要能把乔安妮安顿好，别的都不重要。杰拉德点了点头，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紧接着他话锋一转，提到了普莱斯先生向劳拉求婚的事。劳拉没否认，大方承认了确实有这么回事。可杰拉德这下火了，质问他哪来的胆子拒绝人家。劳拉的理由很简单，我不喜欢他，更不想当他的妻子。这话直接把杰拉德气笑了，他开始冷嘲热讽，说劳拉不仅长得像他妈，连那股虚荣劲儿也一模一样。在他眼里，劳拉一个没名分没嫁妆的孤儿，根本没资格挑3拣4，能有人要就该谢天谢地了。面对这种羞辱，劳拉一点没退缩，他反过来提醒杰拉德，既然您自诩是个体面的绅士，就该明白一件事，女性有权拒绝不喜欢的婚约，而绅士必须尊重这种意愿。杰拉德被对得老脸一红，没好气的呵斥劳拉，轮不到你来教我怎么当绅士。说完他转身就走，临出门前还非要以长辈的身份留下一句忠告。他冷笑着嘲讽劳拉，说街边的小贩还知道讨价还价，可像你这种身份的女人根本没资格谈什么自尊。在他眼里，能被那种体面的绅士看上，劳拉就该感恩戴德了。他最后通牒似的丢下一句，别再装模作样了，赶紧答应人家的求婚吧。随着砰的一声门响，杰拉德扬长而去，留下劳拉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屋里。这日子过得真是讽刺，难道我的意志就这么不值钱吗？为什么我的拒绝在他们看来只是为了抬高身价？就因为我没钱没势，就活该被当成商品一样挑挑拣拣。劳拉在心里暗暗发誓，哪怕这辈子注定要孤独终老，也绝对不会背叛自己的心。她不需要那种施舍来的婚姻，更不会像个物件一样把自己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到了舞会前夕，在尼斯利夫人的宅邸里，乔安妮这副模样可把人吓得不轻。她强撑着打了个招呼：“亲爱的潘德尔顿小姐，你最近还好吗？”劳拉一脸担忧地看着她，这话该我问你才对。詹森小姐，你今天怎么看着这么焦虑？乔安妮长叹一声，整个人直接瘫在了沙发上。她说自己确实有苦难言，本来明晚的舞会，她应该是全场瞩目的焦点，可现在倒好，她觉得自己快要变成全城的笑柄了。愁得她甚至想干脆病倒算了，这样就能躲在家里不出门。到底是什么事能把她逼成这样？这事儿还得往回倒一天。那天乔安妮特意请劳拉过来，说是要从美国带回来的那堆衣服里挑出一件最完美的礼服。乔安妮这下彻底崩溃了，她瞪大眼睛喊道：“什么叫这些衣服只适合舞台表演？”原本他还特意留了个心眼，觉得伦敦人可能更喜欢低调内敛的风格，所以专门挑了些最朴素的款式带过来。结果呢，在别人眼里，这些衣服简直华丽的过头了，每一件都透着一股子浮夸劲儿。这下可把他愁坏了，眼看舞会就在明晚，现在去商场现买肯定来不及。乔安妮瘫在沙发上，觉得自己简直掉进了进退两难的泥潭。就在这时候，屋里又来了一位客人，对方一进门就热情的打招呼：“您一定就是潘德尔顿小姐吧？”乔安妮有气无力的介绍：“这位是尼斯利夫人，也是我教父的小妹妹。”尼斯利夫人显得特别激动，拉着劳拉的手说个不停，只夸能招待伯爵夫人的孙女，真是让这间小房子蓬荜生辉。劳拉倒是很有礼貌，客客气气的回应着，说自己没打招呼就突然拜访，实在是有些冒昧了。尼斯利夫人正打算继续客套几句，乔安妮实在听不下去了，赶紧出声打断：“哎呀，姑妈，你就别在这儿下客气了。”她一边在沙发上打滚，一边抱怨：“你这样只会让劳拉觉得不自在。现在真正需要关心的人是我这可是遇上国际紧急情况了。”看着乔安妮这副火烧眉毛的样子，劳拉却显得很淡定。她微微一笑，语气里透着十足的把握：“詹森小姐，这事儿其实一点都不难办。”乔安妮一脸懵：“亲爱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劳拉笑了笑：“我正打算给你展示呢，你还记得昨天我借走了你的一件衣服吗？”乔安妮点点头：“记得呀，你说你有个主意来着。”随着盒子打开的声音，劳拉把改好的礼服递到了乔安妮面前：“大功告成，要不要现在就试试？”这一试，旁边的尼斯利夫人直接看呆了，她忍不住惊呼：“我的天呐！潘德尔顿小姐，你简直把詹森变成了一位地地道道的英国淑女。”乔安妮简直不敢相信：“潘德尔顿小姐，你是不是给我施了魔法？你是怎么做到的？”劳拉解释道：“其实也没什么，我只
是把那些太扎眼的装饰全都换掉了，顺便又改了一下腰身的线条，让她看起来更柔和一些。乔安妮现在美得直冒泡，不管你做了什么，我简直爱死这件衣服了。小心，我今晚把见到的绅士全都迷倒。屋里顿时笑成了一团。尼斯利夫人也趁机发出了邀请：潘德尔顿小姐，如果你今晚有空的话，务必留下来和我们共进晚餐。面对尼斯利夫人的热情，劳拉却有点犹豫。她说自己明天也有不少事要忙，更重要的是，她实在不想再碰到那个普莱斯先生了。可乔安妮哪能放他走啊？拉着他的手直撒娇，说：“你帮了这么大的忙，吃顿饭那是必须的。”尼斯利夫人也在旁边帮腔：“这阵仗谁能顶得住？”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劳拉只能点头答应。既然你们这么坚持，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嘴上虽然答应了，可劳拉心里却在犯嘀咕：这顿饭恐怕没那么好下咽。这顿饭果然不简单，桌上全是硬菜。尼斯利夫人热情地招呼着：“亲爱的，尝尝这道法式炖牛肉，味道绝了。”旁边的侍从也没闲着，一直问劳拉要不要再来杯酒。原本以为只是3个人的便饭，结果搞成了这么大的阵仗。乔安妮笑着劝劳拉：“平时总当女主人照顾别人，偶尔当回贵客被大家宠着，这种感觉不是挺好吗？今天就别端着了，好好放松一下。”劳拉本来还担心会给人家添麻烦，没想到这顿饭吃的还挺顺心。最近她确实压力太大了，到处都是麻烦事，能有这么个喘口气的机会，简直太难得了。就在劳拉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下来的时候，对面的尼斯利夫人突然话锋一转，笑着问了一句：“我不是想打听隐私啊，潘德尔顿小姐，你打算什么时候才肯接受我哥哥的求婚呢？”这话一出，劳拉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什么求婚？哪来的婚约？对面的尼斯利夫人还在那自顾自地说他哥哥为了追劳拉费了不少心思，还觉得劳拉肯定也动了心，这简直是想强行把事定下来。旁边的乔安妮赶紧出来打圆场，埋怨长辈说话太没分寸。可这哪是没分寸，这分明是在试探底线。劳拉这下坐不住了，这种事要是现在不说明白，以后可就真说不清了。她直接把话挑明，普莱斯先生确实提过这事，但自己当时就拒绝了，而且拒绝得很干脆。原本还算客气的场面，一下子变得尴尬起来。这帮人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尼斯利夫人笑得那叫一个灿烂，直说女孩子害羞很正常，还非要把劳拉往家里拽，说全家都盼着她进门。旁边的乔安妮也跟着帮腔，说普莱斯先生能找着这么个媳妇，简直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还夸劳拉优雅大方，以后照顾起人来肯定没得挑。劳拉听得整个人都麻了，这两人到底哪来的自信？合着自己之前说的话全被当成耳旁风了。他们居然觉得劳拉嫁给普莱斯先生只是早晚的事，这事儿要是再不掰扯清楚，以后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劳拉深吸一口气，虽然这顿饭吃得挺好，但原则问题绝对不能让步。她直接把话挑明了，自己压根就没打算要嫁给普莱斯先生。从他求婚那天起，自己就没一刻不觉得荒唐。劳拉这回是一点面子没留，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们，这种婚姻正是他这辈子最想躲开的。最后他还放了狠话，要是谁再敢提这门亲事，那就是诚心跟他过不去。这下好了，原本热热闹闹的饭局瞬间冷到了冰点。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劳拉是1秒钟也不想多待，她直接站起身，打算跟这家人彻底划清界限。既然大家聊不到一块去，那我就先告辞了，祝你们今晚愉快。眼看劳拉要走，对面的乔安妮一下子急了，赶紧伸手拦住她，非要安排马车送她回去，还说要亲自陪同。劳拉这会儿正烦着呢，客气归客气，但这种虚情假意她真受够了。她只想一个人静静，可对方显然没打算放过她。乔安妮干脆把话挑明了，说有些私房话必须在路上单独跟劳拉谈谈，甚至都不给劳拉拒绝的机会，转身就去拿外套了。就这样，两人一前一后上了马车，车轮声在街道上回响，车厢里的气氛比刚才在饭桌上还要压抑。乔安妮坐在对面，死死盯着劳拉，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你敢摸着良心说，对我的教父普莱斯先生真的一点好感都没有吗？”劳拉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语气坚定的让人绝望。她一字一句的回答：“没错，我对他确实没有任何感情。”这话一出，对面的乔安妮彻底傻眼了，她怎么也没想到劳拉竟然能做得这么绝，一点念想都不给留。乔安妮突然急得直跺脚，嘴里还念叨着那些老顽固，真是疯了。劳拉听得一头雾水，这又是闹哪出？结果乔安妮抛出一个重磅炸弹，说明天的舞会上，普莱斯先生打算当众求婚。劳拉这下彻底懵了，自己明明拒绝的那么干脆，这家人怎么还敢这么干？乔安妮叹了口气，说她现在总算看明白了，这门亲事对劳拉来说就是个麻烦。但紧接着她又补了一句，说这事儿其实另有隐情。就在劳拉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乔安妮又说了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她说其实早在很久以前，她就已经认识劳拉了。原来这事儿得从半年前说起。那时候劳拉的舅舅杰拉德为了给大儿子的生意找投资，特意跑了一趟美国，在那儿他见到了普莱斯先生。打那以后，杰拉德就开始有意无意的在聊天时提起劳拉，他总说担心侄女的婚事。没过多久，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整天忙着给劳拉张罗相亲。乔安妮接着说，起初他还纳闷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到底是怎么凑到一块去的。结果杰拉德拍着胸脯保证说他已经收到了劳拉的回信，信里劳拉亲口答应了这门亲事。我就想确认一件事，你真的写过那封信吗？劳拉听完直接愣住了，他用力摇了摇头。劳拉怎么也想不通，像杰拉德舅舅那样有头有脸的人，怎么会编出这种离谱的谎话？对面的乔安妮叹了口气，开始帮他梳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当初杰拉德去美国，确实是为了他儿子的造船生，本来是想找纽约的金融家帮忙，
结果最后他直接找上了托马斯要投资。说白了，那份商业计划书烂得一塌糊涂。托马斯起初根本没打算投钱，可后来他却突然改了主，不仅答应入股，还表现得特别积极。乔安妮压低了声音问劳拉：“你觉得教父凭什么会答应这种赔本买卖？他到底图什么？”马车缓缓停在了大门口，真相也随之浮出水面。乔安妮直截了当地告诉劳拉，虽然这话听起来很伤人，但事实就是你舅舅是想把你当成筹码，用你的婚姻去换取那笔投资。劳拉听完并没有生气，反而觉得有些庆幸，要不是对方今天把话挑明，明天的舞会上他恐怕就要当众出丑了。乔安妮无奈地摇了摇头，说接下来的日子恐怕不好过。他会试着去劝劝自己的教父，但那个老顽固未必能听得进去。至于劳拉，现在最该担心的是该怎么去面对那个亲手把他卖了的亲舅舅。乔安妮临走前还不忘叮嘱劳拉，说明天的舞会一定要来。虽然他那个教父做事不着调，但还是希望能当面道个歉。劳拉嘴上应着，心里却已经乱成了一团麻。所有的线索现在终于全对上了。原来之前托马斯那场突如其来的求婚根本不是什么一见钟情，而是早就挖好的坑。托马斯当时跪在地上，口口声声说要娶她，还装出一副深情款款的样子，说会一直等着她的答案。现在看来这哪是求婚啊，这分明是催命符。劳拉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那扇沉重的大门。他知道有些账必须得算清楚了。屋里的光线很暗，那个一直掌控着他命运的人正悠闲地坐在沙发上。杰拉德头也不回，语气冷得让人发抖。他说：“难道没人叫过你进门要先敲门吗？”劳拉深吸一口气，开门见山地提出想跟杰拉德单独谈谈，可杰拉德根本不给机会，直接反客为主，说自己也有话要交代，而且必须他先说。他提到明天的舞会上，老友托马斯也会到场，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杰拉德最后通牒甩了出来，除非劳拉想让他当众出丑，否则明天的求婚他必须点头答应。劳拉这次没打算退缩，舅舅，关于这件事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知道你为了生意想把我给卖了，但这事儿我不同意，我有权拒绝这门婚事，谁也别想强迫我。杰拉德冷笑一声，看来是那个詹森小姐跟你说了什么吧？杰拉德直接笑出了声，在他眼里，劳拉就是个被宠坏的大小姐，跟他那个傲慢的妈一模一样。他一边倒酒一边数落，觉得劳拉简直是不识好歹，换个聪明点的女人早就该对他感恩戴德了。他觉得劳拉除了认命，根本没有别的活路。劳拉这次是真的清醒了，她直接把话挑明，自己从来没想过靠脸换生活，更没指望在这个家里能有什么地位。杰拉德这下彻底没耐心了，既然你什么都懂，那还有什么理由拒绝这门婚事？这可是你唯一的救命稻草了。杰拉德还在那儿阴阳怪气，说劳拉就是太爱面子，才把到手的幸福往外推。劳拉这次是一点脸面都不留了，她直接反问杰拉德：难道女人没得选就非要像个物件一样，把自己送给一个根本不爱的男人吗？其实劳拉心里比谁都清楚，在杰拉德眼里，她从来就不是什么亲侄女，而是一个挡路的麻烦。这事儿还得从劳拉的出生说起。杰拉德之所以这么恨她，就是因为他母亲当年干了让家族丢脸的事，劳拉的存在对他来说就是个洗不掉的污点，所以他才急着把劳拉处理掉。劳拉冷笑着说：你总说我天真，可在这个家里我哪有天真的资格？我这辈子都没法忘记自己从出生起就是你眼里的罪人。杰拉德这下彻底不装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既然你觉得出生就是原罪，那我就该早点把你扔进孤儿院，让你自生自灭。他手里的杯子都要被捏碎了，甚至觉得当初就该狠下心，把你这只白眼狼直接淹死在河里。要是早知道你会变成这样，我当初绝对不会管你。劳拉听完这话反而更冷静了，舅舅别再跟我提什么恩情了，在这个家里我根本不欠你任何东西，我从小到大听到的全是你那些冷冰冰的责骂，至于你说的那些善意，抱歉，我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杰拉德被这话彻底激怒了，他猛地一扬手，手里的酒杯直接砸了过去。杰拉德指着劳拉的鼻子大骂：你穿着我给的华丽衣服，吃着我给的精美食物，还真把自己当成伯爵家的大小姐了。杰拉德指着劳拉大吼：你就是家族的耻辱，谁也别想改变这个事实。劳拉低着头，声音听不出一点起伏：舅舅，我知道没人会帮我说话，这些年你给我的羞辱早就让我看清了自己的处境。血顺者指尖滴在地上，劳拉却像感觉不到疼一样，他抬起头盯着杰拉德：你可以羞辱我，但你没资格这么说我的父母，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要让你恨成这样？杰拉德冷笑一声：你父亲就是个卑贱的流浪汉，竟然敢勾引我们家族的女人，你妈更是不知廉耻，还没结婚就生下了你，这种丑事难道不该被诅咒吗？劳拉深吸一口气，一字一句的反驳：舅舅，你听清楚了，我父母是在证人的见证下正式举行过婚礼的，当年他们在格雷特内格林早就已经结为夫妻了，只是后来母亲病重，他们才没来得及去补办法律手续。我父亲早就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他们当年的感情比任何人都要真挚，在上帝面前他们问心无愧。劳拉冷笑着揭穿了真相：舅舅，你之所以一直往我父亲身上泼脏水，根本不是因为他带走了我母亲，也不是因为他是个美国人。杰拉德听着这些话，脸色越来越难看。劳拉继续补刀：你讨厌他纯粹是因为他没钱，你口口声声为了家族荣誉，其实你心里算的全是这些名声能换多少金子。你之所以到死都不肯原谅我母亲，是因为他没让你捞到好处，没能让你像现在卖掉我一样，把他也卖个好价钱。劳拉指着杰拉德大喊：真正让家族蒙羞的从来不是我父母，而是你这个自私自利的守财奴。杰拉德沉默了片刻，突然冷笑一声：够了，别再废话了，
他整个人陷在阴影里，语气冰冷的吓人。劳拉，我最后再说一遍，明天你必须接受普莱斯先生的求婚。劳拉刚想拒绝，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杰拉德突然冲了上来，一把死死拽住了他的胳膊。紧接着，屋里传出一声巨响。杰拉德这一动手，劳拉整个人直接被掀翻在地，书架上的书散落一地。杰拉德步步紧逼，语气冷得让人发抖。快给我开口，我要听你亲口答应，说明天会接受普莱斯的求婚。劳拉撑着地想站起来，她咬着牙说，等祖母去世以后，我一定会离开这个鬼地方，连这个恶心的姓氏我也一刻都不想再要了。你想逼我嫁给那个男人，简直是做梦。这话还没说完，杰拉德猛地抬起脚，对着劳拉的手狠狠地踩了下去。杰拉德这一下是真狠啊，他一边死死踩着劳拉，一边骂他是家里的小畜生，说他花了家里这么多钱，竟然还敢这么嚣张。杰拉德逼着他道歉，还要他保证明天乖乖听话，去当那个联姻的工具。劳拉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她只能哭着求饶，说自己认输了，一切都听舅舅的。深夜里，劳拉一个人躲在房间里，谁能想到这时候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进来的女仆安妮一开口就是对不起。她是实在放心不下，刚才书房里的动静那么大，她全听见了，特意端了碗热汤过来瞧瞧。劳拉刚想伸手去接，结果手上一阵钻心的疼，根本使不上劲，哐当一声，整碗汤全砸在了地上。安妮这一看环儿都快吓飞了，等她看清劳拉那只手，眼泪差点没掉下来。安妮一边帮她包扎，一边后怕的念叨，说刚才劳拉叫的那么惨，她真以为杰拉德要在书房里把人给掐死。劳拉这会儿反倒冷静了，她自嘲的笑了笑，说这已经算走运了，只要明天戴上一副长手套，谁也看不出她受了伤，她照样能去参加舞会。安妮一听这话，整个人都傻了，都伤成这样了，难道劳拉真打算认命，乖乖听杰拉德的话去相亲吗？安妮这下是真急了，她死死盯着劳拉说，小姐，你绝对不能嫁给那个美国佬，绝对不行。明明你有本事靠自己过上新生活，虽然我没读过书，但我看得出来，你比我见过的任何淑女都要有才华。安妮紧紧抓着劳拉受伤的手，声音里都带着哭腔，求你了，答应我，一定要离开这儿，哪怕去当个家庭教师也行啊。劳拉沉默了半晌，只是轻轻拍了拍安妮的手，安妮帮我挑件裙子吧，要那种最华丽的，最好能让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从我这副狼狈的样子上挪开。安妮还想再劝，可劳拉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别担心安妮，明天我必须打扮得无懈可击，因为只有这样，接下来的计划才能万无一失。他说要给自己留下一个最完美的最后印象。舞会当晚，兰斯府邸门口那是相当热闹，各路名流都聚齐了。兰斯夫人正忙着社交，跟奥斯本夫人客套个没完，这种场面她最擅长了。有人夸她今晚真漂亮，多拉笑得合不拢嘴，直说对方太会夸人了。就在他应付的正起劲时，一个熟悉的身影从他身边走了过去。兰斯夫人本来想打个招呼，结果看清那人的背影后，整个人都愣住了。这背影看着太眼熟了，难道真的是他？周围的人也开始小声嘀咕，大家都在猜，这难道就是那位潘德尔顿小姐？谁也没想到她居然会穿成这样出现，这打扮简直绝了。这身衣服一亮相，简直就像回到了她当年第一次社交露面的时候。劳拉就这么静静的站着，成了全场的焦点。劳拉心里总算松了口气，这身打扮选得真及时，刚好把状态不好的事给掩护过去了。她正四处张望，想看看要找的人到了没，还没等她把人找着，多拉就主动凑了上来。这一开口全是场面话，直夸劳拉今晚美得让人认不出来，简直把全场的风头都抢光了。劳拉也只能跟着客套，说在兰斯府邸的舞会上，肯定的拿出最好的状态才行。多拉顺势显摆起自己的裙子，说是专门找法国名师定做的。就在两人互相试探的时候，旁边一个女人突然插了话，她建议劳拉去休息室歇会儿。劳拉直接拒绝了去休息室，说自己才刚到，根本不需要休息。可旁边那几个女人还是不依不饶的劝，非说等会儿舞会正式开始，劳拉就没机会歇着了，不如现在先去养精蓄锐。劳拉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帮人哪是关心她累不累，分明是看她太扎眼，想赶紧把她打发走。要是换做以前，劳拉可能也就顺着他们了，但今天她可没打算这么好说话。劳拉客气的回绝了多诺万小姐，说自己身体好得很，心领了他们的好意。就在这帮女人还想纠缠的时候，多拉突然站了出来，一把拉住了劳拉的手。多拉没好气的对了回去，问他们是不是想把劳拉关进休息室，再也不让她出来了。劳拉今晚这么迷人，必须留在舞池里给大家撑场面，谁也别想把人带走。这下那几个女人彻底没话说了，只能尴尬的站在一边。多拉转过头，笑眯眯的看着劳拉，说自己的朋友们都有舞伴了，等会儿音乐一响，就剩她孤零零一个人了。她主动邀请劳拉留下来陪她聊天，劳拉也笑着答应了。多拉刚在舞池边站定，就有不长眼的凑上来了。菲茨威廉先生想请他跳第一支舞，多拉客气的回绝了，说自己现在更想聊聊天。他觉得多拉这是在等大鱼呢，除了伊安，谁还能入这位大小姐的眼？多拉突然换了个话题，问劳拉家里是不是挂着名画。劳拉倒也坦然说是伊安送的，就因为看他家墙上空了一块，这礼物送的确实有心思。多拉一听，立马开启了夸夸模式，把伊恩夸得跟天神下凡似的，又体贴又绅士，简直就是童话里的王子。可夸着夸着，他话锋突然一转，提到了上次野餐的事。那天劳拉怎么走得那么急？多拉接着爆了个大料，说那天劳拉前脚刚走，伊安后脚就跟了过去。他盯着劳拉的眼睛问，你们俩之间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劳拉这下
有点接不住了，赶紧解释说只是随便走走，散完步就回个家了，根本没发生什么值得提的事。可多拉哪是那么好糊弄的？他说当时看伊安的神色，明显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劳拉越听越心虚，开始语无伦次的找补，说可能是自己落了手帕，伊安才追上来还东西，自己当时家里有急事，所以才走得那么匆忙。这理由编得连他自己都虚。多拉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劳拉这副反应可不像是在说实话。这故事编得漏洞百出，劳拉到底在隐瞒什么？难道那天在野餐会上，他们俩真的发生了什么？多拉赶紧在心里打住，觉得自己真是想多了。劳拉和伊安这俩人怎么看都不可能凑到一块儿去。就在他拼命给自己洗脑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一声问候，这声音听着可太亲切了。抬头一看，原来是威廉带着妹妹来了。多拉这下可乐坏了，既然菲尔法克斯兄妹都到了，那说明那个人肯定也快了。果不其然，紧接着跟进来的正是大家都在等的伊安。多拉赶紧换上一副笑脸，热情的跟他打招呼。可谁能想到，伊安直接奔着劳拉就去了。他当众跟劳拉打了个招呼，语气听着可一点都不生疏，甚至还补了一句，说自己一直盼着能见到他。威廉还在旁边打圆场，夸劳拉今天换了风格，美的让人都要认不出来了。可伊安那眼神死死盯着劳拉，一点叙旧的意思都没有。劳拉被盯得实在待不下去，赶紧找个借口想溜。这招呼刚打完，劳拉就说要去见别的朋友，头也不回的走开了。结果伊安的表情比刚才还要冷得吓人，多拉在旁边全看在眼里，这气氛明显不对劲。明明之前还送人家名画，怎么现在看劳拉的眼神跟看仇人似的？这哪是普通的闹别扭？能让一个绅士在大庭广众下这么不给面子，除非这两个人之前真的好过。多拉越想越觉得可怕，他推测伊安肯定是在野餐会那天查到了劳拉身世的秘密，所以在那次森林散步时，他找劳拉对峙，确认了真相之后，就冷酷无情的把他给甩了。这逻辑一通，多拉整个人都麻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劳拉现在的处境简直太惨了。就在他想得入神的时候，威廉突然凑了过来，笑着叫他，问是不是自己的话题太无聊，让他都听走神了。多拉吓了一大跳，赶紧尴尬的找补，问他刚才聊到哪了。威廉倒也没生气，说第一支舞马上就要开始了，他正问谁有这个荣幸能邀请今晚最尊贵的女士呢。多拉刚想顺着话头接下去，结果往旁边一扫，整个人直接愣住了。刚才还在这儿的伊安，怎么一眨眼的功夫人就不见了？威廉无奈的耸耸肩，说他确实已经走了，而且还是那种一句话都不留的突然消失。谁也没想到，在这场精心准备的舞会上，伊安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这么直接离场了。托马斯找上了劳拉，想带她去个安静的地方聊聊。这一幕全被伊安看在眼里，他虽然没说话，但显然心里已经有了别的打算。两人来到了露台，托马斯终于开口了：“潘德尔顿小姐，谢谢你愿意跟我私下聊聊。”劳拉客气的回应：“这没什么，普莱斯先生。”托马斯叹了口气：“其实我是想谢谢你帮了乔安妮大忙。”他说乔安妮这孩子性格太野，本来还担心他在伦敦会被那些名媛排挤，结果今晚一看，他表现的简直像个完美的大家闺秀。看来劳拉的这份人情，托马斯是记下了。托马斯感叹道：“潘德尔顿小姐，你今晚的表现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劳拉客气的笑了笑：“普莱斯先生，您过奖了，我只是和詹森小姐投缘交个朋友而已。”托马斯却话锋一转，提到了昨天晚上他和乔安妮那场不愉快的谈话。他说自己当时差点就冲去找杰拉德，想把事情问个水落石出，但他最后还是忍住了。为了体面，他选择今晚亲自来找劳拉，听听当事人怎么说。托马斯盯着劳拉，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说自己现在只想听一句实话，潘德尔顿小姐，请你摸着良心告诉我，你真的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和我一起生活吗？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质问，劳拉没有躲闪，语气平静的让人心寒。他说：“普莱斯先生，虽然实话听起来可能有点伤人，但我确实从来没这么想过。”托马斯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劳拉会回答的这么干脆。托马斯这下彻底崩了，他意识到自己之前的追求在劳拉眼里竟然全是骚扰。他满心愧疚地说：“潘德尔顿小姐，我真的非常抱歉，我竟然一直相信杰拉德那些鬼话。他现在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觉得自己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劳拉看他这样，轻声劝了一句：“普莱斯先生，您没必要这么说自己。”托马斯发誓这是最后一次打扰了，但他必须得为自己辩解几句，不然这辈子都没法原谅自己。原来当初他刚到英国的时候，就被杰拉德那种所谓的绅士风度给彻底迷住了。他本以为那是难得的商机，结果全是杰拉德设下的圈套，就是为了骗他这种外地人的钱，好去填补家里那个败家儿子的窟窿。其实他早就察觉到不对劲了，但他当时就像被猪油蒙了心，明明知道是个坑，还是把大笔的钱给砸了进去。这笔钱一投进去，托马斯就再也没了退路。托马斯越说越后悔，他说自己当时被贪欲蒙蔽了眼，虽然不是为了钱，但他还是答应了杰拉德的所有要求，因为他太想得到杰拉德的认可，好名正言顺地向劳拉求婚。结果到头来，他不仅没赚到钱，连劳拉的心也没得到，反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托马斯低着头，声音都在发抖。他说，最让他难受的不是求而不得的挫败感，而是他终于意识到自己那些自以为是的追求，其实是对劳拉生活的一种冒犯，彻底打乱了他的清静。劳拉听完这些，语气依旧平静。普莱斯先生，既然你觉得亏欠，那就请你原谅杰拉德舅舅吧，就像我拒绝你的求婚一样，大家各退一步，这件事就算翻篇了。托马斯深吸了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潘德尔顿小姐，我已经安排好了明早回英国的船。他当众发誓，只要他还没闭眼，
这辈子都不会再踏上这片土地。这不仅是他的承诺，也是他作为一个绅士最后能为劳拉做的体面。托马斯还是不死心，他看着劳拉，语气里满是卑微。他问你能不能跟我走，不是作为新娘只是作为朋友。他再次赌上名誉发誓，绝对不会再有非分之想。他只是想在晚年能有个伴儿，因为他实在不忍心看着劳拉继续被杰拉德那种小人当成筹码一样摆布。劳拉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开口了：“普莱斯先生，你误会了，我这辈子都没打算活在舅舅的阴影里。如果你真的觉得亏欠我，想做点什么来补偿，那就请像个真正的老朋友一样，跟我体面的告别吧。”说完，劳拉露出了一个释然的微笑，这一笑仿佛把之前的恩怨全化解了。随着一阵晚风吹过，劳拉心里那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这场闹剧终于收场了，他不仅摆脱了托马斯，也彻底告别了那个所谓的伯爵孙女的身份。等到明天一早，托马斯就会撤走所有投资，到时候杰拉德舅舅费尽心积不下的局，就会像泡沫一样一夜之间全碎了。劳拉心里很清楚，托马斯这一走，杰拉德舅舅肯定会把账全算在他头上，接下来的日子怕是比以前还要难熬。劳拉这口气还没松完，麻烦就又找上门了。他这身体突然有点撑不住，估计是刚才应付托马斯耗尽了所有力气。就在他最难受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动静。谁能想到伊安竟然还没走？他笑着说：“潘德尔顿小姐，可算让我找到你了。为了找你，我可是把这儿翻了个遍。”劳拉整个人都懵了，他到底在这儿站了多久？又听到了多少秘密？伊安走上前，语气里带着点调侃。他说：“上次劳拉帮了大忙，所以这次还得请他再救一次场。他可不想回舞池去吓唬那些娇滴滴的小姐们。”伊安这番话说的那叫一个滴水不漏。他笑着问劳拉愿不愿意赏光，还开玩笑说：“要是踩到这位想讨好的女士，那他可就丢人丢大发了。”听完这话，劳拉总算是松了一口气。看来刚才他和托马斯的那些秘密，伊安是一个字都没听见。这下总算能把心放回肚子里了。既然这露台现在没人，伊安干脆提议，咱们也别浪费这大好地方了。要是再来点音乐，那简直就完美了。说来也巧，话音刚落，舞池那边的音乐就响了起来。这时机抓的简直就像是老天爷在帮忙，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伊安顺势发出了邀请。劳拉看着眼前的男人，心里明白，这恐怕是他在社交界的最后一场舞会了。这最后一支华尔兹就像是在催促他，赶紧给这段纠缠不清的关系画上个句号。劳拉嘴角微微上扬，既然躲不掉，那就干脆体面的结束吧。随着音乐响起，两人的手搭在了一起。这一跳不仅是为了害人情，更是为了告别。劳拉轻声说：“道尔顿先生，这样就足够了。”在这空旷的露台上，两人翩翩起舞，舞厅里热闹非凡。这两个人却躲到了露台上，享受着最后的独处。劳拉先开了口：“道尔顿先生，看来你的舞步一点没生疏啊。”伊安倒是挺谦虚，可惜我也没学到什么新花样。劳拉笑着接话：“这倒没什么不好的，要是男人太擅长跳舞，反而容易让人觉得是个花花公子。”听到这话，伊安直接笑出了声：“你说话还真是够直接的。”就在一个转身的功夫，他凑到劳拉耳边低声说：“既然这样，那就请你再坦白一点，我的舞步是不是像刚出生的小鹿一样笨拙？”还没等劳拉回答，他又补了一句：“我的节奏感这么差，要是换成别的女人，恐怕根本没法跟我跳完这一曲。”他说自己以后都不敢随便进舞池了，除非劳拉愿意亲自教他，直到他练出名堂为止。劳拉听完，直接把话接了过去：“道尔顿先生，你可太小看自己了。其实，在舞池里，你早就没什么对手了。”劳拉这番话说的那是相当直白。他说，男人在跳舞时越自信，女人的心就动得越快，甚至还补了一句，他自己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下轮到伊安没话说了。既然道尔顿先生喜欢直来直去，劳拉干脆给他支了个招，说话的讲究点艺术，尤其是夸女孩子的时候，伊安倒也虚心，直接请教该怎么改进。劳拉笑了：“那你就先从夸夸我的打扮开始吧。”这下可好，伊安现学现卖，一个华丽的转身情话张口就来。他说这裙子的蓝色刚好衬托出劳拉迷人的眼睛，还有那珍珠发网，配上棕色长发，简直绝了。最后还不忘补上一句：“其实再美的首饰，在你面前都得逊色3分。”看着劳拉愣住的样子，伊安坏笑着问：“怎么样？我这回表现的还行吗？”劳拉直接被逗笑了，说他这练习做得相当到位。劳拉心里很清楚，关于社交礼仪，他已经没什么能教伊安的了。一旦这支舞结束，两人的脚步停下，他可能再也没机会像现在这样平起平坐的陪在他身边，更别提像这样牵着手在月光下共舞了。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让这一刻再久一点，如果可以的话，他甚至希望这一秒就是永恒。可就在这时，伊安突然开了口：“潘德尔顿小姐，听说你正准备去当一名家庭教师。”这话一出，劳拉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可是他的秘密，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伊安笑了笑，说他们之间有个共同的朋友。劳拉立马反应过来，肯定就是威廉，毕竟知道他这个打算的人没几个。威廉还答应过要帮他留意工作的事。还没等劳拉缓过神来，伊安又抛出一个问题：“听说你精通古典语言？”劳拉只能老实回答：“是的，拉丁语和希腊语都会一点。”这话题转得也太快了，他突然打听这些到底想干什么？伊安这夸人的本事真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他先是肯定了劳拉的才华，紧接着就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潘德尔顿小姐，既然你正打算找份差事，不如来教教我的2个侄子丹尼尔和乔治。”劳拉这下是真没反应过来，他记得那2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10岁，正是最调皮捣蛋的年纪。伊安解释说：“姐姐正愁找不到合适的家庭教师，既然劳拉精通古典语言，那简直就是最完美的人。”这突如其来的邀请确实让劳拉心动了。
毕竟能去到尔顿家的庄园工作，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可冷静下来一想，劳拉心里又泛起了嘀咕，现在这个时机实在是有点尴尬。如果真的去了他家，不仅要离开年迈的祖母，更麻烦的是他以后肯定会经常见到他，甚至还有可能会撞见未来的道尔顿夫人。一想到要在那样的场面下保持冷静，劳拉心里就一点底都没有。他深吸了一口气，还是决定先稳一手。道尔顿先生，这差事对我来说挑战太大了，那2个小家伙可不好对付，我怕自己真没那个本事能管得住他们。伊安一听这话，整个人都傻了。他心想，难道我刚才把那2个侄子形容得太像小恶魔了？劳拉虽然嘴上说着感谢，但拒绝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伊安赶紧找不说，只要劳拉一句话，他立马回去把那2个皮孩子收拾得服服帖帖。他保证只要劳拉肯去，那2个小家伙绝对不敢顶半句嘴，更不敢不听话。可劳拉还是没松口，他说自己确实需要工作，但现在还没到火烧眉毛的时候，得再回去好好琢磨琢磨。伊安倒也大方，说没问题，你想考虑多久都行，甚至还主动提出他会帮劳拉再打听打听，免得让他觉得欠了人情。其实伊安心里明白，以前他最烦这种社交礼仪，觉得全是虚伪的客套，可现在他突然发现跳舞真是个好东西。就在这短短的一支舞里，他可以名正言顺地盯着劳拉看个够，不用担心失礼，更不用怕别人说闲话。看着劳拉那张精致的脸，伊安却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虽然她打扮得无懈可击，笑得也挑不出毛病，但他能感觉得出来，在这些华丽的装饰下面，劳拉的心里其实乱得很，根本不像表面上这么淡定。就是因为放心不下，他刚才才会一路跟到露台。其实伊安早就知道真相了，他无意中听到的那些比他预想的还要糟糕得多。看着劳拉一个人硬扛着，他心里真不是滋味。一个女人要面对这么多烂事，他简直不敢想劳拉心里到底有多苦，是该恨那个冷酷的叔叔，还是在绝望里折磨自己。伊安看着他的背影，心疼的不行。这一刻，他再也装不下去了。什么绅士体面，什么社交礼仪，他通通都不想要了。他只想把劳拉紧紧护在怀里，替他挡掉所有的委屈。只要能换来他的爱，让他付出什么代价都行。他轻声呢喃着，不再是客气的潘德尔顿小姐，而是叫他我的劳拉。这种渴望已经到了极限，他想把自己整个人都彻底交给这个女人，从朋友到爱人，甚至到相守一辈子。伊安已经做好了所有的打算，可就在这节骨眼上，他手上的劲儿使得大了点。劳拉被这突如其来的力道吓得叫出了声，他脚下一滑，整个人重心都不稳了。伊安赶紧伸手去扶，原本浪漫的气氛这下全乱套了。伊安这一拉，不仅没能温香软玉抱满怀，反而察觉到了不对劲。劳拉疼得整个人都在发抖。伊安急了，赶紧问他怎么回事。劳拉还在那儿硬撑说自己没事，想让舞继续跳下去。可伊安哪是好糊弄的，他一把掀开劳拉的长袖，这下藏不住了。劳拉只能坦白，说是昨天散步不小心摔了一跤。伊安听完火气蹭的就上来了，既然受了伤，怎么还敢跑来参加舞会？这不是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吗？他二话不说，拉着劳拉就要去找医生。可劳拉却突然强硬了起来，她死死站定，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坚持。她说自己真的没大碍。劳拉看着伊安，眼神里全是哀求。她说这是2人在这个社交季最后的一支舞了，她不想把这最后的一点时间也浪费在看医生这种事上，哪怕只有几分钟，她也想把这支舞跳完。伊安什么也没说，只是这么看着她。悠扬的乐声响起，在这空旷的露台上，2人就这么跳了起来。就在刚才那一刻，他好像在拼命挽留这段时间，看来这支舞对他来说意义非同寻常。一曲终了，2人各自退后一步，谁也没先开口。难道劳拉对他也产生了那种心思？劳拉先开口，打破了沉默。她说自己跳累了，想去休息室待一会儿。伊安赶紧接话，那我送你过去吧。劳拉笑着摇了摇头，道尔顿先生，舞厅里还有那么多名媛，都等着和你跳下一支舞呢，我自己可以的。眼看劳拉要走，伊安这下急了，直接拦住了他的去路。伊安说，你每次都这样，只要一避开我的视线，就让我更不想放你走。难道我关心你也有错吗？他紧紧抓着劳拉的手，提起了以前那封信。伊安说，我曾经写信承诺过，会是你最忠实的朋友，这个承诺到现在都还有效，这哪里是想当朋友，分明是舍不得放手啊。伊安接着说，不管你遇到什么不幸，我保证你永远能在我这里找到依靠，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可以毫无保留的信任我。这话一出，劳拉整个人都僵住了，那些压在心底的委屈差点就要决堤了。要是真能像对朋友倾诉那样简单，该有多好。我也想把所有的痛苦和羞辱全都告诉你啊，道尔顿先生。可最后他还是把手抽了回来，这道坎他终究还是没跨过去。劳拉笑着说，谢谢你，道尔顿先生，我是真心的。说完他头也不回的走了，留下伊安一个人站在原地，心里空落落的。他快步走向女士休息室，现在的他只想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可这刚进门里头的人就让他变了脸色。谁能想到这休息室里竟然挤满了人。劳拉本来想找个清静地方，结果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就在他犹豫要不要走的时候，几个名媛眼尖发现了他，笑着招呼他过去坐。劳拉推脱不掉，只能硬着头皮坐到了他们中间。可这屁股还没坐热，耳边就传来了刺骨的八卦声。这帮人正聊得起劲呢，他们说多拉今晚可是出尽了风头。虽然第一支舞没排上号，但大家心里都清楚他早就盯上伊安了。一个女人压低声音说，除了道尔顿先生，谁还能配得上多拉呀？不管是家世还是长相，他们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甚至有人开始预测，说不定等这社交季一结束，秋天还没到，咱们就能喝上他们的喜酒了。到时候多拉可就要变成名副其实的道尔顿夫人了。听到这儿，劳拉握着酒杯的手僵住了，心里那股酸涩怎么压都压不住。看来传言是真的，在所有人眼里，易安的心里早就已经住进了多拉。听着这些名媛言之凿凿，劳拉心里却泛起了嘀咕：如果易安真的已经和多拉斯定终身，那他之前找自己帮忙到底是为了什么？总不能全是演戏吧？这帮女人越聊越起劲，有人忍不住问道尔顿先生什么时候正式求婚。另一个女人笑着接话：这谁说的准？反正他对多拉的偏爱，那是全城都看在眼里的。甚至有人开始起哄，说咱们现在是不是该把伴娘夫给挑了？劳拉听得心惊肉跳，难道这些传闻全都是这帮人瞎编出来的？这帮所谓的闺蜜在公共场合聊这种事，简直是一点后路都不留。他们难道就没想过，这种八卦传得飞快，万一最后婚事没成，多拉的名声可就全毁了？劳拉实在是听不下去了，请问各位知道兰斯小姐在哪吗？劳拉二话不说，直接把多拉拽到了角落里。多拉还一脸懵呢，这舞会正热闹，干嘛非要躲到这没人的地方？劳拉表情严肃，她说：兰斯小姐，接下来的话，我希望你别误会我的用意。多拉虽然奇怪，但还是点了点头。行吧，你到底想说什么？劳拉开门见山地问：你和道尔顿先生订婚的事到底是不是真的？这话一出，多拉整个人都傻了。订婚？跟谁订婚？看着多拉这反应，劳拉心里大概有数了。劳拉接着说：你可能还不知道，休息室里那帮所谓的闺蜜已经到处在传你和道尔顿先生的好事了，说你们早就私定终身了。多拉急得不行，到底是哪几个人在乱说话？这帮人怎么总是八字还没一撇就开始瞎嚷嚷？劳拉盯着多拉，想从他脸上看出点破绽。他最后追问了一句：兰斯小姐，你能跟我说句实话吗？劳拉盯着多拉的眼睛问：道尔顿先生到底有没有给过你什么明确的承诺，比如求婚信或者亲口说要娶你？多拉脸一下子红了，她支支吾吾地说：那倒还没有，不过自从他回了伦敦，对我的态度确实不一般。多拉开始如数家珍，上个月我办的每一场茶会，他可是一次都没落下，甚至还亲手给我画了像，连野餐的邀请他也答应了。看着多拉这一脸幸福的样子，劳拉心里却更沉了，这算哪门子承诺？在社交场上，这些客套话最容易骗人了。多拉还觉得不够，又补了一句：大家都觉得我们这事儿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劳拉没再接话，她知道再这么争下去也没用，必须得换个法子提醒她。劳拉轻轻握住多拉的手：兰斯小姐，虽然这话可能有点冒昧，但我还是想给你讲个故事，那是关于我一个熟人的故事。他早就离开社交界了，你必须答应我，千万别去打听他是谁。几年前有个姑娘刚进社交界，那时候她胆子小，心思也单纯，家里没什么背景，身边连个领路的人都没有，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成群结队的排挤她。就在她最无助的时候，有个男人出现了，他表现得特别绅士，对她嘘寒问暖。这姑娘哪见过这种阵仗，一下子就陷进去了，以为自己遇到了真命天子。可她根本不知道，这个男人才是把她推向深渊的罪魁祸首。这两个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不管是舞会还是茶歇，只要有他们在的地方，别人根本插不进话去。女孩当时觉得自己肯定能嫁给他过上好日子，所以她根本没在意社交界那些难听的闲话，更没意识到一个女人的名声，有时候几句谣言就能给毁了。好景不长，那个口口声声说爱她的男人突然就人间蒸发了，留下女孩一个人去面对那些指指点点。还没过2个月呢，消息就传开了，那个男人居然转头就娶了个有钱的继承人。这下女孩彻底成了笑话，有人在背后议论她，该不会想不开吧？呵，那倒没有，但接下来的日子可能比死还难受。哪怕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女孩还是得硬着头皮去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可她走到哪，大家都在问那个男人的事，这名声算是彻底臭了。而且这一辈就是好几年，日子一天天过去，当年的丑闻总算没人提了，可她这辈子也算毁了，最后只能远嫁给一个外国老头，逃命似的离开了英国。劳拉问：你是不是觉得我为什么要讲这么晦气的故事？多拉尴尬地笑了笑，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确实有点好奇。其实道理很简单，那个女人之所以落到这步田地，全是因为她太蠢了，明知道社交界谁有多深，还非要相信那点虚情假意。劳拉站起身来，语气里全是警告：我希望你能从这个故事里学聪明一点，兰斯小姐，你自己好好琢磨吧，要是以后还需要什么建议，尽管来找我。看着劳拉离开的背影，多拉心里真不是滋味，这哪是给什么建议啊，这不明摆着是在教训人吗？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劳拉这番话简直就是支着鼻子在骂他，觉得他是个没脑子的蠢货。多拉觉得他和道尔顿先生的关系跟故事里那个倒霉女人根本就是两码事，可转念一想，心里却突然没了底。难道自己真的也掉进了同样的陷阱？当初那些好听的话，还有周围人的吹捧，难道全都是假的？如果这一切都是谎言，那接下来的后果他根本不敢往下想了。多拉想了半天，最后还是觉得这太荒谬了。他认定劳拉就是在嫉妒，毕竟道尔顿先生选的是自己，而不是那个被抛弃的劳拉。他甚至还觉得劳拉挺可怜，只能靠编这种故事来找平衡。既然这样，那自己就大度一点，不跟这个失败者计较了。夜幕降临，劳拉回到了潘德尔顿宅邸。一想到杰拉德舅舅那脾气，今晚肯定又是一场腥风血雨，他已经做好了挨骂的准备。可这大门一推开，屋里竟然死气沉沉的，这气氛明显不对劲。平时这时候家里早就该闹翻天了，这种反常的安静让劳拉心里咯噔一下，难道屋里出什么大事了？劳拉刚进屋就撞见了家里的私人医生，她心里直犯嘀咕：
这大半夜的医生怎么会在这儿？医生叹了口气，接下来的话他实在是不好开口。劳拉这下彻底慌了，难道是祖母出事了？他发了疯似的冲进房间，看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祖母，整个人都傻了。医生无奈地摇了摇头，直截了当地告诉劳拉，老人家已经没几天了，最多也就撑个3、4天，让他赶紧准备后事吧。劳拉根本不敢相信，昨天说话还精神抖擞的人，怎么一眨眼就变成这样了？他强撑着冷静下来，问旁边的女仆：“杰拉德救人呢？这种时候他跑哪去了？祖母随时都可能咽气，必须得让舅舅赶紧回来，听听老人家最后的交代。”可女仆接下来的话却让劳拉整个人僵在了原地。女仆叹了口气，说出了那个让人心寒的真相：祖母之所以会突然倒下，全是因为杰拉德。时间倒回到几个小时前，当时女仆正端着东西上楼，心里还在抱怨舅舅又在找麻烦，可还没等她进屋，里面就传来了祖母的怒吼声。祖母气得不行，大声质问杰拉德是不是把亲孙女当成了商品，打算随手送给他的那些狐朋狗友。谁能想到杰拉德不仅没反省，反而还一副为了大家好的嘴脸。他说只要劳拉嫁给那个美国富豪，大家都能跟着沾光。说白了，他就是想独吞家产，不想分给劳拉一分钱。这算盘打得真是连亲情都不顾了。祖母这次是真动了火气，她直接给杰拉德下了最后通牒，要是他再敢打劳拉的主意，他宁愿把所有遗产都扔进泰晤士河，也绝对不会给杰拉德留一分钱。杰拉德还想狡辩，结果被祖母一句话给怼了回去，把亲侄女推给一个快入土的老头。这种丧良心的事他也干得出来？老人家这辈子最疼的就是劳拉，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他掉进火坑？谁能想到这些话全被门外的女仆听见了，屋里的争吵声越来越大，杰拉德甚至气得开始大吼大叫，可祖母根本不吃他那一套，直接让他闭嘴。杰拉德这下彻底撕破脸了，他觉得祖母是在故意设局，就是为了骗他把继承权让给劳拉。他甚至还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指责祖母临终前还要骗自己的亲儿子。面对儿子的指责，祖母竟然冷笑了一声，他说他们母子俩其实挺像的。祖母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直接拆穿了杰拉德，说他这么急着守在床边，不就是怕他临死前改遗嘱吗？为了保住那份家产，杰拉德父子俩真是费尽心机。祖母叹了口气，其实他压根没打算剥夺杰拉德儿子的继承权，他只是想从30万英镑里拿出区区5000块留给劳拉，这点钱对杰拉德来说根本就是9牛1毛。可杰拉德还是不乐意，祖母只能搬出亲情，提醒他劳拉可是他亲侄女，是他亲妹妹多拉的女儿。杰拉德冷笑一声，说他怎么可能忘得了，在他眼里祖母一直就偏心那个妹妹，现在不过是把劳拉当成了替身。这话听得祖母心都凉了，她说自己当年一样疼她，可杰拉德心里只有嫉妒，甚至还恨上了那个虚弱的妹妹。祖母最后干脆把窗户纸捅破了，当年多洛雷斯为什么要远走他乡，全是因为看透了杰拉德的本性。他知道只要杰拉德当了家，自己第一天就会被扫地出门，所以才不得不选择逃离。祖母感叹说，多拉当年走得对，总比被当成商品卖了强。杰拉德冷着脸终于松口了，他说行吧，就按您说的办，花5000块钱把那个碍眼的劳拉打发走，这笔买卖他认了。可紧接着他一把抓住了轮椅，语气变得阴森恐怖。他说等祖母一段气好戏才真正开始，他要让祖母在天上看着他是怎么收拾劳拉的。他发誓绝不让劳拉看祖母最后一面，不管是葬礼还是坟墓，劳拉这辈子都别想再靠近一步。祖母气得大喊杰拉德的名字，可这个恶魔已经彻底撕掉了伪装。杰拉德发完火扭头就走，结果老妇人当场就倒下了。临昏迷前他还急着要找管家和律师，这大半夜的律师根本联系不上，只有遗嘱执行人跑了一趟，看老妇人一直没醒，也就先回去了。女仆安慰劳拉，说明天他们肯定还会再来，让劳拉别太担心。劳拉看着病床上的祖母，心里全是愧疚。她本以为祖母晚年过得很安稳，哪知道老人家每天都在硬撑。就在劳拉难受的时候，祖母突然睁开了眼，原来刚才全是装的。她笑着夸奖女仆机灵。祖母这一醒，劳拉总算松了口气。老太太倒是开门见山，直接聊到了最敏感的钱。劳拉，你应该听你舅舅说了，我给你留了5000英镑，这笔钱说多不多，但足够一个女孩子安身立命了。劳拉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祖母，您就是为了这点钱才故意跟杰拉德舅舅演戏的吗？老太太还以为孙女是嫌少，劳拉赶紧解释，我根本不想要什么遗产，我可以去当家庭教师养活自己。老人家看得很透，当老师哪有那么容易？祖母说，那点工资连房子都买不起，有了这5000块，你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劳拉还是不忍心，可要是拿了这钱，您跟舅舅不就彻底撕破脸了吗？老太太这下不装了，傻孩子，我心里清楚，跟他这种人，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太平日子过。老太太叹了口气，说出了藏在心里的实话，当初之所以把那个混蛋叫回来，全是为了劳拉。祖母心里清楚，要是自己偷偷改了遗嘱，那个疯子肯定会报复，甚至可能把整个家都给烧了。为了保住劳拉的命，老太太只能选择退一步，假装是好，这才说服了那个贪婪的舅舅，分给劳拉一小笔遗产。看着劳拉哭成这样，老太太反而觉得心里踏实了，总比以前好。那时候的劳拉就像个没感情的木偶。祖母拉着劳拉的手，语气里全是心疼，孩子原谅我吧，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全是我的错。老太太又想起了带劳拉第一次参加社交舞会那天，看着劳拉穿上礼服的样子，她还以为是死去的女儿回来了，可看着劳拉在社交场上表现得越来越完美，老太太心里却越来越不是滋味。祖母越说越后悔，觉得自己就是个自私的老糊涂，当初非要让
让劳拉活成别人的影子，却根本没考虑过劳拉心里到底有多苦。为了在这个家里撑下去，劳拉这些年受尽了委屈。祖母心里清楚自己欠孙女的，根本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还清的。祖母拉着劳拉交代了最后的心愿：孩子以后想怎么活都随你，你自由了。谁能想到，这竟然成了老人家最后的嘱托。到了第二天，祖母就这么安详的离开了人世。劳拉手在床边，这一晚成了她心里永远的痛。祖母这口气全靠最后一点念想撑着。一大清早，她就强打起精神，叫来了律师和公证人。为了能清醒的交代后事，她甚至用了秀颜来提审。就在这最后关头，她在遗嘱里又加上了最关键的一条。与此同时，劳拉正急得团团转，派了所有人出去找舅舅，可直到最后，那个男人也没露面。劳拉手在床边，整个人都快碎了，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祈祷，希望能有奇迹发生。祖母嘴里不停念叨着那些已经离开的亲人，最后她的目光落在了劳拉身上。到了下午，那盏续命的灯终究还是灭了。这位撑起整个家的老人家永远的闭上了眼睛，屋子里静得可怕，只剩下佣人们的哭声。劳拉一个人缩在角落里，祖母这一走，她感觉整个世界都空了。但现在还不是倒下的时候，劳拉告诉自己必须得振作起来。为了祖母，还有一堆烂摊子等着她去处理。她强撑着开始行动，准备联系殡仪馆，还得给那些亲戚朋友写信报丧，这每一笔都像是在往自己心上扎刀子。就在这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来的人正是杰拉德。劳拉冷冷地问：“舅舅，你找我有事？”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劳拉心里清楚得很，祖母才刚闭眼，他就这么急着跳出来，估计连灵堂都没去过吧。劳拉试探着问：“舅舅葬礼的事你有安排吗？要是没想好，我可以去联系牧师。”杰拉德冷笑一声，直接下了逐客令：“这里已经没你的位置了，给你1个小时，赶紧收拾东西，滚蛋！”劳拉整个人都懵了，这变脸也太快了。杰拉德咬着牙说：“听好了，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他甚至放出了狠话：“要是敢不听话，泰晤士河底就是你的归宿。至于葬礼，交给下人去办就行。”劳拉怎么也没想到，他竟然能绝情到这种地步，连送祖母最后一程的机会都不给吗？杰拉德这会儿正烦着呢，生意上的投资全黄了，还被人指着鼻子羞辱，让他赶紧滚回美国去。他把所有的怨气全都算在了劳拉头上。这下劳拉是真的被逼到了绝路。他咬着牙警告劳拉，这辈子都别想再踏进家门一步，甚至还要剥夺他的姓氏，让他跟着那个穷鬼父亲姓谢尔登。劳拉这下也豁出去了，他直视着这个所谓的舅舅，说自己根本不在乎这个姓氏，甚至连那5000英镑的遗产，他也可以一分都不要，因为对他来说，那些钱从来就不属于自己。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能换一个在教堂送别的机会，哪怕只有一小会儿，只要能送祖母最后一程就行。劳拉卑微到了骨子里，低声下气的哀求着，这是他最后的一点念想了。可杰拉德根本不是这一套，他冷笑着转过身，语气里全是嘲讽：“求也没用，反正那笔遗产你1分钱也拿不到。”劳拉整个人都僵住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叫1分钱也拿不到？难道除了那5000英镑，祖母还留了别的什么？杰拉德冷笑着说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原来祖母生前的律师和公证人早就被他给收买了，只要给够1万英镑，那些所谓的忠诚全都是狗屁。劳拉整个人都傻了，他颤抖着问：“舅舅，难道你背着祖母偷偷改了遗嘱？”房门突然被推开了，女仆看着满屋子的狼藉，吓得尖叫出声：“劳拉小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见书架上的书被翻得乱七八糟，地上到处都是散落的文件。女仆这吓急了，非要劳拉给个交代不可。可现在的劳拉哪还有心思解释这些？改遗嘱这种事一旦被捅出来，那可就是天大的丑闻。杰拉德却一脸淡定：“我只是让你装个糊涂，就当你祖母临终前在说胡话，这摆明了是要硬抢。”劳拉直接把话挑明了：“舅舅，你到底有多恨我？宁愿自己亏掉2万英镑，也要把我那份遗产给弄没。这已经不是贪财，这是要把他往绝路上逼。”杰拉德根本不在乎，他甚至还给出了忠告：“就算你到处去说，也不会有人信你。毕竟在所有人眼里，查尔斯才是唯一的继承人。你要是再闹下去，只会让别人觉得你疯了。”这局棋杰拉德觉得自己稳赢了，可劳拉最后这句话听着却有点不对劲。放心吧，查尔斯会得到这一切的。劳拉心里很清楚，自己根本没钱请律师，就算真闹上法庭，杰拉德也会像当年对付祖母那样，用尽各种卑鄙手段把他彻底毁掉。以前劳拉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母亲要逃离这个家，甚至不惜放弃荣华富贵，也要跟着一无所有的父亲走。直到这一刻，看着眼前这个利欲熏心的男人，他终于全明白了。劳拉冷冷地丢下一句：“你真是个差劲透顶的人。”他再也不想跟这种人待在同一个屋檐下，只求他能看在最后一点亲情的份上，把祖母的后事办好。说完这些，劳拉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彻底离开这个令人作呕的地方。杰拉德那边真是半点情分都不讲，祖母的葬礼还没办呢，他们就放话出来，要是1个小时内不搬走，就要亲自动手把劳拉给扔出去。女仆安妮听得心都要碎了，这些年明明是劳拉在撑着这个家，结果到头来竟然落得个被扫地出门的下场。劳拉倒是冷静的吓人，她吩咐安妮帮我找几件当家庭教师穿的衣服。安妮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这大小姐是真的打算去给别人打工了。翻遍了整个衣柜，能穿得出手的也就那么3、4件。安妮一边收拾一边试探着问：“小姐葬礼你总得参加吧？”劳拉沉默了半晌，最后只回了2个字：“不去。”安妮这下彻底急了，那宣读遗嘱的时候呢？你要是不露面，那大笔的遗产可就全打水漂了。劳拉这回是彻底死心了，他告诉安妮遗产的事想都别想，杰拉德早就把遗嘱给动了手脚，现在
这口箱子里装的就是他剩下的全部家当。安妮听得整个人都傻了，这怎么可能？老夫人临终前明明律师，连公证人都在场，这白纸黑字的东西难道还能凭空变没了？劳拉心里比谁都清楚，那些所谓的专业人士早就被杰拉德喂饱了，一人1万英镑，这笔钱砸下去，谁还会为了真相去得罪男爵？安妮还是不肯放弃，她急得直接站了起来。小姐，咱们去告他，我未婚夫就是个律师，虽然是刚入行，但他脑子灵光得很，只要他肯出手，这公道一定能讨回来。看着安妮这么护着自己，劳拉心里总算有了点温度。可这官司真要打起来，哪有安妮想的那么简单？安妮这姑娘是真仗义，她想起以前那些事，当初她刚来干活总出错，是劳拉一直护着她，甚至连她那些没见过的姐妹结婚，劳拉都会多塞点工钱。所以这回安妮是铁了心要管到底。伪造遗嘱可是重罪，只要告上法庭，咱们肯定能赢。可劳拉已经换好了丧服，她心里比谁都透亮，这根本不是赢不赢的问题。杰拉德那种人怎么可能让自己吃亏？就算官司打赢了，折腾到最后，估计连最后一点家底都得赔进去。更何况他不能为了自己的事，把安妮的婚事也给耽误了。劳拉最后还是摇了摇头，这钱本来就不属于他，干脆就当没这回事吧。安妮这下彻底没话说了，这世道难道真就没个说理的地方了？安妮哭得嗓子都哑了，一直在喊着太不公平了，凭什么好人没好报，非要让劳拉遭这种罪？劳拉反倒过来安慰她，说自己这些年也攒了点私房钱，再加上这一身的学问，只要肯干，在哪儿都能活得好好的。话虽这么说，可真到了要走的时候，心里哪能没点滋味？劳拉拎起那口小皮箱，头也不回地走下了楼梯。临走前，她把带不走的衣服和首饰全留给了这些忠心的仆人。劳拉环顾四周，这地方已经没什么好留恋的了。她最后叫住安妮，让她去起居室把那幅画取来，那是她唯一想带走的东西。可还没等安妮动身，杰拉德就出现在了楼梯口。他语气冰冷说：“时间已经到了，让劳拉立刻滚出这个家。”劳拉还想再争取一下，说自己还有东西没拿，结果杰拉德根本不听，直接冲着手下大吼，让他们把这女人硬拽出去。这话一出，连旁边的仆人都僵住了。谁能想到男爵竟然连最后一点体面都不给？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劳拉心里最后那点念想也跟着彻底断了。难道连最后1分钟的体面你都不肯给我吗？仆人在旁边看着，想开口却不知道该说什么。这种时候，任何安慰都显得太苍白了。杰拉德彻底撕破了脸，他当众放话，谁要是敢帮这个女人，就立刻光着脚滚出大门。这明摆着是要把人往死里逼。可安妮根本不吃这一套，她冲上去就要帮劳拉拎箱子，哪怕丢了饭碗也在所不惜。杰拉德气得在大厅里咆哮，让安妮赶紧把手撒开。安妮也是豁出去了，指着他的鼻子大骂没良心。眼看场面就要失控，劳拉赶紧拦住了安妮，她不想在临走前再连累任何一个对自己好的。劳拉轻声说：“真的已经够了，她一个人能行，在这条街最豪华的宅邸里整整住了12年，到头来她竟然成了那个被扫地出门的人。那些曾经受过她恩惠的仆人，现在只能躲在角落里偷偷抹眼泪，没人敢上前送她一步，更没人敢帮她拎一下沉重的行李。她就这么孤零零地走进了那片未知的阴霾里。谁能想到呢？这竟然是所有人最后一次见到那个温顺的劳拉。天都快亮了，该等的人还是没来。这下劳拉心里彻底没底了。明明约好要一起远走高飞，难道自己真被甩了？不行，绝对不能怀疑他。结果梦一醒，发现自己躺在个陌生的地方，这才想起来昨晚赶路迷了方向，还好误打误撞找了间亮灯的旅馆住。原来刚才那些全是以前的旧梦。劳拉盯着水里的倒影，心里明白现在只能靠自己了。以前衣来伸手，现在连收拾个衣服都觉得是件苦差事。不过眼下最要紧的是的算手里还有多少底牌。翻开账本一看，500英镑，这就是他全部的家当了。省着点花，在伦敦郊区租个小房子，撑个10年应该没问题。等以后攒够了钱，再去乡下买个带院子的别墅，请2个佣人，安安稳稳的过完下半辈子。这计划听着挺美，可现实很快就泼了盆冷水。想要过上这种日子，起码还得再赚3000英镑。这笔巨款到底该去哪弄呢？光靠手里那点钱肯定不够。劳拉决定今天就去职业介绍所，一步步来，先找份工作养活自己再说。这地方看着还挺正规。劳拉刚坐下，对面的女人就开口了：“劳拉小姐，你是想找份家庭教师的工作？”结果对方翻了翻资料，眉头就皱起来了。没经验也就算了，竟然连一封推荐信都没有。劳拉赶紧解释，虽然没干过，但我可是名校毕业的，希腊语和拉丁语都不在话下。一听是名校出来的，女人的态度立马变了，这可是个金字招牌，只要学历够硬，找个好雇主肯定没问题。几天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本以为靠着名校光环能横着走，结果现实却给了劳拉一记响亮的耳光。中介在那滔滔不绝，照顾7个孩子才给50英镑，这哪是找老师，简直是找廉价劳动力。好不容易有个开60英镑的，结果雇主名声臭得要命，经常拖欠工资，不给这谁敢去啊？劳拉从介绍所出来，心里那叫一个拔凉拔凉的。看来想找份体面的差事，比想象中难多了。天色不早了，劳拉打算先回住处再想办法，毕竟这伦敦的物价可不等他慢慢耗。他低头算了算账，把首饰全卖了才凑够83英镑，加上之前的存款，一共也就583英镑，这就是他全部的家当了。要是再找不到工作，这点钱迟早得花光，到时候可就真要流落街头了。劳拉已经在街上走了好几天，腿都快走废了，可现在每一分钱都得省着花，再也不是那个能随手买下几10英镑裙子的大小姐了。算算现在的平均工资，1年也就50英镑，
就算不吃不喝干上20年，也才攒下1000块，离他的目标还差得远呢。要是那个贪财的舅舅看到劳拉现在为钱发愁的样子，估计得笑出声来。毕竟他为了抢走那5000英镑，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算日子，那边的葬礼应该已经开始了。谁能想到劳拉竟然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只能躲在远处看着一切结束。他连夜给朋友们写了信，告诉大家不用担心。至于伊安，就没必要特意送信了，反正那位费尔法克斯先生迟早会把消息带给他。街上突然跑过一个小男孩，当妈的在后面急得直喊：“比利，你慢点跑，再摔了可没人管你！”小家伙头也不回地往前冲：“妈，我要第一个到家！”看着这充满烟火气的一幕，劳拉忍不住笑了。虽然接下来的日子注定会很孤独，现实的压力也确实不小，但劳拉觉得这都没关系，就当是给自己放个短假，不用去管什么家族义务，也不用去迎合谁的期待，更不用背着那个沉重的头衔。这一刻，她终于能为自己活一次了。不知不觉天都快黑了，劳拉在街上晃悠了大半天，肚子也开始抗议了。她打算先回旅馆吃顿好的，再好好琢磨明天的出路。结果刚走到半路，劳拉整个人就僵住了。前面那个背影怎么看着这么眼熟？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对方就先开口了：“我一直在等你，潘德尔顿小姐。”这声音一出来，劳拉会儿都快吓飞了，竟然是伊安，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看他这副严肃的样子，显然不是来叙旧的。到底发生了什么？劳拉强撑着镇定：“你应该看到我给菲尔法克斯先生的信了。我确实打算找份家庭教师的工作，暂时住在这附近。可问题是信里根本没写具体的住址。”劳拉心里直犯嘀咕，他到底是怎么精准定位到这里的？伊安面无表情的解释说，只是坐马车路过，刚好在街上看到了他。接着他直接伸出手，不容置疑的让劳拉跟他走。他说威廉家里有空房，甚至连佣人都安排好了。可劳拉却往后退了一步，语气坚定地告诉他：“道尔顿先生，我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劳拉小姐了，现在的我根本没资格去当费尔法克斯先生的客人。”伊安显然没料到会被拒绝，他觉得这根本不是什么资格问题。可劳拉却摇了摇头，说自己必须适应现在的新生活。他甚至带着一丝苦笑恳求道：“请别再把我拽回过去了，如果真的回去了，我怕自己再也没有勇气面对现在的烂摊子了。”看着劳拉这副决绝的样子，伊安半天没说出话来。伊安根本没打算就这么放劳拉走，他再次提起了之前说过的那个职位，问劳拉考虑的怎么样了。劳拉这会儿脑子里乱成一团，只能尴尬的解释说，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自己早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可伊安却不依不饶，非要他现在就认真考虑。他觉得以劳拉的才华去教他的侄子们，绝对是绰绰有余。劳拉刚想开口拒绝，伊安就直接甩出了一份让人没法拒绝的方案。每天只要工作5个小时，教拉丁语和历史就行，剩下的时间全归劳拉自己，而且每周除了周日还能额外再休1天。劳拉急得想打断他，可伊安最后抛出的筹码彻底让他没话说了。1年150英镑的薪水，这价格一出来，劳拉整个人都愣住了。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劳拉赶紧叫住他：“道尔顿先生，这价格不对吧？这可是普通家教的3倍了。”他觉得这事儿太离谱，劝伊安跟姐姐商量一下。伊安却不以为然，他说家里以前请男老师给大哥亨利上课的时候拿的就是这个数。劳拉还是觉得不合适，毕竟自己只是个女家教，在那个年代，女老师的薪水普遍要低得多。伊安直接打断他：“既然教的东西都一样，拿同样的工资，那不是理所应当吗？”劳拉还想再推辞一下，可对方根本不给他机会。伊安说：“我姐姐已经定好了期限，我没法给你太多时间考虑。”他伸出手，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3天，3天之内必须给我答复。”这下劳拉彻底没话说了。劳拉最后还是松了口：“好吧，道尔顿先生，我会认真考虑的。”伊安行了个稳手礼，这事儿就算暂时定下了。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劳拉心里总觉得怪怪的。刚才那架势，伊安根本就没打算给他留拒绝的余地啊！难道真是自己想多了？还没等他琢磨明白，时间一晃就到了晚上。就在劳拉住的旅馆门口，突然冒出来一个不速之客，简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一开口就喊潘德尔顿小姐。看到简突然出现，劳拉整个人都懵了。这大半夜的，他是怎么找过来的？简一进屋就急了，看着这简陋的房间，他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问：“你怎么能住在这种地方？”简觉得劳拉要是遇到了难处，最该找的人就是他，而不是一个人在这儿硬扛。劳拉还想解释2句，说这儿其实也没那么差，可简根本不听，一个女孩子单独住太危险了。简直接上手拉住劳拉，非要带她回自己的住处，还说只要多给点房租，房东太太肯定没意见。劳拉还在犹豫，简又补了一刀：“这儿总比费尔法克斯那儿强吧？”这话一出，劳拉还真没法反驳了。简这番话真是一点拒绝的机会都不给。他说劳拉以前帮了那么多人，现在轮到他来报答了。劳拉听得心里热乎乎的，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简这行动力简直绝了，根本不听劳拉解释，直接就开始动手帮他打包行李。劳拉吓得赶紧拦着说：“还是自己来吧。”没一会儿功夫，两人就坐上了离开的马车。劳拉这会儿才反应过来，好奇地问简到底是怎么精准定位到这间小旅馆的。原来这背后还有高人指点。简说今天伊安专门跑去办公室找过他，他先是从威廉那儿打听到了劳拉的下落，然后特意叮嘱简说劳拉住的地方实在太乱，一个女孩子住太不安全。谁能想到那个看起来冷冰冰的伊安背地里竟然把事情安排得这么周全。他这是早就预料到劳拉不会轻易接受他的直接帮助，才特意找了简来当这个说客啊。
劳拉这才反应过来，原来伊安刚跟自己分开，就马不停蹄的去找了简。他嘴上不说，背地里竟然为自己操了这么多心，这让劳拉心里五味杂陈。以前总觉得这个男人说话太直，甚至有点没礼貌，但现在看来那都是表象，其实他心里比谁都细，能交到这样的朋友，劳拉觉得自己真是走大运了。说话间，两人已经到了简的住处，简一边忙着收拾屋子，一边还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家里有点乱，真没想过今天会有客人来。劳拉赶紧安慰他，这儿已经很整洁了，比之前那个小旅馆强了不知道多少倍。看着简这满屋子的书，劳拉忍不住感叹，比起自己之前住的那个连张桌子都没有的小破屋，这儿确实更适合简。劳拉随口问了一句，你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工作？简一边整理手头的资料，一边笑着回答，平时就是帮人处理点杂活，不过最近接了个大活儿，在帮玛丽洛蒂斯整理手稿。劳拉一听这个名字，整个人都精神了，那可是大名鼎鼎的玛丽洛蒂斯啊。这位作家可不简单，他一个人游历欧洲和非洲，写下的那些旅行日志，在当时简直就是传奇。劳拉满脸崇拜地看着简，能给这种大人物当助手，这也太厉害了吧。简却无奈地笑了笑，说这事儿其实另有隐情。他随手拿出一张手稿给劳拉看，这字迹简直乱得像鬼画符。原来那位大作家常年在马车上写字，笔迹潦草到根本没人认得出来，连专业的编辑看了都直摇头。可说来也怪，全办公室就简一个人能把这些乱七八糟的字看明白，简直就像自带了翻译器一样。就因为这门独家绝活，简成了这位大作家的专属助手，这大概就是老天爷赏饭吃吧。简越说越兴奋，他说那位作家简直就是偶像，一个人走南闯北，写出来的文字特别有感染力，还问劳拉想不想先睹为快。转眼到了深夜，看着身边已经熟睡的简，劳拉这心里却怎么也静不下来，感觉就在昨天，简才刚拿到这份工作，现在他已经在一步步实现梦想了。可我呢？伊安给出的那个机会，确实是自己这辈子靠努力也未必能碰上的。说实话，以现在的处境来看，哪怕只是犹豫一下，都显得特别蠢。可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劳拉现在最纠结的就是自己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思。明明是个翻身的大好机会，可他就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周日。这天一大早，外头就传来了马车声，威廉准时出现在门口，笑着跟两人打招呼：海德小姐，潘德尔顿小姐，早上好啊。原来威廉每周日都会雷打不动地过来，专门接简去教堂，这回劳拉也跟着一起。劳拉礼貌地打了个招呼，费尔法克斯先生早上好。威廉笑着点点头，看劳拉现在的气色比之前确实好多了，看来新生活适应的不错。就在几个人准备上车时，马车里突然传来了动静，劳拉整个人都愣住了，谁能想到伊安竟然也在车里。他微微压低帽檐，语气平稳地打了个招呼，海德小姐还有潘德尔顿小姐早上好。这一下劳拉原本平静的心瞬间又乱成了一团。伴随着教堂的钟声，一行人来到了目的地。威廉一路上都在夸伊安，说他这次为了帮姐姐家找老师，真是破天荒的积极。劳拉听着这些话，心里虽然还是有点乱，但还是礼貌地道了谢。走着走着，劳拉随口问了一句，最近社交界的大家过得都怎么样？他还特意提了一句，能不能帮我向兰斯小姐拜个好。谁知道伊安想都没想，直接拒绝了。他说自己最近根本没和那位小姐联系。劳拉这下可纳闷了，以前这两人不是挺好的吗？听说伊安每天下午茶时间都会去拜访，怎么突然就断了联系？还没等劳拉想明白，伊安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他直勾勾地盯着劳拉，语气变得严肃起来。潘德尔顿小姐，我今天来其实是想听你的答复，你考虑好了吗？劳拉沉默了片刻，终于给出了那个答案。那个提议我接受了。伊安点了点头，语气里听不出太大的波澜。很好，既然决定要去当家庭教师，劳拉还是想把丑话说在前面。他一边走一边对伊安说，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我希望你姐姐能清楚我的背景，毕竟自己的名声在社交界不算好。劳拉担心对方会因此嫌弃他，伊安倒是想得很周全。他说只要你点头答应了，我本来就打算回去亲自解释。他向劳拉保证，一定会把所有情况都说清楚。而且在他看来，姐姐根本不会因为那些流言拒绝劳拉，因为她的外甥女奥利维亚马上就要在社交界露面了，现在家里正缺一个像劳拉这样有经验的人来带路。伊安笑着说，希望到时候你也能多帮帮那个孩子。劳拉听完总算松了口气，只要能帮上忙，她当然是100个愿意。她现在反而开始期待那个叫敦维尔公园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了。伊安看出了他的心思，随口问了一句，你这是紧张了吗？劳拉大方的承认了，毕竟是份新工作，谁不想表现得好一点呢？劳拉笑着打趣，毕竟那是你姐姐家，还关系到你那几个可爱外甥的教育呢。伊安却一脸嫌弃，可爱？他们分明就是几个小麻烦精。劳拉看穿了他的心思，你就嘴硬吧，明明心里比谁都疼他们。伊安没接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劳拉。走着走着，他突然提起了另一件事，当初邀请你去怀特菲尔德，就像是昨天的事，现在总算快到能带你过去的时候了。劳拉有点意外，你要带我去那儿？伊安解释道，当然了，虽然我一个单身汉住在那儿，但外甥们经常过去玩，有他们在，你过去也就没什么不方便的了。劳拉这下是真的期待了，她一直想亲眼看看那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像画里那么美。伊安接着说，光看画可感受不到那里的美，除了敦维尔公园，怀特菲尔德更值得你期待。而且他停顿了一下，看着劳拉认真的交代，在那儿住的时候，你别把自己当成下人，就当是去做客的，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你永远是我最亲近的朋友，这2处宅邸随时都欢迎你。这话听着可不一般，劳拉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两人的气氛刚有点微妙，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喊：“潘德尔顿小姐！”原来是接人的马车到了，威廉正等在那儿。伊安交代完行程，打算今天就动身去约克郡，还约好了1周之内会写信回来。等威廉转身上了马车，才发现伊安早就在里面坐着了。威廉忍不住感慨：“这下劳拉总算要住到你家附近了。”伊安，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之中啊！看着伊安那副波澜不惊的样子，威廉心里直犯嘀咕：这家伙也太能忍了。他忍不住吐槽：“真没想到你会把脑子用在这上面。不过我有个疑问，我嫂子真的打算请家庭教师吗？”伊安回答的干脆利落：“根本没这回事。”这下连威廉都听愣了，原来这一切全是他编出来的谎话。威廉简直不敢相信，伊安为了把人弄到手，居然连这种谎话都编得出来。他忍不住吐槽：“那可是你心上人，好歹先跟我嫂子打个招呼吧，万一他被吓出个好歹怎么办？”伊安倒是一脸淡定：“我姐姐心理素质强着呢，这点小事还吓不到她。”威廉叹了口气：“看来你是真打算离开伦敦了。”伊安回答的干脆：“那是自然，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了，谁还愿意在那儿浪费时间？”威廉虽然嘴上嫌弃，但心里还是替劳拉高兴，总算能让他过上安稳日子了。之前他可没少为这事操心。可说着说着，他发现伊安正盯着他看，看得他浑身不自在。“你这么看着我干嘛？”伊安冷不丁问了一句。“老实交代，你对劳拉真的没动过心思？”威廉差点跳起来：“我都说多少遍了，真没有！你这醋劲儿也太大了吧！”为了转移话题，他赶紧提了一句：“走之前记得替我向兰斯小姐问个好。”谁知伊安更嫌弃了：“要去你自己去，兰斯家那地方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进了。”威廉心想，这人也太现实了，当初要不是兰斯小姐帮忙，又是牵线又是请去舞会的，你哪能这么快把劳拉找回来？威廉还不死心，继续在那儿念叨：“珍妮特说兰斯小姐对你评价很高，你真不去打个招呼？”伊安头都不回，语气冷得像冰：“我已经没耐心去应付那些女人了。”他摆了摆手，直接把这差事推了出去：“像你这种有趣的人才更适合陪他聊天，他就交给你了。”威廉听得直摇头，吐槽他有时候真是古板的要命。不过看着伊安现在的样子，威廉心里反而踏实了，总算看到这家伙恢复正常了。谁能想到在劳拉失踪的那段日子里，伊安整个人都快疯了。时间回到潘德尔顿夫人葬礼那天，整个伦敦都阴沉沉的。虽然大家都听说她病了，但谁也没想到人居然走得这么快。在潘德尔顿夫人的葬礼上，大家都沉浸在悲伤里，说她是个多么难得的好人。可葬礼进行到一半，人群里就开始不对劲了，大家都在小声嘀咕：劳拉去哪儿了？怎么连祖母的葬礼她都没露面？流言蜚语一下子就传开了，有人说她是被家里人关起来了，甚至有人觉得这家人实在是太狠心了，连最后一眼都不让见，这背后肯定有件不得人的秘密。雨越下越大，伊安根本听不下去这些废话，他转身就走，连葬礼结束都等不了。威廉在后面紧着喊：“伊安，你这又要去哪儿？葬礼还没完呢，等马车夫回来再说啊！”伊安头也不回，直接翻身上马。他说自己1秒钟都等不了了，这要是再晚一步，恐怕就真的再也见不到劳拉了。伊安这回是真坐不住了，他直接骑上马冲进大雨，打算亲自去潘德尔顿庄园看个究竟。威廉在后面看着，越看越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刚才在葬礼上，伊安就一直死盯着潘德尔顿伯爵，显然是早就憋起火呢。可更奇怪的还在后面，伊安居然在私下见一个女仆，他什么时候和这家的佣人搭上线了？威廉这下彻底懵了，这一家子到底在搞什么名堂？看着伊安那副表情，恐怕这背后的真相比大家想的还要麻烦。威廉急坏了，一见面就问伊安：“那位小姐是不是在屋里？”伊安一开口，直接泼了一盆冷水，人已经被赶出去了。威廉根本不敢信，在那住了12年的人说赶走就赶走了，但这事儿还真就发生了，全是那个杰拉德干的好事。他不光想把亲侄女卖给老头，还动手打人逼她嫁过去，现在甚至伪造了遗嘱。他现在1分钱都没有，就这么被扫地出门了。威廉还是不死心，问那个女仆知不知道人去哪了。伊安摇了摇头，这事儿指望不上别人，只能靠他们自己找了。可这伦敦城这么大，到底能去哪呢？伊安心里很清楚，以那位小姐的性子，肯定躲在谁也想不到的地方。他宁愿自己受罪，也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威廉这下彻底没主意了，连个方向都没有，这要从哪儿开始找起？就在这时候，伊安盯着墙上的地图，突然有了主意。他开口问威廉：“伦敦旅游指南在哪？”虽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威廉还是赶紧把书指了出来。伊安一把接过指南，看来他已经有线索了。威廉一看这架势，赶紧说要帮忙，毕竟伦敦上百家旅馆，一个人查到什么时候去？可伊安却另有打算，他让威廉去查点别的，去盯着阿比盖尔夫人的遗嘱执行人，还有那个经手的律师，看看那些传闻到底是不是真的。威廉还没回过神，伊安已经出门了，这下两人只能分头行动了。日子一天天过去，两边都在紧锣密鼓的查，可阿比盖尔夫人平时太谨慎，想抓到他的线索确实不容易。关键时刻还是威廉靠得住，他动用了家族的所有关系，总算找到了突破口。这位罗伊登律师就是他们要找的最后一块拼图。威廉这一查，还真查出了大问题。罗伊登律师和保罗内斯先生这两个人表面上风光，背地里早就债台高筑了。罗伊登律师看着体面，其实是个烂赌鬼，而那位保罗内斯先生早就把家底赔光了，现在只能靠给三流杂志写稿子糊口。威廉心里很清楚，只要给点钱，这种人什么事干不出来。他现在就要盯着这两人的账本，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不明进账。就在威廉这边紧锣密鼓的时候，伊安也没闲着。
为了找到劳拉，他简直是拼了命，天不亮就出门，半夜才回来，有时候甚至连着几天都不着家。伦敦大大小小的旅馆，他几乎跑了个遍，可人到底在哪呢？照这么找下去，还没等找到人，他自己恐怕就要先倒下了。伊安这回是真的急了，连门都顾不上敲，直接闯了进来。威廉还没反应过来，本来以为他今天不回来了，结果人就这么杀到了面前。伊安开口第一句就是要找简，威廉一头雾水，好端端的打听人家住哪干什么，甚至连工作的出版社都要问清楚。眼看威廉还在犹豫，伊安干脆摊牌了，他已经找到了失踪的潘德尔顿小姐。谁能想到那位小姐现在正躲在破旧的旅馆里，身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伊安很清楚，现在只有简能帮上忙，这事儿1秒钟都耽误不起。回到现在，威廉觉得潘德尔顿小姐的失算是有着落了，可那几个帮凶呢？伯爵还有那2个律师，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威廉查到那2个家伙最近确实发了横财，可问题是没证据证明这钱是伯爵给的。伊安冷冷地回了一句：“那就继续查，非要把这笔账翻个底朝天不可。只要证据确凿，这帮人一个也跑不掉。”威廉还以为他是要上法庭告状，结果伊安却摇了摇头，这事儿不能公开闹大，毕竟潘德尔顿小姐不想让他插手家务事。威廉这下更纳闷了，既然不打算起诉，那他到底想怎么收拾这帮人？伊安这回是动了真格，他要让那帮人彻底倾家荡产。既然他们为了钱能合伙抢走一个女人的继承权，那就要做好自己后路被断干净的准备。威廉听得心里发毛，赶紧追问了一句：“那伯爵呢？你该不会是想杀了他吧？”伊安冷笑了一声：“杀了他？那也太便宜他了。”他转头看向威廉，突然问了个奇怪的问题：“你觉得这个国家的贵族怎么样？”威廉被问懵了，好端端的怎么扯到这上面去了？伊安语气里满是不屑：“这些所谓的贵族享受着跟义务完全不匹配的特权，难道不觉得荒唐吗？”威廉支支吾吾的想反驳，说这些人的祖上好歹立过功，虽然现在确实有点傲慢自大，但是伊安觉得既然这些贵族口口声声说特权是靠祖上立功换来的，那他们就该把责任也一起继承了。可结果呢？这帮人根本没想过怎么去领导社会，整天就知道钻在名利场里，除了吃喝玩乐，就是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在他眼里，现在的英国贵族简直就是一堆发臭的垃圾，而那位潘德尔顿伯爵更是垃圾堆里最烂的一个。伊安这回是下定了决心，为了这个国家，潘德尔顿家族必须彻底消失。转眼到了第2天，多拉这边也收到了消息，他怎么也没想到，伊安竟然又回怀特菲尔德了。旁边的珍妮特赶紧解释，说是那边的土地管家突然辞职了。伊安也是没办法，只能亲自赶回去处理烂摊子。多拉听完没再多说什么，多拉这下是真的伤心了。伊安居然又是不告而别，连个招呼都没打就走了。旁边的珍妮特一看这架势，整个人都慌了，这可是他最崇拜的偶像啊，怎么能让他掉眼泪呢？虽然伊安确实是去办正事，但这种理由听起来太敷衍了。珍妮特心一横，干脆编了个瞎话。他赶紧拉住多拉说，其实伊安特意留了话，他说在伦敦的日子非常难忘，无时无刻不在期待再次见面。多拉听完果然愣住了，这真的是他亲口说的。珍妮特现在是骑虎难下，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编，说等领地的事情一处理完，他回伦敦第一个要见的人肯定就是你。这瞎话编得连他自己都快信了，可要是等伊安回来，这谎言不就全穿帮了吗？珍妮特这番善意的谎言简直比蜜糖还要甜，一下子就把多拉给哄住了。现在的多拉满脑子都是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整个人都沉浸在幸福里了。可他哪里想得到，这其实是他最后的机会。现在整个伦敦的流言蜚语早就跟野火一样烧起来了。镜头一转，来到了邓维尔庄园，伊安正陪在玛格丽特身边，他轻声问了一句：“你还好吗？”玛格丽特抱着孩子摇了摇头，说自己没事，还说孩子最近身体好多了，没怎么闹病。可玛格丽特一眼就看出伊安不对劲，他盯着对方问：“是不是在伦敦出什么事了？”伊安赶紧否认说哪有什么坏事，可能就是两头跑太累了。话还没说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小女孩一边喊着妈妈，一边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这孩子急得不行，进门就嚷嚷着问：“刚才那辆马车里坐的是谁？难道是舅舅回来了吗？”伊安这下瞒不住了，他笑了笑，看着推门进来的女孩问：“奥利维亚最近过得怎么样？”奥利维亚一看到来的人，高兴的直接蹦了起来，大喊着：“伊安舅舅！”伊安看着这孩子也是满脸宠溺，他单膝跪地行了个绅士礼，笑着问这位小淑女最近过得怎么样。奥利维亚赶紧改口叫先生，坐在一旁的玛格丽特怀里还抱着孩子：“你当初走的那么急，今天突然跑回来，总不会只是为了找我们叙旧吧？”这话一出，屋里的气氛立马就变了。伊安收起了笑脸，转头对奥利维亚说：“能不能先回房间待一会儿？”玛格丽特也明白接下来的话不适合孩子听，就让奥利维亚先出去了。玛格丽特开门见山直接问：“到底出什么事了？”伊安犹豫了一下，说自己给家里的2个孩子找了个家庭教师。玛格丽特听完直接愣住了，反问了一句：“我有说过要请老师吗？”伊安倒是挺坦诚，直接说没有，但他觉得孩子到了这个年纪，确实该找个人来管管了。玛格丽特还是有点不放心，自家孩子什么样他最清楚，就怕新老师来了会被那2个小魔王给气走。伊安突然收起了笑脸，语气变得特别严肃，他叫了一声玛格丽特。玛格丽特一看这架势，就知道接下来的话不简单，他甚至在想，是不是该把怀里的孩子也抱走。伊安没接话，只是冷不丁地抛出一个名字，说潘德尔顿小姐马上就到。玛格丽特心里咯噔一下，难道这个女人就是他找来的那位老师？
他说这位潘德尔顿小姐好歹也是个贵族大小姐啊，怎么会沦落到给人当家庭教师？伦敦那边到底出什么大事了？伊安沉默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玛格丽特叹了口气，心里也跟着难受起来。她说这位潘德尔顿小姐肯定是遭了不少罪，真是个可怜的孩子。伊安这才开口说自己已经联系过对方了，只要他一句话，潘德尔顿小姐1周之内就能赶到。他甚至连计划都想好了，打算让这位新老师每天花5个小时，专门教导家里那2个调皮鬼。玛格丽特听完直摇头，忍不住吐槽了一句：“你还真舍得啊，居然让你心爱的女人来受这种罪。”伊安没接茬，只是叮嘱玛格丽特，在老师进门之前，必须先把那2个孩子的规矩给立好了。接下来的这段日子，孩子就全交给玛格丽特来管。玛格丽特虽然嘴上答应了，可心里总觉得这事儿不靠谱，总觉得要出什么乱子。不过他看事情看得透，直接一针见血地指出，潘德尔顿小姐是以老师的身份过来，而不是以妻子的身份。这说明什么？说明伊安还没追到人家呢。伊安被戳中了痛处，整个人僵在那儿。玛格丽特也是操碎了心，赶紧催他，要是真喜欢就赶紧行动，在这儿犹豫个什么劲儿啊？连压箱底的秘诀都传授给他了，这当弟弟的怎么就不开窍呢？就在这时，伊安突然压低了声音说，还有一件事必须得提前交代清楚。伊安随口提了一句，说那位潘德尔顿小姐其实比他还小1岁。玛格丽特一听这话，整个人都不淡定了，她直言不讳地嚷嚷起来，说那她现在不就是个老处女了吗？伊安觉得这事儿简直离谱，玛格丽特连私生子的传闻都不在乎，居然还在纠结年龄。伊安反问了一句，那她比人家大1岁又算什么？玛格丽特气得直拍桌子，直言男女能一样吗？女人可是有最佳生育年龄的。玛格丽特越说越起劲，开始翻起当年的旧账，说亨利受了伤还要逞强证明自己。伊安实在听不下去了，赶紧大喊一声够了，求你别跟我分享你们2口子那点私密事。闹归闹，伊安最后还是把心里话抛出来了。他说自己根本不在乎那些，他想要的是一个共度余生的妻子，而不是一个生孩子的工具。玛格丽特看着他这副样子，心里是又急又无奈。他提醒伊安，作为一家之主，他必须得有个继承人。在他看来，这个弟弟现在完全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连正事都顾不上了。玛格丽特这番话可不是吓唬他，要是伊安没个儿子，这白田庄园最后只能落到那些连面都没见过的远亲手里。到时候世道一变，那帮人肯定会把地给卖了。等到了孙辈那一代，这儿恐怕全是冒黑烟的工厂。玛格丽特越说越激动，问他忍心看家乡变成那样吗？他说要是自己是个男人，继承家产的第一件事就是结婚，现在孩子估计都能满地跑了。伊安听完叹了口气，说如果是你的话，确实能把这儿打理得更好，甚至觉得这庄园本该属于玛格丽特。可话锋一转，他的态度还是硬得像块石头。他说自己绝不会为了守住地就随便找个人结婚，让他跟一个不爱的女人过日子，那绝对不可能，哪怕这辈子打光棍他也认了。玛格丽特看着眼前这个死脑筋的弟弟，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29岁才结婚，这在当时确实是太晚了，毕竟在那个年代，生孩子可是要在鬼门关走一遭的，20多岁才是黄金期，年纪越大风险就越高。玛格丽特回想起自己带娃的那些日子，简直就是一场漫长的折磨。她越想越气，忍不住瞪了伊安一眼。这些男人根本不懂女人的苦，总觉得孩子是天上掉下来的，完全不知道这背后要付出多少代价。不过气归气，玛格丽特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今年无论如何也得把这小子的婚事给办了，只要能赶紧生个继承人，哪怕1个也行啊。说起来也奇怪，伊安这人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从来没见他跟哪个女人走得近过，整天就守着他那块地。可谁能想到呢，他居然会对那位潘德尔顿小姐痴情到这种地步，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铁树开花吧。玛格丽特最后还是心软了，既然弟弟这么坚持，他也只能点头答应，帮他把这出戏给演下去。既然伊安这么坚持，玛格丽特也只能妥协了。他说只要你肯结婚，我还能说什么呢？他答应会把那姑娘当家人对待，让伊安赶紧把人带回来。不过这次他必须得正儿八经的把人追到手。听到姐姐终于松了口，伊安总算露出了笑脸。他起身上前，亲昵地吻了一下玛格丽特的额头，由衷地说了声谢谢。画面一转，玛格丽特正陪着小女儿奥利维亚喝下午茶。小姑娘一脸期待地问：“舅舅这次打算住多久？是不是有很多时间能陪她玩？”玛格丽特放下茶杯，打断了女儿的幻想。她说：“奥利维亚，新的家庭教师马上就要到了。”奥利维亚一下子兴奋起来，以为妈妈终于给她找了法语老师。结果玛格丽特摇了摇头，说这老师是给那2个调皮儿子请的。奥利维亚一听就炸锅了，觉得把钱花在那2个笨蛋哥哥身上简直就是浪费，还不如投资在自己身上呢。毕竟再过3年他就要正式进入社交界了。玛格丽特看着女儿这腹肌灵样，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妈妈心里有数。奥利维亚这小嘴巴巴的就没停过，他说自己天天念到3年后，耳朵都要听出茧子了。眼看身边的小姐妹法语说的一个比一个溜，自己要是再不学，以后出门准得丢妈妈的脸。玛格丽特倒是一点不慌，她说书法绘画我哪样没教你，就差这一门法语还能翻了天不成？可奥利维亚不依不饶，非说简海德阿姨讲过，在社交界混光靠一张脸可不行，法语才是真正的敲门砖，要是这回落下了以后，可就真追不上了。玛格丽特被缠得没办法，只能先安抚住这小祖宗。不过紧接着他又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他说这回请来的家庭教师身份可不一般，搞不好以后还得改口叫舅妈。
事情办得出奇顺利。劳拉收到了那封关键的信，对方不仅安排好了车马，连去约克郡的车票都准备齐了。日子过得飞快，这趟长途跋涉总算要到头了。随着车夫的一声提醒，劳拉终于见到了那个地方。车夫介绍说，那就是邓维尔庄园。劳拉刚下车就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传闻果然没骗人，这地方大得离谱，连伦敦都找不出几个能跟这儿比规模的庄园。还没等他回过神，管家就迎了上来：“欢迎你老师，我们等候多时了。我是这里的管家卡森，现在就带你去见女主人。”跟着管家往里走，劳拉发现这儿不仅房子气派，外面的自然景色也是一绝，这环境确实是个让孩子成长的好地方。管家敲了敲门：“夫人，家庭教师带到了。”屋里传出一声回应：“进来吧。”门一开，玛格丽特正优雅地坐在沙发上等着他。“欢迎你老师。”劳拉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夫人您好。”玛格丽特自我介绍说，她是2个孩子的母亲，玛格丽特·费尔法克斯，平时大家都叫她费尔法克斯夫人。劳拉盯着这位玛格丽特看，原来她就是道尔顿先生的姐姐，难怪感觉这么像，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玛格丽特倒是挺体贴，问劳拉是想先见见孩子，还是先去休息一下，毕竟这一路折腾得够呛。劳拉没犹豫，决定先见见学生们。玛格丽特听完，转头就叫管家卡森去安排。没一会儿，2个小家伙就被带了进来。玛格丽特指着他们介绍，大的叫丹尼尔，小的叫乔治，这就是那2个调皮鬼，以后就交给劳拉管教了。劳拉笑着跟他们打招呼：“你们好呀。”结果这2个小家伙盯着新老师看直了眼，这下好了，看来劳拉的第一印象给的相当到位。玛格丽特问劳拉，对这2个孩子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劳拉直接问到了点子上，他们以前请过老师吗？玛格丽特无奈地摇了摇头，请过不少，但没一个能待得住的。这2个小家伙现在连名字都写不全，更别提算数了，看来这基础差的不是一星半点。玛格丽特本来挺体贴，想让劳拉先休息1周，在庄园里到处逛逛，熟悉一下环境。结果劳拉是个行动派，直接拒绝了玛格丽特的好意。他说明天就开始，就算不立刻讲课，也得先让这俩孩子养成习惯，每天准时准点在书桌前坐好，这规矩得先立起来。玛格丽特一听这话，忍不住笑出了声。她转头调侃2个儿子：“哎呀，本来想放你们一马，结果新老师不同意。”看着2个孩子被吓得够呛，劳拉赶紧出来打圆场：“别担心，正式课程下周才开始，这几天咱们就是互相认识一下，不会让你们整天坐着不动的。”听劳拉说不用整天学习，小儿子乔治还是有点不敢相信，他小心翼翼地问：“那我们是不是也不用整天背那些拉丁语动词了？”劳拉笑着保证：“那是当然。”乔治接着追问：“每天100道数学题也可以不用做了吗？”劳拉点点头：“没问题。”结果这孩子越说越离谱，他瞪大眼睛问劳拉：“那你也不会把我们吊在天花板上，或者只要答错题就拿棍子狠狠抽我们吧？”这话一出，劳拉整个人都听傻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现在的家庭教师难道都这么恐怖吗？当妈的在旁边看乐了，笑着解释说：“肯定是哥哥丹尼尔又在吓唬弟弟了。乔治这孩子实在是太好骗了。”果然，丹尼尔在旁边一脸坏笑：“你还真信啊，笨蛋！”乔治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亲哥给耍了，气得直接扑了上去，2兄弟当场就扭打成了一团。劳拉在旁边看得手忙脚乱，赶紧上去劝架：“哎呀，你们别打了。”当妈的倒是淡定得很，优雅地喝了口茶，看着这2个皮猴子，忍不住叹了口气。当着新老师的面，你们也真是一点不收敛。他放下茶杯，悠悠地说了句：“要是让你们舅舅看到这一幕，他会怎么想？”乔治还想给自己找补，说是哥哥先动的手。玛格丽特可不吃这一套，直接放了狠话：“既然这么爱打架，那今天的下午茶点心就别想了，全都给我回屋待着去。”看这俩皮猴子还不服气，玛格丽特使出了杀手锏：“谁要是再敢顶嘴，我就把这事儿告诉你舅舅。”这一招果然好使，刚才还上房揭瓦的2个小家伙，立马就蔫了，灰溜溜的退出了房间。劳拉在旁边看着，心里大概有了数，能让这俩孩子怕成这样的，估计也就只有道尔顿先生了。玛格丽特倒是挺意外，劳拉怎么一眼就看穿了？劳拉笑着解释：“看孩子们这无法无天的样子，肯定是不怕亲爹费尔法克斯先生的。”玛格丽特无奈地叹了口气，说的一点没错，她丈夫在孩子面前根本没威信，简直就是这俩小子的猎物。在她眼里，她那个弟弟伊安才是孩子们口中真正的恶魔。劳拉却不这么想，在她看来，伊安其实是个心肠很好的人，虽然平时说话确实带刺，但每次提到家里人的时候，那份关心是藏不住的。玛格丽特听完愣了一下，这评价可真够新鲜的，毕竟伊安在伦敦的名声那可是出了名的差。劳拉感叹，伦敦那个地方到处都是虚情假意，像伊安这么真诚的人反而显得格格不入，也正是因为这份难得的真诚，他才愿意把伊安当成真正的朋友。劳拉接着说，比起那些虚伪的客套，他更喜欢有话直说，这话算是说到玛格丽特心坎里去了。他看着劳拉，越看越觉得这姑娘不简单，这种通透的想法确实很难得。与此同时，在庄园的另一边，奥利维亚正急匆匆地往房间赶。奥利维亚就迫不及待地问妈妈：“刚才说新来的家庭教师可能会变成舅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玛格丽特放下茶杯，一脸淡定地解释：“简单来说，就是你舅舅看上了一个年轻姑娘，正好人家在找家庭教师的工作，他就顺手推荐到咱们家来了。”玛格丽特特意叮嘱奥利维亚：“这事儿先提前给你打个招呼，省得你到时候大惊小怪。记住，千万别让你爸爸知道。”奥利维亚听得一愣一愣的，那这个神秘的女人到底是谁啊？玛格丽特缓缓说出了那个名字：“你应该听过潘德尔顿家族吧？她就是劳拉·潘德尔顿。”奥利维亚
这下彻底懵了。堂堂名门望族的大小姐，怎么会跑来给别人当家庭教师？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玛格丽特倒是看得很开，觉得人家肯定有自己的理由。奥利维亚忍不住打听：“那她长得漂亮吗？”玛格丽特随口回了一句：“这谁知道呢？只要你舅舅觉得顺眼，不就行了？”奥利维亚又问了最关键的一点：“那她今年多大了？”玛格丽特叹了口气：“29岁了。”听到这个岁数，奥利维亚整个人都炸了，这简直离了大谱。在他心里，舅舅可是这世界上最完美的男人，怎么会放着大把名媛不要，偏偏去追一个快30岁的老姑娘？奥利维亚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事儿肯定有猫腻。舅舅估计是平时被催婚催烦了，故意找个离谱的人回来，就是为了故意气家里人。妈妈听完只是笑笑，觉得这孩子想象力太丰富。可奥利维亚却坚信自己的判断，像劳拉这种出身名门，却拖到这个年纪还没嫁人，甚至还要沦落到出来找工作，肯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被家里给赶出来了。而且长相估计也拿不出手。奥利维亚越想越坐不住，觉得妈妈必须马上采取行动，绝对不能让舅舅胡来。结果刚走到楼梯口，就撞见一个陌生女人。奥利维亚张口就问：“你是谁啊？”对方听到声音转过头，奥利维亚整个人都看呆了，这跟他想象中的老姑娘完全不是一回事。劳拉礼貌地打了个招呼，笑着自我介绍：“你好，我是新来的家庭教师。”劳拉主动打了个招呼，说自己是新来的家庭教师。结果奥利维亚直接愣住了，这反应搞得劳拉心里也有点打鼓，这孩子应该就是奥利维亚吧？难道家里人没跟他说今天会有老师过来吗？好在奥利维亚很快回过神，大大方方地报了家门，这一举一动确实很有大家闺秀的风范。看来传闻一点都没夸张，这孩子确实懂事的过头了。劳拉赶紧搬出伊安，说听他夸过不少好话，这第一印象算是稳住了。奥利维亚这态度转变的也太快了，他直接把话挑明，说自己根本不是劳拉的学生，没必要套近乎。劳拉还想再争取一下，毕竟以后要住在一起，多个朋友总比多个敌人强，说不定以后还能帮上忙呢。结果奥利维亚根本不领情，让他管好自己的分内事就行，别瞎操心。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这下劳拉彻底懵了，自己到底是哪句话说错了？这豪门家教的工作看来比想象中要难搞得多。就在这时，管家走了过来，打破了这尴尬的气氛，要带劳拉去他的房间。跟着管家穿过走廊，劳拉心里还在犯嘀咕，不过听说新房间视野不错，总算是有个落脚的地方了。劳拉跟着管家进了屋，这一开门，她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哪是家教住的地方啊？劳拉简直不敢相信，这房间大得离谱，装修更是豪气冲天。她赶紧问管家：“这真的是给我的房间吗？”管家淡定地回答：“这是夫人亲自交代的。”劳拉还是觉得不对劲，以前的老师也住这儿吗？结果管家一句话，差点没让她惊掉下巴。他说：“这可是庄园里最好的客房，专门用来招待贵宾的。”还没等劳拉缓过神，精致的点心和红茶就端上来了。管家说离晚饭还有4个小时，让他先吃点垫垫肚子。劳拉坐在桌边，看着眼前这一切，心里直打鼓。这待遇好的有点过头了。原本以为只是份普通工作，结果却被当成贵宾招待。劳拉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管家连晚饭时间都交代了，看来劳拉今晚是要跟这家人同桌吃饭了。这在当时可不常见。按规矩，家庭教师虽然比女仆体面，但终究是个外人，平时的像个透明人一样，绝对不能掺和主人的家宴。可这家的规矩显然跟别处不太一样。劳拉正琢磨着呢，一个热情的声音传了过来：“欢迎你老师。”这位笑得合不拢嘴的男人就是罗伯特·费尔法克斯，他是威廉的大哥，也是这个家的顶梁柱。罗伯特大笑着说：“真没想到新老师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潘德尔顿小姐。”他说自己早就听弟弟还有妹夫提起过劳拉，这热情劲儿让劳拉都有点招架不住了。劳拉客气的回应：“很高兴见到你，费尔法克斯先生。”罗伯特感叹道：“家里人都说欠了你一个大人情，现在把那几个捣蛋鬼交给你，真怕是恩将仇报啊。”他一边说着，一边热情的招呼劳拉入座，说他肯定饿坏了，赶紧先吃点东西垫垫。劳拉算是看出来了，这位家主性格确实够豪爽，甚至有点热情过头了。不过这顿饭看来是能安稳吃下去了。这顿饭吃的那叫一个热闹。罗伯特扯着嗓子喊：“赶紧把甜点端上来！”旁边还有人嚷嚷着要切肉，有人问有没有柠檬蛋糕，简直像个菜市场。劳拉看着眼前这一幕，心里还挺感慨，好久没在这么有生活气息的地方安安稳稳吃顿饭了。但是这顿饭劳拉吃的并不舒坦，总觉得背后凉飕飕的，有一道带刺的目光死死盯着自己。劳拉心里直犯嘀咕，难道自己又在不知不觉中把谁给得罪了？本来只想安安静静过日子，有什么不满倒是直接说出来啊。就在劳拉纠结的时候，罗伯特突然开口了：“老师，你会下国际象棋吗？”劳拉礼貌地回答：“会一点，以前经常陪祖母下棋。”罗伯特一听就乐了，非要拉着劳拉杀一盘。他说跟男人交朋友靠打猎，跟女士交朋友就要靠下棋，这是他人生最大的乐趣。劳拉也没推辞，直接摆开架势，请多指教了。谁能想到这棋局才刚开始没多久，劳拉手起棋落清脆的一声响，将军。这下全场都安静了，罗伯特整个人都傻了，他怎么也没料到这位看起来温温柔柔的老师竟然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罗伯特整个人都傻了，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输得这么快。丹尼尔还在旁边疯狂补刀，说爸爸你都连输3局了。另一个孩子也跟着起哄，说爸爸以前不是自封象棋天才吗？
罗伯特这下是彻底服气了，拉着劳拉不撒手，非要以后每顿晚饭后都杀一盘。玛格丽特在旁边实在看不下去了，让他收敛点，别把老师给烦着。屋里一下子乱成了一锅粥，孩子们吵着要上场替父报仇。劳拉看着这家人打打闹闹，心里倒是觉得挺温馨，但这热闹劲儿对有些人来说就是折磨。奥利维亚抱着书一脸嫌弃，觉得爸爸和弟弟们实在是太吵了，正打算回房间躲个清静。就在这时候，劳拉走到了钢琴边，随着指尖落下，原本嘈杂的客厅一下子安静了。这琴声一出，连想走的奥利维亚都听愣住了。谁能想到这位新老师不仅棋艺高超，竟然还有这一手？玛格丽特忍不住夸赞：“老师，你这琴技也太厉害了！这曲子不是奥利维亚最喜欢的吗？”奥利维亚这下急了：“我哪有说过？”他丢下这句话，头也不回地跑回了房间。这小姑娘明显是害羞了。劳拉看着她的背影，忍不住笑出了声。虽然才来不到一天，但这种自在的感觉让她觉得能在这里待很久。只要再多花点心思，搞定那个傲娇的小姑娘，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夜深人静的时候，劳拉独自站在窗边，看着远处那片漆黑的森林。只要穿过那里，再坐1个小时的马车，就能到怀特菲尔德大厅了。劳拉盯着窗外那片森林，心里默默念叨着：穿过那片林子，就是他所在的地方了。画面一转，穿过幽暗的树林，一座宏伟的大宅子静静地立在夜色里。屋里的烟灰缸里，雪茄还在冒着微弱的火星。看来这屋子的主人今晚也是彻夜难眠。伊安正独自坐在窗台上，看着窗外的月色，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丹尼尔·乔治，伊安面对着2个孩子，语气冷冰冰的说：“新请的家庭教师马上就到，这可是舅舅亲自请来的人。要是敢对老师不礼貌或者不听管教，他绝对会立刻回来收拾这2个小家伙。”伊安盯着他们问：“听明白了没有？”画面一转，来到了邓维尔庄园，劳拉已经坐在了2个孩子对面，他笑着叫出他们的名字：丹尼尔、乔治。看着2个孩子坐得端端正正，劳拉安慰他们不用这么紧张，既然是第一次见面，总得先互相了解一下。劳拉身体微微前倾，语气温柔地问：“能不能先跟老师说说，你们平时都有什么爱好？”结果这2个孩子谁也没敢先开口，憋了半天，总算有一个开口了，说是喜欢游泳。劳拉顺着话头问了一句：“在哪儿游啊？”小家伙指了指后花园的方向，说：“穿过花园就能看到一条河。”这一夸他们厉害，2个孩子明显放松了不少，话匣子刷的一下就打开了，又是钓鱼又是抓兔子，甚至还学会了做弹弓打大鸟，看来平时没少在外面疯玩。劳拉趁热打铁，赶紧把话题往书本上引，问他们平时都爱看什么书。瞧这聊得热火朝天的劲儿，看来劳拉这第一步是走对了，先聊兴趣再谈学习。这帮孩子果然吃这一套，只要能让他们开口说话，接下来的事情可就好办多了。聊了一阵子，劳拉发现这2个孩子虽然容易走神，但讲起书里的故事还挺顺溜，只要定好规矩玩游戏，他们也能愿赌服输。看来智力方面完全没问题，只要正式开始上课，应该能跟上进度。可现在最大的麻烦是，这2个小家伙根本坐不住，屁股底下像长了钉子一样，这可怎么整？就在劳拉琢磨对策的时候，孩子试探着问：“老师，今天能不能先到这儿？”劳拉干脆顺水推舟说：“今天可以先休息，不过你们能不能带我去看看你们最喜欢的那个森林？”一听这话，2个孩子高兴坏了，看来这招投其所好确实管用。画面一转，一阵刺耳的琴声传了出来，这调子明显不对劲。玛格丽特皱着眉头说：“微微，你弹得我耳朵都疼了，能不能睁开眼睛正常弹？”结果女孩脾气还挺大，直接顶了回去，说自己必须得这么练。孩子们兴奋的不行，一边跑一边催劳拉快点。看这架势，劳拉已经彻底搞定这2个小家伙了。日子过得飞快，转眼1周就过去了。这天劳拉刚进屋，就被眼前的小家伙给萌到了。玛格丽特笑着介绍说：“这就是家里的小宝贝伊恩。”玛格丽特问要不要抱抱他，劳拉哪见过这么可爱的孩子，整个人都快被融化了。玛格丽特笑着说：“这孩子一点都不认生，虽然跟那位道尔顿先生同名，但这性格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劳拉抱着孩子问：“他长得像道尔顿先生小时候吗？”玛格丽特打趣说：“简直一模一样，不过咱们小伊恩可比他舅舅帅多了。”玛格丽特一边喝茶一边打听那2个捣蛋鬼最近听不听话，看劳拉最近整天陪着他们到处跑，估计累得够呛。劳拉笑着摆摆手说：“他们其实特别乖，今天上课的时候竟然破天荒坐满了1个小时，这确实不容易。”劳拉觉得只要能跟孩子们交心，剩下的事儿自然就顺了。玛格丽特听完心里挺感慨，这才刚过了1周，劳拉带来的变化确实不小。以前那些家庭教师只知道死板的守规矩，结果把孩子们逼得越来越叛逆，最后全都无功而返。可劳拉不一样，她愿意陪着孩子们去爬山玩水，哪怕弄得满身泥巴也不在意。这种法子反而一下子抓住了孩子们的心。玛格丽特本来还担心像劳拉这样出身高贵的千金小姐会受不了这种苦，没想到她为了教好孩子，竟然能做到这一步。聊着聊着，劳拉突然想起一件事，说自己给小伊恩带了份礼物。劳拉拿出的这份礼物，竟然是一本亲手抄写的寓言集，这可是她在女校读书时一笔一划攒下来的宝贝。当初答应过道尔顿先生要把这些送给孩子，没想到今天能亲手交到这家人手里。玛格丽特翻开书一看，这下彻底被惊艳到了，这不仅是手抄本，里面竟然全是法文。劳拉解释说自己在女校时跟外教学过，听说读写都没问题。这下2人的话题一下子就打开了。奥利维亚顺嘴打听起劳拉在伦敦社交界待了多久，12年。
这个数字一出来，奥利维亚半天没说出话来，这时间长的都快赶上他自己的年。既然在伦敦待了这么久，奥利维亚试探着问：“那几位大名鼎鼎的伯爵夫人，你该不会也认识吧？”劳拉点点头，那几位可都是名人，当然听说过。劳拉这背景简直深不可测，那些大名鼎鼎的伯爵夫人，竟然全是他家里的老熟人。听完这些，奥利维亚整个人都听呆了，这哪是普通的家庭教师，这简直是请了个活教材回来。玛格丽特趁机聊起，奥利维亚3年后就要去伦敦社交界了，可这孩子总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尤其是法语愁的不行。劳拉笑着安慰，爱学习是好事，但伦敦其实没那么可怕，跟咱们这儿也差不了多少。奥利维亚可不信，说听姑妈讲伦敦的名媛个个法语流利，还得精通5种乐器。劳拉听完直接乐了，说那都是吓唬人的，大家都是普通人，哪有传闻中那么夸张。看着奥利维亚紧张的样子，劳拉认真的告诉他，以他现在的水平，现在去伦敦出道都绰绰有余。这话一出，奥利维亚整个人都亮了。劳拉看这孩子确实想学，干脆主动请缨，说以后由他来教奥利维亚。玛格丽特一听有点犹豫，怕劳拉带2个捣蛋鬼已经够累了，再加一个怕他吃不消。劳拉倒是挺大方，说每天早上抽1-2个小时就行，反正奥利维亚基础好，教起来一点都不费劲。奥利维亚这小脾气还挺硬，嘴上说着劳拉又不是法国人，结果劳拉一句话就给他台阶下了，说自己也得找人练练口语，咱们这叫互相切磋。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奥利维亚总算点头答应了。这下家里的学习氛围算是彻底带起来了，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劳拉来到邓维尔公园，已经整整10天了。就在这时，那个一直没露面的男人终于坐不住了。伊安之前怕给劳拉压力，一直忍着没去打扰，可这心里始终放不下，总惦记着她到底适应的怎么样。这不，他还是亲自找过来了。他正走着，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嬉闹声，这声音听着耳熟，难道是孩子们在那边？他赶紧加快脚步想过去看个究竟，结果还没等他站稳，意外就发生了。只听见砰的一声，一个身影直直的撞了过来，两人谁都没躲开，结结实实的摔在了草地上。劳拉被撞得晕头转向，一边道歉一边解释，说自己正追着孩子们跑呢，根本没注意看路。可等他抬起头看清眼前这个人的长相时，整个人都愣住了。道尔顿先生，本来气氛就够微妙了，结果这一下直接撞了个满怀。劳拉吓得叫出了声，道尔顿先生。伊安也没想到这突如其来的接触让场面一下子更乱了。等两人好不容易站稳，劳拉赶紧拉开距离，道尔顿先生，真对不起，你没受伤吧？伊安倒是挺大度，我没事，这点小事不用放在心上。劳拉这才松了口气，总算没出什么大乱子。劳拉赶紧解释说最近一直跟孩子们待在一起，结果自己也变得冒冒失失的。伊安倒是一点没怪他，反倒说是自己突然出现，才撞上了在林子里跑的劳拉。劳拉这会儿才反应过来，天哪，看我这一身乱七八糟的，头发肯定也全毁了，这下真是丢死人了。就在劳拉手忙脚乱的时候，伊安突然凑了过来，这一下让劳拉完全没法动弹了。伊安轻声解释，你头发上沾了片叶子。这原本尴尬的气氛怎么反而变得更微妙了？本来那点暧昧刚到火候，结果两个小家伙唰的一下直接把这气氛给撞碎了。伊安赶紧拉开距离，拿出了长辈的威严问，你们现在不该在教室里吗？孩子们赶紧拿橡果当挡箭牌，劳拉也在旁边帮着打圆场。伊安这才松了口，打发他们去大门口等着。等这俩小调皮跑远了，伊安转过头来，语气一下子变得特别认真，说自己这段时间确实疏忽了。他问劳拉在这里住的怎么样，有没有受什么委屈？劳拉笑着说，大家对自己都太慷慨了，甚至有点好过头了。他还开起了自己的玩笑，说来这儿之后腰围都粗了2英寸，主要是费尔法克斯先生太热情，每顿饭都变着花样赛吃的。劳拉忙了一整天，肚子早就饿扁了，根本没法拒绝这些美食。照这个速度吃下去，劳拉担心明年所有的衣服都得改尺寸了。看着劳拉滔滔不绝的样子，伊安心里也有了变化。他发现劳拉的气色比上次见面时好太多了，整个人都在闪闪发光。聊着聊着，伊安也打开了话匣子，说这片森林其实也是他小时候的秘密基地。劳拉听得一愣一愣的，原来伊安8岁那会儿整天跟威廉在这儿疯跑，这地方对他来说就跟自家后花园没区别。劳拉忍不住感叹，那这次回来岂不是像回到了童年？这话题一开，两人的距离又拉近了不少。劳拉听着听着就开始脑补伊安小时候的样子，8岁的他个头应该比乔治高一点，但还没到丹尼尔那份上，估计那会儿他就已经是这种嘴硬心软的性格了。光是这么一想，劳拉就觉得这反差萌简直绝。结果劳拉一个没忍住，直接笑出了声。伊安一脸莫名其妙，问他到底在笑什么。劳拉也没藏着掖着，直说自己在想他小时候的事，还说这种感觉特别暖心。这下轮到伊安接不上话了，暖心这词用在他身上还真是头一回。两人边聊边走，没一会儿就回到了大宅子，还没进门呢，就听见那几个小家伙又闹开了。丹尼尔这小子跑得最快，非要争个第一不可。看着这帮精力旺盛的孩子，伊安也只能感叹年轻真好啊。既然已经把人送到了，劳拉也打算先回房间休息。他笑着跟伊安告别，说自己这就上楼去了。伊安点了点头，特意叮嘱了一句，那咱们晚餐时间见。看着劳拉上楼的背影，伊安站在原地半天都没挪窝。他现在心里美得不行，自己最心爱的女人竟然就住在他童年长大的地方，这种感觉简直太幸福了。结果这副痴汉样全被旁边的女人看在了眼里。玛格丽特忍不住调侃道，我的好弟弟，你现在的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茶室里，玛格丽特一开口就是埋怨，怎么现在才舍得露面？
还以为你早就按捺不住，天天都要往这儿跑呢。易安倒是很冷静，他说要是表现得太急，反而会招来不必要的怀疑。易安话锋一转，打听起劳拉的近况，结果得到的评价简直让人大吃一惊。这姑娘的适应能力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强。当初看她那副柔弱的样子，谁都担心她会被那几个调皮捣蛋的男孩子给折腾坏了。可谁能想到呢？前2天劳拉竟然直接爬上了那棵百年老榆树。没错，就是易安小时候最爱爬的那一棵。玛格丽特却笑得合不拢嘴，说这就是劳拉的高明之处。打从进门第1天起，他就知道该怎么收服那2个混世魔王了。玛格丽特继续爆料说，那几个皮猴子现在简直成了劳拉的小跟班，每天变着法儿的讨好她，摘花的摘花，找果子的找果子，就差没把心掏出来了。别看奥利维亚平时傲娇，其实心里也稀罕的紧，嘴上说着没兴趣，脚却不听使唤，整天就在劳拉跟前晃悠。听到这儿，易安嘴角都快压不住了。玛格丽特放下茶杯，感叹劳拉确实不一般，不像别的千金大小姐，整天只知道做着绣花，就她这浑身使不完的劲儿，以后生5个娃估计都不费力。易安赶紧打断，说自己根本没往那方面想。玛格丽特笑了笑，说劳拉不仅聪明善良，最难得的是她真的很懂。易安这下真愣住了，她才来多久，真的能看透自己吗？玛格丽特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没错，她太了解你了，知道你说话带刺，脾气又臭，还是个爱干净到过头的怪人。玛格丽特接着说，劳拉其实心里清楚，你这人就是嘴硬，心肠其实一点都不坏。要是换做我，绝对不会放走这个机会。像她这么优秀的姑娘，错过可就再也遇不到了。易安听完，嘴角微微一扬，语气里满是志在必得。我早就说过了，她迟早会是我的。玛格丽特忍不住调侃，你这自信到底哪来的？叶安站起身说自己费了那么大劲，把他从伦敦一路带回来，甚至不惜自毁名声去演一个花花公子，难道大费周章做这些，只是为了让他来家里当个家庭教师？他这副势在必得的样子，显然已经筹谋了很久，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奔着让他当新娘去的。玛格丽特却一针见血，直接泼了一盆冷水。可我看劳拉现在的样子，对你除了朋友情谊，好像还没那方面的意思。那你到底打算怎么让他动心呢？劳拉这人实在太清醒了，她比谁都清楚自己的身份，就算哪天真的动了心，为了不给你添麻烦，她也只会选择一个人离开。叶安听完反而笑得更有深意了，既然这样，那就只能换个法子了。此时的劳拉还在屋里，对自己接下来的命运浑然不知，叶安却已经布好了局，我要让她彻底爱上我，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的喜欢，而是要让她爱到骨子里，哪怕是死，也绝对舍不得离开我半步。一晃几周过去了，劳拉这日子过得还算清闲，正带着2个孩子在户外认字呢。这几个小家伙可不好糊弄，当场就给劳拉纠错，说这个词根本不是动词。劳拉也乐得跟他们闹成一片。趁着孩子们跑去树林里寻宝，劳拉刚想歇口气，结果一转头发现身后竟然站着个人。谁能想到易安会在这时候出现？看他这副样子，估计已经在那儿站了好半天了。劳拉赶紧打了个招呼，道尔顿先生，您又是来写生的吗？易安坐到他身边，感叹这阵子2人在树林里碰面的次数确实有点多。劳拉心里直犯嘀咕，怎么每次自己最狼狈的时候都能撞见他？反观这位道尔顿先生，永远都是一副从容优雅的样子。易安一边削着铅笔，一边关心地问，最近住的还习惯吗？劳拉还是那句话，一切都好，没什么不方便的。易安又问，那几个孩子没给你添麻烦吧？劳拉看着远方，虽然偶尔会吵闹，但孩子们还是很听话的。易安听完，语气里带着点深意，那对他们来说可真是件幸事。不知不觉，劳拉来到这里快1个月了，直到现在他还觉得像做梦一样，脚下的土地，林间的空气，甚至每天早上的日出，都让他开始有了新的期待。劳拉这番话算是彻底交了心。他说以前没人能聊这些，所以特别高兴易安能过来。易安听完这心里估计也挺受用，他说能听到这些真是太好了。看着这片林子，劳拉突然感慨起来，说他其实挺羡慕易安能在这种地方长大。聊着聊着，劳拉的好奇心上来了，他盯着那本画册问，这里面画的全是动维尔公园吗？易安也没藏着，说只要一到这儿手就停不下来，满脑子想的都是把这儿画下来。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易安干脆把画册递过去，问劳拉想不想看看。劳拉当然求之不得，这一翻开，整个人都看进去了。他一眼就认出了画里的老榆树，还有那个孩子们带他去的秘密基地，这画的也太传神了。结果易安随口一说，那个地方是他和威廉多年前发现的。劳拉这下反应过来了，难道这本画册他从还没长大的时候就开始画了吗？易安点点头，承认了这本画册确实有些年头。劳拉翻着翻着，发现里面全是那2个小侄子小时候肉嘟嘟的模样。劳拉看得入迷，忍不住感叹，这画里的人和景怎么就能画得这么有灵气？他好奇地问易安，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独门秘诀？易安倒是没卖关子，他说这事儿其实挺简单，他这辈子只画那些能让他感兴趣的东西，这是他老师教的，只有真正吸引你的东西才能画出最好的样子。这话听着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正聊着呢，那2个去寻宝的小鬼头一溜烟儿的跑了回来，兴奋地大喊着说他们把拉丁语动词全找齐了。劳拉赶紧起身去瞧瞧，这温馨的一幕全落在了易安的眼里。孩子们这趟宝藏寻得不错，丹尼尔成了最后的大赢家，这一场闹腾总算是圆满收场了。转头到了屋里，劳拉陪着玛格丽特一边忙活，一边打听起了易安的事。劳拉好奇地问，道尔顿先生是不是经常来这儿写生？玛格丽特笑了笑，说这可是他打小就有的爱好，这一画竟然就画了这么多年。
原来易安8岁那年就开始拿画笔了，那时候他一个人在白田庄园，没人陪着，只能靠画画来打发时间。玛格丽特看着劳拉问：“他是不是给你看那些画稿了？”劳拉点点头，打心底里觉得那些画确实画得极好。玛格丽特感叹，要是他不是家里的长子，说不定现在早就是名满天下的画家了。可惜呀，身份这东西有时候就是一种枷锁。劳拉却说他现在把家业打理得很好，也打心底里爱着那片庄园，所以没成为画家对他来说可能不是个遗憾。玛格丽特听完劳拉的话，忍不住感叹：“你果然是最懂易安的人。”劳拉倒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他说自己只是把心里的真实感受说出来了。玛格丽特接着往下聊，他说以前在伦敦的时候，只要易安提起白田庄园，那语气里的自豪和疼爱，简直就像父亲在谈论自己的爱。对易安来说，白田庄园早就刻进了骨子里，那是他的根，也是他所有的快乐和慰藉。就在这时，易安爽朗的笑声从屋子里传了出来，这气氛听着倒是挺欢快。玛格丽特看着窗外感慨，也许这就是出生在白田庄园的人逃不掉的宿命。只要你爱上了这片土地，这辈子恐怕都很难再离开了。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几周时间就这么溜走了。悠扬的琴声在大厅里回荡，这几周过去，庄园里总算热闹了一回。谁也没想到奥利维亚这一出手，直接把全场都给惊艳到了。大家伙儿围坐在一起，夸赞声就没断过。不仅琴弹得好，连刚才那首法语诗也念得地道。奥利维亚倒是挺谦虚，说这都是特训出来的结果。瞧这架势，这背后的功夫肯定没少下。今天是莉迪亚的生日，奥利维亚特意准备了这场表演，就是为了给她个惊喜。莉迪亚连声说着谢谢，看起来对这份礼物很满意。可这热闹的背后，总让人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刚才那场表演还有那首诗，是不是表现得有点太完美了？奥利维亚在那儿聊得起劲，说现在的伦敦社交界早就变了天了。大家伙儿听得一愣一愣的，这小丫头片子怎么懂这么多？奥利维亚也没藏着掖着，说这都是劳拉教她的。这话一出口，在座的各位全傻眼了。堂堂名门望族的千金，竟然沦落到给人当家庭教师。莉迪亚听了这话，脸上的笑意可就有点深了。她说自己表哥确实认识劳拉，但也就是场面上见见，根本算不上熟。毕竟像劳拉这种身份的人，谁敢走得太近啊？万一坏了名声，那可就要不偿失了。奥利维亚一听这话，直接把脸沉了下来。你说的这种人到底是指谁啊？莉迪亚这嘴可真是一点不饶人。她笑着看向奥利维亚，说你就别在这儿装糊涂了。奥利维亚还没反应过来，莉迪亚就直接把话挑明了。她说自己指的就是劳拉的身世问题。这话一出口，屋子里的气氛瞬间就变了。老师的出身有问题。这话一出口，奥利维亚明显有点接不住了，只能硬着头皮反问一句：那又怎么样？莉迪亚看热闹不嫌事大，还阴阳怪气的夸奖说奥利维亚家里真是开明，连这种事都不在乎。周围的人全被勾起了好奇心，非要打听个明白。莉迪亚慢悠悠的开口说，劳拉之所以嫁不出去，是因为身上有个致命的污点，她现在用的根本不是父姓，而是跟着亲妈姓。真相简直比故事还离谱，原来他妈当年跟个美国人私奔，还没结婚就生下了他。这消息一出，全场瞬间炸开了锅。谁能想到平时端庄优雅的劳拉竟然是个私生女？流言蜚语一下子传开了，大家都在背后指指点点，觉得劳拉这种出身怎么配给奥利维亚当老师，甚至还有人装模作样地感叹说真替这孩子感到不值。奥利维亚可不吃这一套，他放下茶杯，语气非常坚定，出身根本不重要，我们家雇佣劳拉完全是看中了他的才华。可旁边的莉迪亚还是不依不饶，非说什么龙生龙凤生凤，万一奥利维亚被带坏了怎么办？奥利维亚冷笑一声，这偏见也太荒谬了。劳拉不仅是伦敦名校毕业，社交圈子也全是大人物，论教养他比谁都优秀。这番话直接把对方给对哑火了，谁也没想到奥利维亚会这么护着一个家庭教师。紧接着奥利维亚又抛出一个重磅炸弹，他说劳拉跟自己的舅舅们关系都很好，尤其是伊安。一听到这个名字，周围的名媛们全都坐不住了，那可是怀特菲尔德庄园的主人，出了名的英俊多金。大家伙儿的口风转得比翻书还快，赶紧凑上来打听劳拉和伊安真的那么熟。奥利维亚淡定的给出了最后一击，劳拉能来家里任教，那可是伊安舅舅亲手写的推荐信。这下子谁还敢再说劳拉半句坏话？奥利维亚这一招确实厉害，直接把伊安搬出来当靠山，谁还敢有异议？他盯着带头挑事的莉迪亚问，你说是吧？对方哪还敢乱说话，只能尴尬的陪笑，连声说是。奥利维亚趁热打铁，直接把话挑明了，以后谁要是再敢乱嚼舌根，那就是跟他们家过不去。毕竟现在的劳拉已经是被全家认可的一份子了。这番话一出，风向唰的一下全变了，刚才还在嫌弃劳拉出身的人，现在全都在打听这位潘德尔顿小姐，甚至还想请她来讲讲伦敦的趣闻。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庄园里，玛格丽特正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难得有这么清闲的时候，她正摆弄着手里的纸牌，结果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奥利维亚直接冲了进来，张口就喊了一声妈妈。这一下可把玛格丽特吓得不轻，手里的牌撒了一地。玛格丽特这边还在提心吊胆，生怕被人撞破秘密，赶紧把手里的牌收好，装出一副正在刺绣的样子。这豪门儿媳妇真是不好当，为了在未来的小姑子面前维持住端庄优雅的形象，玛格丽特感觉整个人都要累瘫了。可还没等她喘口气，奥利维亚突然凑过来问，妈妈，那件事你知道了吗？玛格丽特一头雾水，什么事？奥利维亚扯着嗓子喊，就是老师是私生女的事啊。这消息简直像长了翅膀，连小孩子都知道了。
玛格丽特赶紧一把捂住他的嘴，顺手把门锁得死死的。这种事哪能乱说？他严肃地警告奥利维亚，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奥利维亚还是不服气，觉得这事儿太大了，必须得赶紧告诉伊安舅舅，万一舅舅被骗了怎么办？结果玛格丽特接下来的话，直接让奥利维亚傻眼了。你以为这消息是谁告诉我的？就是你伊安舅舅亲口说的。奥利维亚整个人都懵了，既然舅舅早就知道真相，难道他还是打算要娶这样一个女人吗？这简直太荒谬了！奥利维亚急得直跳脚，觉得这门亲事绝对不行。可玛格丽特却表现得异常淡定，这种事轮不到小孩子来管。他甚至反过来教训女儿：既然你舅舅都不介意，你在这儿瞎操什么心？奥利维亚怎么也想不通，妈妈平时那么挑剔的一个人，怎么这次居然不拦着点？就算急着要个继承人，这也太离谱了。奥利维亚越说越激动，看玛格丽特没反应，他干脆把话挑明了：既然你当姐姐的不拦着，那我就亲自去。他甚至打算现在就冲过去，当面告诉那位老师，让他趁早死了，别做梦嫁进他们家。玛格丽特这下真的生气了，直接喊出了女儿的全名：奥利维亚·费尔法克斯。这语气一重，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就变了。玛格丽特严肃地提醒他：你这么闹只会毁掉你舅舅的幸福。可奥利维亚根本听不进去，他觉得这不仅是舅舅的事，更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名誉。他甚至都想到了以后，万一哪天自己要出嫁，婆家要是查起亲戚的底细，发现有个私生女出身的舅妈，那他还怎么抬头做人？听到这儿，玛格丽特忍不住冷笑一声：这孩子想的也太远了。玛格丽特调侃道：能查血统查得这么仔细的男人，起码也得是个王子吧？你这还没瘾的事，倒是操心起舅舅的婚事来了。奥利维亚被对的没话说，只能在那儿生闷气。玛格丽特收起笑脸，最后一次警告他：这件事你绝对不能插手，不管外面怎么转，伊安是真心喜欢那位老师，而且在他看来，那位老师的人品绝对没问题。玛格丽特觉得只要伊安喜欢，出身什么的都不重要。可奥利维亚却不这么想，他觉得现实远比感情残酷。奥利维亚一脸严肃地提醒：如果伊安舅舅真的娶了她，那道尔顿家未来的孩子注定会成为所有人嘲笑的对象，就像当年的安德森法官家一样。那可是个在约克郡受人尊敬了150年的名门望族，法官本人也娶了名门闺秀，在外人眼里那是绝对的模范家庭。可谁能想到，这位法官背地里却犯了个大错，他竟然瞒着所有人，在外面偷偷养了第二个家。这件事被揭穿后，整个家族的名声彻底臭了。他在外面生的那3个女儿，成了上流社会避之不及的瘟神。别说正经人家不愿跟他们来往，就连家里的仆人，甚至去教堂做礼拜的普通人都打心底里瞧不起他们。结果这几个女孩明明到了该社交出嫁的年纪，却只能像囚犯一样，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敢出门。听完女儿这番话，玛格丽特看着手里的纸牌，也不得不承认，奥利维亚担心的确实有道理。如果伊安真的坚持要结婚，那整个约克郡的唾沫星子恐怕要把他们家给淹了。奥利维亚越说越来劲，他觉得一旦伊安舅舅结了婚，以后生下的孩子注定要一辈子活在流言蜚语里。他盯着玛格丽特问：难道你真的觉得这样也没关系吗？他们必须得为这种后果做好准备。玛格丽特听完却表现得很冷静，她觉得这世上任何珍贵的东西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更何况玛格丽特一直看不惯那种动不动就排挤别人的做法，父母犯下的错凭什么要让无辜的孩子来承担？奥利维亚听得一愣一愣的，他虽然一直觉得妈妈不一般，但没想到妈妈的思想居然这么前卫。就在这时，玛格丽特眼疾手快的把桌上的纸牌全部收了起来，动作利索的不像话。紧接着，房门被人轻轻推开，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劳拉笑着打招呼：奥利维亚小姐，你回来了，今天跟朋友们玩得开心吗？画面一转，劳拉正和奥利维亚在花园散步。小姑娘今天心情不错，一直在显摆自己的法语进步神速，说大家伙儿都被她惊艳到了。劳拉听了也是一脸欣慰，直夸这是奥利维亚自己努力的结果。当老师的这么给面子，按理说奥利维亚该高兴才对，可他这会儿却显得有点犹豫。他突然停下脚步，小声喊了一句老师。奥利维亚试探着问：老师，你以前在伦敦的时候，追求你的人是不是特别多？毕竟像你这么漂亮的人，肯定不缺想求婚的贵公子吧？劳拉倒是挺坦诚，直接给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他说自己在社交界其实一点都不受欢迎。这话一出，奥利维亚整个人都愣住了。在他看来，劳拉长得这么出众，只要他愿意，什么样的男人嫁不了？怎么可能没人追呢？奥利维亚眼珠子一转，立马有了个新主意。既然老师还没着落，那干脆由他来牵线搭桥，给奥利维亚介绍个对象。这小算盘打得可真响，只要把老师介绍给别人，那舅舅伊安那边不就彻底没戏了吗？他先是给劳拉安利起家里的私人医生，说人家不仅长得斯文，性格还特别温柔。见劳拉没吭声，他又打起了裁缝的主意，说妈妈常去的那家店里也有不少优秀的单身汉。可劳拉哪您看不出他这点小心思？他直接一句话就把奥利维亚给问住了：费尔法克斯小姐，你是不是听到什么关于我的传闻了？这一下把旁边的奥利维亚问住了，他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劳拉倒是看得很开，他觉得结婚确实挺好，能和爱的人在一起组建一个家庭。但他话锋一转，说自己很满意现在的状态，这种平静又充实的日子他已经很久没体会过了，所以他想就这么一直过下去，暂时不想有什么改变。奥利维亚听完根本不信，放着好好的贵族生活，不过跑来给别人当女仆，这怎么可能开心？他还是不死心，又追问了一句：要是真有个完美的绅士跑来向你求婚呢？劳拉摇了摇头，就算真的发生了，我也只能拒绝。
毕竟我的出身只会给对方带来麻烦。奥利维亚还是不肯死心，他觉得万一呢？万一有个超级大富豪疯狂的爱上了你，他会送你数不清的珠宝，带你去国外的别墅生活，根本不在乎那些所谓的流言蜚语。劳拉听完笑了笑，费尔法克斯小姐，这只是个美好的幻想，现实是残酷的，贵族只会找门当户对的，而像我这样的人，顶多嫁个中产阶级。奥利维亚还想再争取一下，可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劳拉直接打断了他。不，事情不是那样的，爱这种东西其实没那么伟大，刚开始确实很甜，但它就像容易变质的甜，它根本没办法帮你对抗现实的残酷。奥利维亚整个人都听傻了，他从没见过劳拉说话这么果断。劳拉也意识到自己说的有点重了，他让奥利维亚别把这些话太放在心上。劳拉最后叮嘱了一句，以后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我的话，那些只顾着浪漫却不管现实的人，最后都没什么好下场。说完这些，劳拉赶紧换了个话题，让奥利维亚读几首法语诗听听。转眼到了晚上，奥利维亚把白天的对话全告诉了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听完都惊了，你居然真敢问他这个？不过仔细想想，劳拉会有这种想法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毕竟摊上那样的父母，他这辈子估计都在替家里还债。玛格丽特心里很清楚，就算劳拉再优秀，在那些大人物眼里，她也永远成不了真正的千金。这种出身带来的烙印，哪是那么容易就能洗掉的？玛格丽特叹了口气，就算劳拉出身再好，那些人也不会把伯爵女儿当回事，当面吐口水是不至于，但背地里的指指点点，还有那种刻意的排挤，才是最伤人的。伦敦那个地方折磨人的手段多着呢，劳拉在那儿待了这么久，肯定吃了不少苦。玛格丽特越想越心疼，忍不住感慨了一句：“真是个可怜的孩子。”奥利维亚突然想到了什么，他问玛格丽特：“如果劳拉知道舅舅对她的心意呢？她还会拒绝吗？”玛格丽特摇了摇头，劳拉太聪明了，她早就从那些不幸里看透了这个世界的规则，她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现在的身份，更不会做出越界的事情。这种卑微的自觉，是她用前半辈子才学会的教训。玛格丽特看着窗外，恭喜你啊，奥利维亚，你舅舅和劳拉老师这辈子恐怕都没机会在一起了。画面一转，时间回到了白天，劳拉正耐心地教奥利维亚学习语法。他翻开书，打算先给学生做个示范。奥利维亚看着眼前的劳拉，心里怎么也想不通，这么优雅聪明的老师，居然被家里拖累了一辈子，这世道也太不公平了。课刚讲完，奥利维亚就忍不住开了口：“老师，关于你父母的事，我全听说了。”劳拉倒是一点没避讳，反而表现得很坦然，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想问的。奥利维亚替老师觉得委屈，你替他们背了这么多债，难道心里就一点都不恨吗？要是换做别人，恐怕早就崩溃了。可劳拉只是笑了笑，顺手解开了脖子上的项链。费尔法克斯小姐，你想看看这个吗？奥利维亚凑过去看了一眼，还以为那是劳拉自己的画像。劳拉轻声解释：“不，这是我母亲。”两人长得简直一模一样。奥利维亚看得眼睛都直了。劳拉接着说：“这是我父亲当年第一次见到我母亲时偷偷画下来的。那时候的父亲才21岁，还是个满腔热血的画家。谁能想到后来的故事会变成那样？”劳拉继续讲着：“当年他父亲去潘德尔顿家，本来是给祖母画肖像的，结果谁能想到他竟然对劳拉的母亲一见钟情了。那时候祖母管得严，总是把女儿带在身边，两人只能隔着一张画布，天天这么对望着。既然明面上不能在一起，父亲就把这份心思全藏进了画里。每天回到房间，他都会凭着记忆偷偷画下母亲的样子。就在画快要画完，父亲马上要离开的前一晚，一个女仆突然敲开了他的门。女仆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的话简直大胆到了极点：如果你真的没法从我身上移开视线，那就带我走吧。谁也没想到这两个人真的豁出去了，就这么直接私奔了。奥利维亚听得整个人都傻了，这简直比小说还要刺激。当时他母亲吓坏了，生怕被家里人抓回去，偏偏他父亲又是美国人，根本不懂这里的法律，两人连个正式手续都没有，就这么私定终身了。本想着等风头过去再去补办个像样的婚礼，可谁能想到母亲身体本来就弱，怀孕期间又染上了流感，最后在生下劳拉的时候就这么撒手人寰了。这件事成了父亲一辈子的痛，他总觉得是自己太无知才害了最爱的人。奥利维亚听入迷了，他觉得这不怪任何人，毕竟他们是因为真爱才选择冒险的。要是当初能顺利到达目的地，结局肯定完全不一样。劳拉笑了笑，谢谢你能这么想，费尔法克斯小姐。奥利维亚追问道：“那后来你父亲去哪了？”劳拉摇了摇头，等他长大后再去寻找，却发现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叫那个名字的。劳拉叹了口气，他大概是回美国去了吧。就像你说的，奥利维亚，我也曾怨恨过他，可我不想否认他们曾经深爱过彼此，这是不争的事实。我只是经常会想，如果当初命运能稍微偏爱他们一点，要是他们现在还能陪在我身边，那该有多好。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几周后，费尔法克斯家的大宅里又有了新动静。伊安站在窗边往下看，正好瞧见劳拉正带着奥利维亚在散步。看着窗外这一幕，伊安忍不住感叹了一句：“看来奥利维亚现在是真的很喜欢这位潘德尔顿小姐啊。”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夏天就过去了。邓维尔庄园迎来了秋天，劳拉也慢慢适应了这里，开始和庄园里的人打成一片。不过有个人的心思可一直没变过，那就是伊安。他总是守在劳拉身边，但表面上又装得特别淡定，不管是来的次数还是说话的语气，都跟平时没两样。所以除了他自己，谁也没瞧出这里面的猫腻，甚至连劳拉都没发现这个男人其实一直在克制。可偏偏有人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玛格丽特正坐在一旁看好戏呢，她忍不住笑出声来：“我的天啊，你只要一有机会
就表现得这么纠结，明明心里急得不行，面上还要装出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清高样。这下好了，伊安的小秘密算是被人当众戳穿了。被戳中心事的伊安赶紧让玛格丽特闭嘴，他解释说自己这么小心翼翼也是为了稳妥起见。玛格丽特笑着附和：行行行，你说的都对，要是让那位小姐察觉到你的心思，那你之前的努力可就全白费了。不过比起在伦敦的时候，你们现在的进展已经算很快了吧？伊安没接话，过了好半天他才低声回了一句：那可不一定。虽然在邓维尔庄园这段日子，两人的关系确实亲近了不少，但他们之间始终隔着一道看不见的线，那是男人与女人，绅士与家庭教师，更是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鸿沟。其实他们心里都清楚，这道线就在那里。劳拉一直守着规矩不敢越雷池一步，可伊安想的却是怎么才能彻底跨过去。伊安站在窗边看着楼下草坪上的身影，玛格丽特说的没错，奥利维亚现在确实离不开劳拉了。玛格丽特接着调侃：何止是喜欢啊，那孩子简直把劳拉当成了偶像，整天缠着人家问东问西，甚至还把自己最宝贝的丝绸蕾丝拿出来给劳拉做礼物。听到这儿，伊安不仅没生气，反而像是想到了什么好主意。看来我必须找奥利维亚帮个忙了。玛格丽特一脸纳闷：帮什么忙？伊安看着窗外，语气里全是势在必得。当然是帮我和那位潘德尔顿小姐再离得近一点。玛格丽特听完，整个人都愣住了，她觉得伊安简直是在玩火。你认真的吗？别忘了奥利维亚小时候可是亲口向你求过婚的，这小姑娘的心思你可千万别不当回事，万一她发现你在利用她，转头就把你的计划全告诉劳拉，到时候看你怎么办。伊安倒是一点不慌，他觉得自己的外甥女没那么不懂事，只要她亲自出马，这事儿准能成。伊安这回是真舍得花心思，居然专门空出时间请奥利维亚单独喝茶，这待遇可是头一回。奥利维亚整个人都飘了，觉得自己像个真正的淑女，毕竟对面坐着的可是他最崇拜的绅士。伊安放下茶杯，语气温柔的不像话。他说：奥利维亚最近越来越有大家闺秀的样子了，这夸奖谁听了不糊涂？他顺势把功劳全推到了劳拉身上，想听听孩子眼里的他是什么样。提起劳拉，奥利维亚那叫一个赞不绝口，说她又聪明又勤快，简直就是完美的榜样。听到这些，伊安嘴角都快压不住了，他故意感叹像劳拉这么优秀的人，自己平时连想都不敢想。铺垫了这么多，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他看着奥利维亚说：其实我有个忙想请你帮一下。伊安放下茶杯，直接开门见山了：你应该从你母亲那听说了，我想让劳拉成为我的妻子，所以才推荐她来当家庭教师。他这招以退为进玩的真溜，说自己和劳拉之间阻碍太多，甚至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可劳拉却不这么想，她总是守着那点规矩，死活不肯往前走一步。伊安看着奥利维亚，语气里满是诚恳：我想打开她的心扉。奥利维亚，这件事只有你能帮我。本以为这小姑娘会满口答应，谁知道奥利维亚沉默了半天，居然拒绝了。舅舅，别的事情我都能答应你，唯独这一件不行。这下轮到伊安懵了，赶紧追问为什么。奥利维亚低着头说出了心里话：如果是2周前，我肯定会说你们根本不合适，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问过劳拉关于结婚的事，她当时那个态度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坚定。她说如果这辈子真的要结婚，她绝对不会做出任何越界的事。看来劳拉心里的那道防线比伊安想的还要厚得多啊。奥利维亚这孩子是真把劳拉当亲人了。他一脸严肃地提醒伊安：舅舅，要是让劳拉知道你的心思，他肯定会立马辞职彻底离开这里的，我真的不想让他走。这话一出，伊安沉默了，他看着眼前的茶杯，过了好半天才开口：奥利维亚，其实我们担心的是同一件事，我也害怕他会离开，而且这种恐惧每天都在折磨我。毕竟劳拉只是个家庭教师，等孩子们都长大了，他自然会去下一家，又或者在那之前，他就会遇到心上人，然后嫁给别的男人。伊安叹了口气，自从劳拉来到庄园，我每天早上醒来，脑子里全是这种噩梦，这种患得患失的感觉让他再也坐不住了。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伊安索性给出了承诺。他看着奥利维亚说：我向你保证，绝对不会让你的老师离开，哪怕只是为了把自己从这种患得患失的痛苦里救出来，他也一定要让劳拉成为他的伴侣。这一刻，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长辈，而是彻底放低了姿态。他握住孩子的手，恳求道：菲尔法克斯小姐，请你一定要帮帮我。